好饿。水清在疼痛和饥饿中醒来，她不是死了吗？作为一路奋斗过来的女强人，她事业有成，却无儿无女，疾病缠身的。临死前把全部的身家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女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走出山区。怎么死人还能感受到后脑勺的疼痛以及饥饿呢？娘，这是大姐做饭偷偷抠下来的馍馍，你快吃到肚子里，别被阿奶和大伯娘发现了。一道怯懦的小小声音传来，伴随着一双瘦弱的手掌将一块烫手的馍馍递到了她面前。水清一脸的懵逼，她这是穿了吗？娘，你后脑勺流了好多血，得多吃点食物补补。水清看着手上黑乎乎的馍馍，大大的咬了一口。这一瞬间，水清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太他妈难吃了。好吃吧？娘，你慢慢吃，别急。大伯娘生了4个儿子，阿奶说他是咱们范家的大功臣，阿奶一向偏心大伯娘的，娘你怎么还看不明白？水清趁机快速地梳理一下脑子里原主的记忆。原主叫胡水清，夫君范进，是个读书人，但目前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好在人比较勤勉，在城里做些抄书的活计。即使要和大伯娘争吵，娘你也应该等到爹爹回来，或者我和大姐在的时候啊。水清冷哼了一声，娘你吃。我吃饱了，你吃吧。水清不容拒绝地说道，你帮忙吃了，省得待会儿被发现。死丫头，又跑哪里去躲懒了？被我逮着了，当心晌午饭没吃的，跟他那个好吃懒做的娘一样，惯会偷奸耍滑，磕碰了下就安心躺着不做活，一家子吃白食的。大丫，晌午饭还没做好，再不赶紧做好，你也别吃了。屋外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叫骂声。水清走出了昏暗的屋子，他环视了一下，没有看到原主的3个儿子，想来都是在外面干活还没回来。老范家养你俩长这么大，给你们吃给你们穿，咋的？老范家的粮食就养出来2头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小儿媳本来就是个软柿子怂包，任人拿捏的。水清一听这话就烦了，这和你长这么大也没饿着你。水清扫了一眼屋子篱笆墙外端着饭碗扒拉着饭菜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村民，然后低着头，声音却丝毫不减。吃里扒外，敢问婆母，谁是里谁是外？若我这个外姓人是外人，那嫁进老范家的婆母我也是外姓人吗？大丫二丫才是范家人，算不上吃里扒外吧。篱笆墙外看热闹的妇人一哄而笑，范嫂子，我听说你家姓黄啊，听村子上人喊了几十年的范家，竟忘了自己的姓儿了。哎，按你的说法，你儿媳妇是外人，那你不也是外人了？如此说来，地上的大丫二丫才是真正的范家人。哎呦，这里呀外呀的，真不好分呀。晌午头的日头很毒，水清顺势将跪在地上的2个女儿牵起。范母原本的打算落了空，愣在了半晌，然后张嘴说道，那还不是他俩私自分配食物？婆母，你看看你的2个孙女儿，10多岁了，瘦得跟地里的包谷干子似的，身上的衣裳几个堂哥穿过，补丁都落起补丁了才领到他们穿，这就是你口中的给他们吃给他们穿。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既然你先说了，儿媳也只能说了。2个闺女从小到大没顿饭是饱的，天天夜里饿着肚子睡不着，饿到肚子痛，浑身发虚发软，天天伴随着肚子饥饿的咕噜声睡觉，你说这滋味好不好受？卖惨谁不会呀？这娘在身边，有了庇护的二丫胆子大了不少。她大声地说道，大伯娘说要卖了大姐给大柱哥娶媳妇，阿奶被卖了的人还能自己说亲事吗？范母一张老脸立刻涨红，孙金花的脸上也是通红的，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二丫，转身就对众人说，小孩子家家乱说话，大家别信。真卖了那也得先瞒一段时间，等大柱把媳妇儿娶进门，外人们大不了议论几句，时间长了也就淡忘了。之前一直没吭声的范大柱听到二丫这话后，娘，你看你一点小事都干不好。范母老脸挂不住，嘴上骂骂咧咧的，你个死丫头，你和大家说清楚，不然晚上我打不死你。婆母，我来说吧，小孩子哪里说得清楚？水清啊，你是个明事理识大体的人，你和大家说说吧，一定要让大家打消咱们范家卖孙女儿给孙子娶妻的念头啊！咱们都是淳朴良善之人呐，哪能做出这等子不好的事儿？傻孩子，吓着了吧？你俩还当真了？他就是说着闹你玩的，哪有长辈，尤其还只是个大伯娘，
等当家做主卖了你，你放心，你大伯娘有银子，养儿子的人还能没攒到娶儿媳妇的钱，没攒到娶儿媳妇的钱还敢接着一直生。再说了，即便是你大伯娘拿不出银子，不还是有你们的阿奶吗？她手上必然有银子的，实在不行还可以卖田卖地啊，反正娶你大伯娘进门就是卖了田地的，这又不是啥稀奇事儿，家里还有20-30亩良田，到4株娶亲也足够了。范江带着2个弟弟背着野菜回来的时候，就见院子的篱笆墙外围了几层的妇女，一个个热情高涨，苦口婆心劝说着他们的阿奶拿出银子给几个堂哥娶妻，严惩老范家的香火。见他们3个回来，范母一瞪眼，厉声呵斥道：挖个野菜这么长时间，定是跑哪儿偷懒去了，一大家子人等你们吃晌午饭，进去再不进去通通没吃的。好了，都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各回各家去，各管各的娃去。水清牵着2个女儿骨瘦如柴的小手，悄悄地教导着：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你俩以后看人要看清他们图什么。范大丫、范二丫重重地点点头。以往觉得大伯娘和阿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是不可能斗的，想不到即便是一根绳上，他们也可以互相斗呢。还有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做个文明人，知道不？水清继续教导着：来，大柱、二柱、3、4柱，你们的整个黑面馍馍拿去；大江、大河、大湖，你们的半个黑面馍馍拿去。水清呐，你的半个黑面馍馍之前提前吃了，现在没了，你就别等了啊。上一刻还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做个文明人的水清看到范母打饭时，他绷不住了。大丫、二丫，你们去哪儿？婶子，你忘了，女儿是不能上桌的，只有我们这些儿子才能上桌吃饭。胡氏，不，水清，你有话好好说，轻易不能动刀子啊。范母声音颤抖着劝道。见娘冲进厨房，手持菜刀出来，吓坏了。二丫小声地说：娘，你刚刚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做个文明人吗？大丫不放心地问：娘，要不让我来？这件事因他而起，却让娘冲在最前面。你们退下，娘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能文能武，还有你娘我这叫文武双全。庄户人家谁家不是这样过来的，偏偏就你闹。别以为在院子里你闹那一通，村子妇人们帮着你，你就得意了。满村子打听打听，这次谁会帮着你？水清的菜刀重重地劈在了老师的桌子上，年久失修的饭桌顿时一分为二，散了架。桌子上的汤汤罐罐，各种东西摔落在地。范母张大了嘴，布满皱纹的眼睛圆睁。范母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能女儿没吃的就不让我们吃了啊！既然女儿不能上桌吃饭，行，那就都别吃。胡氏啊，你敢掀婆婆的桌子，天底下哪有你这样恶毒的儿媳妇儿？好了，现在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分家了。你们不准大丫二丫上桌吃饭，偏要让，只能分家了。等分了家，你们让不让我管不着，我家的女儿上桌吃饭你们也管不着。看看是不是圆满解决了？谈判嘛，一向是他擅长做的事儿。娘和嫂子一致认为，只要有识字会写契书的人就成。低沉沉稳的嗓音传来，温润如玉，清浅如水。听到声音，武志小脸上掩饰不住的喜悦，欢快地说道：爹，你的好儿媳快要了你老娘的命了，你嫂子只是一句卖了大丫的玩笑话，她便不依不饶，得理不饶人啊！卖大丫的玩笑话，娘，你说好笑吗？温润的嗓音更加低沉稳重。幸悔你一向聪慧，你说说大伯娘补偿你娘什么好？被夸了的二丫眉开眼笑地数了道：娘流了好多血，肯定要好好补身子才行。家里应当存了65个鸡蛋，就赔50个鸡蛋给娘补身体吧。对了，鸡蛋是公种的，大伯娘私人还有2斤红糖，正好可以用来炖红糖鸡蛋，对身体最好了。银子大伯娘是拼死也舍不得拿出来的，
嫂子倘若不愿意，那还是银子好使。愿意，小叔子说的对，我们还是一家人，谈银子多见外。孙金花生怕范进收回刚才说的话，忙不迭的应下。好了，现在来谈分家的事。娘，既然已经分家了，以后儿子的孩子自有儿子和媳妇儿管教。范母气得指着他就骂：好，就你这样惯着儿女，早晚得乞讨。以后你乞讨记得别往我房前来。哼！范进没有回答，转头看向水星，温声询问道：走不？水清重重的点点头。分家的契书写好后，双方各自签字按了手印，又将良田契拿出来各自收好。一家人收拾好东西，从邻居家借来了板车，将全部家当堆上去。范进将车前的麻绳套在肩膀上，双手紧紧地握住板车扶好，拉着车往外就走。谢谢。谢什么？谢你愿意分家了。范进说完，呐呐地补上了一句：你放心，日子可能会苦一段时日，但不会太长。水清无语，合着一直没分家是他不愿意啊。老范家，范母孙金花对着空了大半的鸡院，简直是心如刀绞啊。娘，别难受，他们一大家子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等下雨他们就惨喽。不用等下雨，那几麻袋的粮食哪怕再节省也撑不了2个月，他们手上没有银钱，早晚饿到回来求我们。哼，我们就等着他们回来，哀求我们给口吃的。他们今天嫌弃阿奶不给2个丫头片子吃饱，等出去过日子，他们别说吃饱，怕是吃都没吃的。这块平地很宽阔，足有10余亩大，而土质坚韧，同样是下过雨。村子里道路泥泞，这个地方却是平坦坚硬。从上往下看，能看到大半个村落，但是中间又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块地不错。清水不由得夸赞道：远离村子的喧嚣，宁静安逸。这块地土质坚硬，不适合开荒种植，所以一直荒废。后面的3座小山头，包含这片荒地，都是我们的了。吴小芝开心地欢呼了起来，哪怕眼前的土地是杂草丛生，哪怕此刻饿着肚子，也依然欢喜地期待脱离阿奶大伯母的日子。那边有一处山泉眼，我们在泉眼处盖个茅草屋，洗漱方便。等挣了银钱，再建一座砖瓦房。范进将想好的规划一一说了出来。水清挑挑眉说：你早就想好了，所以选了3个连在一起的山头，主要是为了这块地适合建房子用。范进乖巧地点点头，样子简直是软绵绵的，看得水清真想上手捏一，是不是棉花糖做的？我一直想搬出来住，有个属于自己的小家，远离村子里的是非以及娘和嫂子。范进又对5个孩子一一吩咐：燕秋、星回，来帮你们娘整理杂物，江和虎你们3人去割茅草，那东西割手又能让皮肤发痒，别让你们姐姐和娘做，等爹爹回来和你们一起割。5个孩子大声地应着好，纷纷做起事儿来。娘，我先去垒个鸡窝，把鸡关进去，待会儿再去村子上和相熟的小姐妹家要来些菜种子。现在8月底，赶在9月初种下，多种些，冬天一家人也有菜吃。大丫环顾了一下光秃秃的四周，心里有了主意。她转头对水清说：娘，我去竹林捡些竹菇回来，打个汤。娘，这是晚饭吃的。这真的不是过年吗？不，过年也没有这种细面饼子吃啊。水清早就找好了理由。新家第一顿，当然要新气象。来，先去洗洗手，洗干净手，人人有份儿。吴小芝深深吸了口气，脚步欢快地跑去洗手了。静看着欢快的孩子们，嘴角扬起了浅浅的笑意。他没有跟孩子们一起去洗手，反而是先将摘回来的蘑菇和粮食一起收好。怎么没吃？他轻轻地问：爹爹，娘说了，一家人要一起吃。最小的范胡邀功般的将水清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范进嘴角的笑意又加深了许多。燕秋、星回，爹爹碗里的蛋太多了，吃不完，分些给你们。不用，爹爹，你看我们碗里的鸡蛋更多。星回激动地说道，他头一回见这么多鸡蛋。爹，你看，好多鸡蛋呢，你再也不用将你那份分给我和小妹了。都有吃的，你们娘很舍得。对，娘对我们太好了。娘太舍得了，我刚数过鸡蛋，娘足足用了5个鸡蛋做蛋花汤。原来5个鸡蛋做蛋花汤有这么多啊
5个孩子热烈地讨论着。人齐了，开吃！哇，好想以后每天都能吃上白面和鸡蛋啊！想啥呢？吃上1顿就不错了，还能天天吃，那还不得吃穷了？啥家庭啊，能天天吃上白面和鸡蛋？以后啊，不光有鸡蛋吃，还能有肉。有了购物商城，他说话十分有底气。家里没银子，但是可以挣嘛。他购物商城里的食物总不能不拿出来吃吧？那和抱着金饭碗要饭有什么区别？只是拿出来用，必须有个人打掩护。这个家除了软绵乖巧能力强的范进，还有谁适合打掩护呢？范进心里也是疑惑的。就像这粮食袋鼓了一些的麻袋，明明只用了5个鸡蛋，却做出来的鸡蛋汤比10个多个鸡蛋做出来的还多。以及水清说明日去买肥肉回来做猪油拌饭给孩子们吃，可是他们家没钱呢，不是吗？他跟着水清后面，2人一前一后走到远离孩子的地方，这才停下。你想不想过上好日子，吃饱喝足的好日子？范进嘴巴微微张开，沉默了片刻后慎重地回答：我明日去城里多接一些活计，养活你和几个孩子不成问题。我搭建茅草屋不厉害，但我有算过，请人的工钱1天是25文，我抄书1天能有53文，3、5天后的银钱应当能请人盖3间茅草屋了。往后我在书馆居住时，晚上也抄书，多挣的余钱存下来，给燕秋、星回做嫁妆，给江河湖3个小子说亲，应该不成问题。田地里的收成管一家温饱，你别太担心，也别做违反律法的事，知道吗？你的意思是只要不违背律法就行？范进低垂的头，然后抬了起来。怎么水清的关注点格外不同呢？他诚恳地回答道：只要不违背律法都可以。你放心，既不违背律法，也不坑害他人，只是需要你配合一下。我能做什么？对了，粮食和鸡蛋多了也是这个缘故吗？我头磕了后，不知道是不是神仙保佑，新得到一件东西，能通过它换取粮食物品，但也不是白给，需要拿东西换。粮食和鸡蛋便是用燕秋采回的蘑菇换来的，神仙的东西也不能白给，用东西换再公平不过了。只是竹菇不值钱，1斤蘑菇能换多少粮食？竹菇价格和群菇价格不一样，哪怕都是竹菇，开伞的和没开伞的价格也不一样。按开伞竹菇算的话，1斤换大米大约是80多斤，面粉贵一点，大约能换5、60斤。范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逐渐夸张，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呆愣愣地感叹：果然是神仙给的东西。水清，这是个好神仙，既然他将东西给你了，必然是认可你的。你别和别人说，知道吗？君子无罪，怀璧其罪。还有5个孩子还小，怕口风不严泄露了出去，也先别和他们说了吧。你放心好了。你说我能做什么？水清将需要他办的事儿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2个人再回到原地时，他朝2个女儿看过去，只见燕秋和星回正在整理6个人傍晚的账簿。燕秋、星回，你们准备做什么？范燕秋听到爹爹问话，仰着头回答：我和小妹趁蘑菇现在还新鲜，洗出来，夜晚风凉，吹干水分，明日大太阳晒个半干，不成问题。今晚有星星，明天必然是大晴天。爹娘，我们傍晚捡的蘑菇，我估摸着有15、16斤嘞。竹菇、群菇最晚到10月，我和大姐小弟们努力捡蘑菇，等冬季咱们家就有菜吃啦。星回愉快地说着：不用洗，明日爹爹要将它们全部带出去卖，洗了容易缩水发皱。等明日姑子卖了银钱，爹爹买肥肉回来给你们吃。进了城，范进一路不停地来到了城里最大的药铺仁济堂。不知是何药材？带过常见的药草类，我们药铺收的已经足够今年使用了，怕是无法再收了。范进拿来的不是草药类，微微安心了。他脱下背篓，把背篓上掩饰的青草拿下，里面乌黑色的状块露了出来。哎呀，好，竟然是何首乌啊！掌柜惊叹道：
嘴角的笑意逐渐扩大。公子既然拿来人济堂，想必也是对咱们药铺信任有加。老夫收购药材一向是银货两起，从无克扣银两，也不胡乱报价。公子请放心。掌柜的客气了，自然是信得过的。秦掌柜见范进这人说话客气有礼。我刚才查看时已经按照品相分为2堆，个头大的那堆呢，年限长，品相佳，人济堂出价450文一斤；个头小的那堆年限短，药效不佳，最多只能出到210文一斤。公子若是担心我压价，大可去别的药铺问了之后再做决定。在下是信得过掌柜的，就不去别处询问了。你看是换成银子还是铜钱呀？8两碎银，550铜钱。然后他收起银包，仔细地放进衣服里。范进朝秦掌柜和小姚童道谢后，方才出门，足足多了4两多银子的预算。他心里乐的正盘算着怎么用。盖茅草屋25文一天，5、6个人3天差不多盖好，工钱大约是400文。柱子和茅草后山都有，无需花费银子。不过昨天答应了几个孩子买猪肉回去，给他们做猪油拌饭，这不能食言。将东西都仔细地码在竹篓里后，拎着大铁锅，范进向城外方向走去。路过布庄时，脚下停住了。客官，咱们布庄新来了一批布，物美价廉，进里面看看呐。家里只有他穿的是粗布棉衣，水晶和5个孩子还是穿着麻衣，已经是补丁落补丁了。天气慢慢冷了，他得买些布和棉花回去。被早晨的阳光照醒的水清愣了好一会儿的神儿，正在后山软土地上弯着腰挖蚯蚓的范胡发现水清醒过来。娘，我给你舀小米粥喝，大姐早早的熬上的，可好喝了。配上昨天晚上的白面饼子，又好吃肚子又饱，到现在一点饿的感觉都没。娘，天热，大姐出发前特意将陶罐子放在旁边晾凉，说你醒来喝正好。范胡端着碗扬着头开心地说。娘，给。范胡小短腿蹬来蹬去，跑了远又跑回来，一会儿递上一整块白面饼，一会儿递上这个那个。水清愣了愣神儿，他记得昨天晚上还剩了5块，3块打包给范进带进城里做早餐，剩下的2块5个孩子分，可是如今整整剩下了1个给他。走，我们去找你的姐姐哥哥。4个孩子见到水清，原本强忍住的委屈顿时压抑不住，眼泪汪汪的同时喊：说吧，发生了什么事？娘，我们早就去竹山捡蘑菇了，本来捡满了2篓子了。大伯娘来了，她说我们大伯爱吃蘑菇，直接让我们把2篓子蘑菇倒到她背篓里了。我们不愿意，她就骂我们没良心，没有孝心，是养出来的白眼狼，还不如村子里的外人。大姐倒在竹篓前面不让她拿，她伸手就打大姐，然后二姐冲上前去时，她竟然狠心推二姐滚下山坡，硬生生的将二姐推落陡坡。幸好二姐福大命大，不然水清听明白了，怪不得几个孩子早早的回来，怪不得他们衣服上都是泥土还带了伤，怪不得篓子破了，蘑菇没了。孙金花好得很，连侄儿侄女辛苦捡回的蘑菇都要抢。走，娘给你们讨公道。一大群人朝他们家走了过来。范大家的，原来你在家，你家的婆娘你也不管管。张婶子一马当先，率先问道。饭前一头的雾水，管啥？哟，张婶子，你们自家饭都快吃不上了，还有闲心管别人家的事儿？有这空闲，多去拨些鸡头米当粮食，起码皇亲不接的时候也能填饱肚子。张婶子气结，李大娘皱起眉头替张婶子说话。金花，张婶子这几年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起码没让6个孩子饿死。张婶子家穷又不是她造成，家里摊上个好赌的男人，你让他怎么办？你这太恶毒了，怎么净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呢？不光嘴恶毒，手也毒。此起彼伏声都是替张婶子说话的。饭前见自家婆娘一开口就把所有人都彻底得罪了，只能转移话题问道：各位大娘婶子，前来是有何事啊？
他为了一点谷子就推我二姐下山，我二姐身上全是伤，这是想要我二姐的命。今日开始她就不是我大伯娘，我看了她后，关押抓我杀我，我也都认了。范江举着菜刀恶狠狠地嚷嚷，水清一把抱住了范江，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哭诉道：江儿，别做傻事啊，看看你大伯怎么说。哎呀，哭戏真不好演呐。其他几个人见水清一哭，也上前拦范江的拦范江，哭诉的哭诉：大伯和大伯娘才是一家人，肯定会护着大伯娘。大伯必定会说大伯娘是无心之失，让我们小孩子家家的不要计较。大伯是不是认为二姐只是跌下山受了伤，但是大伯娘却丢了名声，他们还吃亏了？范乾倒是抽了一口冷气，这几个孩子把他要说的话都说了，这让他说什么？哎，别怕别怕，村长快来了，哪怕不送官府也要按村规处置。听到村规处置，孙金花这才慌了神。你推二丫下山就是为了抢谷子啊？什么叫推他下山抢谷子？明明是他连那点谷子都舍不得孝敬我，我才推了他一下，我哪里知道他站不稳滚下去了。孙金花撇撇嘴反驳道：好，你现在还没认清自己的错，待会儿村长来了看你怎么办。二丫，大伯娘刚才做的是不对，大不了这些谷子你们拿回去，大伯娘刚才还把里边的杂草青苔挑了出来，也给你们省了择菜的力气。谷子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二姐受了伤流了血，我也要你流血赔我二姐。我看就应该让她见见血，不疼她不知道厉害。这样吧，谷子还你们，二丫受了伤需要补，就10个鸡蛋，以后也不许就此事再闹腾。正好我有鸡蛋，我也舍得出这个鸡蛋。来，你们一家去早上二丫站的地方，我推一个给10个鸡蛋，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你们一家子赶快跟着我去。凭什么？弟妹，你别得寸进尺。就凭你们推了新回，我的要求合情合理。老头子，我也觉得合情合理。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众人齐刷刷的回头，拄着木杖的老者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范老大，你范家的日子一向好过，昨日才分了家，今日你就去抢老二家的东西啊！老村长眉眼犀利，盯着范乾问：你是想被押送去官府，还是认村规处置，为你的孙家再也不是山水村的村民？孙金花一想到他这娘家，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现在不能回去，他在范家吃的最好，活干的最少。既然不想，那我来说，你们听着：一是还回谷子，一点儿不能少；二是孙金花抢夺二房财物，赔二房大米1袋，以后田地山脉，二房没有同意，你们大房的人不可前去采任何东西。最后孙金花伤人在先，二丫受伤是事实，你们赔银子，让他看大夫开药。范母在屋子里听到第一没意见，听到第二就坐不住了。1袋大米，银子？什么银子？我们家没有银子赔。好，既然没有银子赔，那就拿院子里的6只鸡给二丫补身子。还得是老村长。以往被老村长主持公道狠狠被处罚过的村民，此刻看着烟头耷拉脑的老大一家，都乐开了花。爹，你别让阿娘被村规处置，那要是回了孙家，外祖母肯定要打死阿娘的。阿奶，你就出了吧，看在阿娘给你生了4个大孙子的份上。是啊，阿奶，难道我们4个孙子还比不上1袋大米和几只鸡吗？好，说完又看向胡水清、大丫、二丫3个人，低声威胁道：吃老婆子儿的东西也不怕折寿。婆母别乱说，这哪是你的东西啊，这分明是孙金花的东西啊，现在她才是当家主母，不是？燕秋星回5个孩子对着老村长又道谢再道谢。老村长摆了摆手，拄着拐杖不紧不慢地走远了。阿姐，雁丘星回江河湖。爽朗的声音从人群中穿过，听得很清楚。舅舅！还没等水清反应过来，5个孩子轰的一下欢笑着朝少年跑去。一群小没良心的，眼里只有舅舅。外祖父这么大的块头，还能看不见？外祖父！5个孩子又齐刷刷地喊道：外祖父带了肥肉来了，晌午让你阿娘给你们烧肉吃。欢呼声更大了，院子里的一家人牙都快咬碎，一麻袋的大米没了。
仅剩的6只鸡也没了。现在二婶儿的娘家人还带了肥肉，要放在以前，这些东西大部分都会进他们的肚子。爹，你们怎么来了？记忆里原主的爹是个杀猪的屠夫，凶得很。等等，杀猪的屠夫，他姓胡，胡屠夫。穿了是穿了，而且是穿到了他看过的小书中。不光是他看过，大多数的华国人都看过，毕竟是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啊，这谁没看过呀？欲哭无泪的水清真想吼一声，他不接受这个调剂呀，但是没办法，愿是他许的。姐夫呢？水清刚准备回话，就听见旁边气壮如牛的声音哼哼着：你姐夫除了抄书才能干个啥呀？农活不行，科考不成，真是白下了你爹我当年的一片信任。水清心里默默的补上：您老就现在图个嘴上快活吧，等您女婿中举，您可能就是排在后面给他扯了几十次衣服的人了。外祖父，爹爹今日没抄书。范和脆生生的回答：连书也不抄了，那我闺女她拿什么养活呀？胡屠夫眉毛倒竖，气呼呼地说：爹爹去卖竹菇和菌菇了。范和赶紧说道：胡屠夫，你就别瞎操心了，你女婿好歹是个读书人，放下身段，又抄书是又卖菇，还有啥可挑剔的？来，大侄女，别听你老爹的，你这夫君说不定明年就中举了嘞。今儿早上你村里人来我摊上买猪肉，我这才知道你们昨日分家了。你说说你这分家也不提前和我通个气儿，阿爹引来给你撑个腰不是，给你主持公道。水清听到一片拳赤子之声，然后诚心地说：让爹娘费心了。养女儿就是操心的命啊！你村里人说你们分出来连个遮风挡雨的落脚地都没有，这哪是分家呀？分明就是将你们二房赶出来。我赶紧让你娘去各个铺子采买东西，让你阿弟去通知各位叔伯邻居，紧赶慢赶的过来，争取今天就将你的茅草屋给盖好。这女婿是个大男人，淋雨倒是没什么，你和大丫二丫是女儿家的，可不能淋雨落下病根了，老了是要受罪的。胡屠夫嘴巴上不停，赶着牛车往外走。水清鼻子一酸，带着浓浓的鼻音说：爹。胡屠夫只当女儿是担心吃食，压低了声音说：闺女，你别担心饭食，阿爹早上特意留了一刀肉，还是肥多瘦少的好肉呢。晌午做饭，你兑上多的青菜，煮上一锅，再煮锅糙米糊糊，有肥肉也不算难看。而胡屠夫虽然嘴上骂骂咧咧的，瞧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但行动中却是粗中带细，事事都替女儿周全考虑。爹，粮食够，下午饭吃干的。胡屠夫诧异地看着自家闺女儿，没想到小声小气的闺女也有大气的一天，当下很是欣慰。闺女儿分家了，就是硬气哈。外祖父，你放心好了，我们刚得了一袋大米，有吃的。心回顺势扳回了一局，委婉地说了一遍。胡屠夫和胡文华听着都皱着眉头，粗犷的脸上怒气冲冲。听到老村长主持公道后，眉头放在舒展。不错，这老村长是个明事理的，他的恩情爹记下了。爹，我想好怎么感谢老村长了。你今日又出钱又出力，其他的省省，还要给阿弟说亲事，存银子。见到从府城回来的范进放下了竹筐，就在跟旁边的女儿打下手说话，更是欣慰。大侄女，你也太实诚了，鸡蛋咋比竹菇还多？以往都是在竹菇汤里找鸡蛋，你这倒好，鸡蛋里面找菇子。大米饭就是香啊！不过不是阿叔说你这大侄女，你这大米饭至少掺点菜呀、粗粮啊，这太实在了。侄女婿，你也不管管。众汉子们捧着范进买回来的新的粗陶碗，大口大口的扒着饭菜，个个打趣。范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腼腆的说道：各位叔伯大老远过来辛苦了，我们菜上面不足，米饭定要管饱才是。吴世人说话就是好听，放心，侄女婿，你家的草屋一定盖得又宽敞又结实。胡文华和5个外甥端着碗在路边吃，他娘做的蛋花汤恨不得一个鸡蛋分2次。阿姐倒好，这里面全是鸡蛋，竹菇才2、3根吧，好喝是好喝，就是鸡蛋多到我都有些心疼了。舅舅，你别担心，竹菇爹爹能带去府城卖银钱，所以阿娘才多放鸡蛋，少放竹菇的。阿姐也就是骗骗他们这些年岁小的娃娃，竹菇能卖钱，但是无论如何卖不过鸡蛋呢。水清，温润的声音传来，水清偏过脑袋去看。何首乌价钱比我们预计的高了很多，
所有8两多银子。我买了所需物品后，还剩3两银子和100多文铜钱，铜钱在竹筐里收着的。这些年爹娘贴补我们不少，小舅子明年说亲事的话，正是需要用银子。今日爹爹送来的东西至少有1两银子了，咱们既然有了银子，折换成银子让爹爹带回去好不好？你把银子给爹爹，让他带回去。岳父大人的性子他是知道，送来的东西可不能收银子的。他看着蹲在路边大口扒饭的小舅子，文华的性子要比岳父爽朗很多，更加不会。回礼也要看时候，不然非但落不到感激，还惹人不痛快。咱们这段时日多多挣银钱，过些日子给爹娘做几身衣裳，以及文华相看好后出些银钱，爹娘还能拒收。快，你过来，我有挣钱生意和你说。那边胡屠夫只见他姑娘招手，女婿就屁颠屁颠地凑上去。他非但不觉得这有损大男人的颜面，反而觉得甚好。还是他眼光好。只是茅草屋盖好了，还要把东西往里搬，趁着人多收拾起来快，不然又是累着自家的闺女。范进见岳父大人翻脸翻得无比的熟练，就被媳妇儿拉着一股脑跑了，留下岳父大人气势如虹的吼声：鸡蛋别忘了拿。两个人走在村子上的土路上，入目的大多都是低矮的茅草屋。他感叹于范进的心思细腻，怪不得你要先去张婶子家。范进腼腆的一笑，张婶子穷归穷，为人却极好，她教出的6个孩子也是如此，个个勤劳肯干。水清听出了范进话里的意思，这是值得帮助的一家人。你说的是2斤半的大米换1斤鸡头米，我没听错？那可是2斤半大米啊，1斤大米就要9文钱，2斤半要20多文。没听错，实话和你说了，是我相公同窗收，人家开酒楼，一道汤水或糕点几十上百文，还是寻常价格。相公听到他提及用大米换，就想到我们村子了。他回来听我提及你帮了我，所以我们先紧着你家问问，看你愿不愿意。愿意，怎么可能不愿意呢？好，那我问下，你家一天能供应多少斤？清水询问道。张嫂子心里有数，她对水清郑重地说：村子里剥鸡头米最熟练的就是我，一天能剥5-6斤米，加上几个孩子，一天至少能有20斤。老儿媳妇，20斤会不会太多了？少些我们也是行的。不会，相公同窗说了，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张婶子，你们放心的剥，有多少要多少。水清当然拒绝了。张婶子露出了放松的笑。水清和范进从张嫂子家出来后，就去了村长家，接着是李大娘家，然后是上午帮过他的人一一去了一遍，今日就不再去了，后面也不会再去了，因为明日发了大米后，每家人都会主动将鸡头米送来问他要不要的。两个人走到了村子边缘，也没着急回家，而是拐进了小树林里。见四下无人，水清看到商城的显示27斤无公害纯天然的鸡头米，120元1斤，确认出售吗？水清在下方点击确认出售，叮咚，余额到账3240元。今天的谷子被抢了回来，也不能白白浪费，一共卖了2016元，再加上现在的3240元，不错呀，今天收获了5256元。水清，离开通药品的数额是不是更近了？旁边的范进是看不见数额的，只能凭空去算一算。还是要收购才行，这样赚钱快。他自己嘀咕着。是呀，药是必不可少的，你不是说后面还有防护存储类的吗？等到挣多钱一一开通才是。等明年梅雨季节来临前，我们争取盖上砖瓦房。范进在水清耳边低声地说着。水清惊讶地抬头看过去，在张婶子家，他注意到他的异样了。你别担心，梅雨季节来临前，这些茅草还不会散发出那些难闻的气味。我不担心，谁不想过好日子啊？他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在变好就成。去，这些粮食重得很，爹来搬，你们俩一旁去。胡屠夫嚷嚷道。文华，你这是做什么？我看我姐后山有个兔子洞，说不定哪天我姐夫外侄就抓到野兔，我提前给他们理个兔子窝，兔子能生又好养，以后他们时不时的也能吃上肉不是？
高大壮实的少年说起话来清朗又坦诚。等吃晚饭的时候，胡文华惊讶地发现碗底除了面条之外，下面竟然有2个荷包蛋。他惊讶地看向他姐，壮硕的身体微微颤抖着。小舅舅，你怎么了？阿娘做的面疙瘩好好吃，小舅你快吃，不然待会儿就没了。范和督促道。没有的事，娘说了，煮了2大铁锅呢，保证够吃的。荷包蛋一人只有1个，但是面疙瘩管够。胡文华听外甥女儿的话愣了一下，一人只有1个啊？他们碗里都只有1个鸡蛋，而他有3个。姐姐这是心疼这个弟弟啊。晚饭吃得早，吃完后天还是亮堂堂的。胡屠夫一抹嘴巴招呼道：这总算是好了，闺女女婿，我们要回了。从山水村到牛头镇，脚程快的也要半个时辰，他们得抓紧时间回去，不然天黑了赶路就不方便了。红糖给阿娘的补身体，我自己留的有，燕秋星回也喝够了。好，你阿娘享你福了。他瞄了一眼女婿，见女婿神色如常，一看就是知道且同意的。哎呦呦，闺女孝顺哟。胡屠夫，你还磨叽啥？赶紧带着呀！这要是换成我，赶紧拽回来捂着，生怕被别人抢走了。跟来的大汉都大声嚷嚷着。胡屠夫老脸一红，啐了口：瞎说。转头又看向文弱的女婿，脸色转为了恨铁不成钢。不过看在红糖的份上，忍住没吭声，点头示意后，大手一挥，嚷嚷道：行，好了，回去了，别送了。热热闹闹的10几20人笑声中走远了。水清和范进一路把人送到了村口才回来。回来的路上碰到张婶子等人过来送鸡头米。范二家媳妇，各位大娘、婶子、嫂子，大家叫我水清即可，省事儿。水清，你看我这鸡头米，按照你说的，边包边放在水里，来之前才捞出来，可水灵了，一点没干，行不？行。桂芬嫂子，你带秤了没？带了，哪能不带这个呀？好，那我们一起去我那儿，称了重量连带响五的一起记下来，明日按照记下的数发大米。张婶子13斤，加上中午的4斤，一共17斤，对吧？行，听你的。10多个妇人比刚才10多个汉子更加热闹，你挽着我，我挽着你，拎着竹篓有说有笑的往村子边缘的高坡上走去。阿奶、阿娘，咱们村出了稀奇事。什么稀奇事儿？你们绝对猜不到。方二柱跑得气喘吁吁的，一边跑一边大口的喘气，得意的说道。范母很想上去一巴掌，但是这是眼前的大孙子啊，又不是赔钱货的孙女儿，只能压住怒气，讨好的问：二柱，快说说是什么事？方二柱当成笑话一样说了出来：是二叔家的事。阿奶，你们绝对想不到，二叔用2斤半的大米和村上人换了1斤的鸡头米，你们说好笑不好笑？疯了！范母脸色一沉，恶狠狠地说：不行，我要去找他们，拢够那么一点粮食，败光了还不是要回咱家打秋风？孙金花眼珠一转，连忙拉住范母劝道：娘，既然分家了，你去说有什么用？随他们吧。败光了好啊，败光了就要卖田地，到时候唆使着婆母拿出银子来压价买，老二家的9亩良田就又回到他们手上了。我是老二的娘，怎么没用了？阿奶，没用的，二叔家现在是2婶当家，我听说有10几户人家嘞，你说说二叔家的大米还能有多少剩下的吗？范二柱见状告状说。范母气得心口直疼，不行，他一定要想办法让村里的人不和老二家的换，让儿子知道关键时刻还要靠他这个当娘的。宽阔空地上面的扁平大石头派上了用场。范进是读书人，家里自然是不缺纸笔的，他将纸笔平铺在大石头上，旁边围了一圈的妇人。张婶子13斤，加上中午的4斤，一共17斤，对吧？对的，是这个数。李大娘8斤，中午的2斤，一共10斤，对吧？对。许婆婆家6斤，上午1斤，一共7斤。后面有的是李家的本家、王家的本家，还有范家的本家，零零碎碎的比较多，大概2、3斤的。我这个堂哥啊，为人做事极为精明到有些过头的那种。他家人口也不少，
上午能拨出5斤的鸡头米，没道理下午只有1斤。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想自己去府城寻找门路，绕过我们直接做这笔生意。可惜他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鸡头米的生意根本就不在府城。那随他呗，外面那么多挣钱的生意不想着去做，去挖墙角抢客源，自家人刚做点小生意心思就动了，真是能干的聪明人。俗称这就是窝里横啊。是，我们是装作不知还是不收他的了？他今日只是送来的少，贸贸然不收他的说不过去，等他闹吧，顺带把人群中不稳的全部带出去，到时一起不收。收购嘛，那肯定是要稳定，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约定好了就是约定好了，不可能当作空头白话。我和药铺掌柜的说好了，再有何首乌依然送他那里去。我想着明日还能送一次，然后在冬日来临前3、4天、5、6天交叉着送。只说在周边山头找到的，应该不会太引人注目。一次还按照今天的重量上下浮动。你怎么还买了布匹？还是细棉布，这应该是他今日里买的最贵的东西了吧？你和孩子们的衣裳补丁太多了，如今有了钱财，做2件新衣裳，等天冷的时候正好能穿。范进不自在地说道。你穿哪种颜色？我明日找李大娘做出来。范进随口回答。我不用，我衣裳又没有补丁，还能穿，不用做新的。他暂时无需抄书，所以不用专事门面。水清心想，还以为他是个舍得的主，原来只对他们舍得。明日卖了何首乌，再买些布回来，不差钱。范进失笑，最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明日少一些吧，大概能卖个5两银子的就成。他们如今吃喝不愁，还是以稳妥为主。你决定就行。半夜睡在茅草屋的水清翻来覆去的，体会到不花钱的茅草屋被淘汰的也是有原因的。冬天不暖，夏天不凉，除了能够遮风避雨，貌似一点优点都没。一大早，至少对水清来说是一大早，嘈杂的声音把他给弄醒了。起床气的他黑着一张脸推开门，他倒看看这一大早屋子外面谁在哭嚎。阿奶，你别哭嚎了，阿娘昨晚翻来翻去的都没睡好，你让她多睡会儿啊。燕秋皱起小眉头，耐心地劝导着。范母一拍大腿，哭得更欢了。我可怜的儿哟，天不亮就去府城抄书，家里的婆娘日上三竿了，还在睡懒觉，我儿命苦哟。我这个做婆母的想进自家儿子屋子，还被一群我亲手带大的孙儿拦着，真是一群白眼狼。哎呀，我的命咋这么苦哟。范和急急的辩解。阿奶，阿娘昨天累着了，今天不小心才起晚的，平时不是。不用解释了，我就是故意睡懒觉，不光昨天起得晚，今天起得晚，以后我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怎么了？我自己的家，我睡个觉还要过问别人的意见？水清出声打断了大儿子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你别以为昨天你家人来给你盖个茅草屋就了不起了，一个不值钱的茅草屋，你有什么好嘚瑟的？既然茅草屋不值钱，那婆母你给我再盖一个。水清打着哈欠说。范母心想，他的意思是让胡氏别嘚瑟，别嚣张。弟妹，既然分家了，你怎么好意思让婆母再给你盖间房子啊？水清抬眼看去，嚯，他的嫂子也来了。这个嫂子没自己的时候，和范母也不见得能有多和睦孝顺。金花就竭尽所能的表现她对婆母的恭敬听话，她故意拉长了音调。咦，分家了呀？孙金花黑了黑脸，范母的脸更黑了。我儿子我管得着，至于你出嫁从夫，你就该听我儿子的。这是老范家，不是你胡家，想在范家作威作福，欺压到我的儿子头上，看我怎么收拾你。燕秋范和一脸的紧张，脚步悄悄地挪到了水清前面。水清看着两个孩子的举动，一手拉着一个拉到身后，昂着头问：婆母怎么说话只说一半呢？范母一脸的茫然。水清继续说：出嫁从夫，我记得后面一句是夫死从子，公爹没了，婆母要听儿子的话吧。还有，这屋子是我老胡家的人来盖的，婆母要是范家胡家分得如此清楚，等你儿子回来让他别进这个屋子不就行了？哦，婆母要是不想给你儿子盖个屋子，还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住，想必他的亲大哥嫂子也不会反对，是不？
范母气氛非但没有畏畏缩缩的低声求他，反而把自己说得哑口无言，心里这个憋屈啊。两个人来时昂着头，回去的时候像斗败的公鸡。路上孙金花还抱怨，我就说老二家现在和以往不同了，婆母你非不信，现在好了吧，白来一趟。范母以为分家的那天是他表现的不好，昨晚想好了话语，一定要把老二家媳妇儿压得死死的，没成想还没说过，他深吸了一口气，恶狠狠地说，走，去找你们大堂哥，坚决不能让胡水清这个败家娘们儿再用大米换鸡头米了。远处传来急切的声音，水清连忙站起来，水清嫂子，大木叔来找我阿娘，说你家根本没有大米可以换，就是为了骗我们家鸡头米的。我阿娘不信，她说你婆母亲口证实了，让咱们别信说你们换大米的话，还让我们赶紧来要回鸡头米，不然后面大米没得到，鸡头米也白送你们家了。小草姐姐，你阿娘怎么说？我阿娘说她信你们，咱们家穷得叮当响，耗子来了都吃不饱，要是骗食物的，何必第一家就来找我们呢？不值钱的东西又有啥子好骗的？小草，你放宽心，我们家不会骗鸡头米，你范二叔已经去府城驮大米回来了。嫂子，虽然我阿娘是不信的，但是村子里貌似有好几户人家信了，他们可能要一起来找你退。水清心里暖暖的，嘴角扬起笑意，感激地说道，小草，嫂子谢你提前来告诉我这些，你回家了也替我谢谢你阿娘，告诉她我知晓了。放心吧，嫂子心里有数。燕秋，新回，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人来了，你们小孩子家的别冲上前，不管如何自身安全最重要，再大的事说等阿娘回来，知道吗？燕秋新回拉着三个弟弟点头保证，阿娘您放心，我们不恼，也绝对不会和他们吵闹。村子里范母、范大木以及范前带着一群人赶往了最后一家，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家人，老村长家。老村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咱们村子出了大祸害，一大班人都被坑了，可不得了了。一定要让范进两口子将东西还给我们，要是敢不还，咱们村子只容不下他们一家子。你们确定要还？老村长望着院子里乌压压的人群，低声地问道。嘈杂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一下，随后更加嘈杂。什么意思？他拿了我们的东西，当然要还我们啊！我剥几斤容易吗？我凭什么白白给他吃呀？李长林是在一旁看出来了，说狠话说恶心话的全是那几家人。老村长的目光沉沉地扫了一圈，对着身边的孙儿说，长林啊，你去拿支笔，要退的人记下来名字和鸡头米斤数，待会儿让你范二叔一家退了鸡头米便是。范家5个孩子都谨遵水清的教诲，不急不躁也不冒失，任凭眼前的人群如何叫嚣，只是客客气气有礼地说等他们爹娘回来。范大木眼睛瞟到茅屋，鼓动着说，只是一座茅草屋而已，还能拦得住我们这些大男人？老二才分家，我可知道他们家大米、小米、稻谷都有好几麻袋呢，足够咱们分了。王麻子立刻附和道，好，他们拿了咱们的东西不还，咱们拿回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不行，爹娘很快就回来了，等他们回来自然会还你们，你们不能自己去我家拿。我爹娘不在家，你们怎么擅自进我家里拿粮食？怎么不可以？难道只许你们家拿我们的鸡头米，就不许我们拿你们的粮食？大家伙评评理，这是什么道理？那是说好的。谁和你们说好的？你们爹娘那是骗，懂不？范大木在后面时不时的插话，对，是骗，就是骗。你们爹娘就是骗子，大骗子生小骗子，你们都是一群小骗子。呸！不要脸，一个村的都骗，也不怕招报应，管我辛苦一天才拨出来的粮食。我爹娘不是骗子，你们说话不算数，约定好的事出尔反尔，毫无信用可言。行，不用你们说，我们家也会退还给你们。你就一张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说的有啥子用？你说退，好啊，那你退呀！你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一个黄毛丫头也敢学人家放大话，笑死人了！老村长的眉头深深的皱起。李长林刚准备说话，就听见远处传来了清朗的声音：我们家他就当得了家，做得了主。阿娘！水清目光在几个惹事儿的刺头上转了一圈，又看到人群后方的范母、孙金花和范前，嘴角微微扬起一抹笑，
然后回道：按老村长说的办，我们还鸡头米，只是昨日的鸡头米已经卖了，我需要一点时间。没事，我们带了来，你先把这儿还给大家伙，东西还了，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行，那我先谢过老村长了。刚刚老村长已经先行登记了一番，要是还有想退的，现在提出来，我一并退了。来，我们先将鸡头米称了重还回去。全部分完后，王麻子刚准备发2句言，就见路上慢悠悠的走来了一辆牛车。有牛！是范儿说，他运粮食回来了。咦，师兄，人怎么这么整齐？范进倒是装得很像，一副完全不知道情况的样子，顿时就开始有人热情的解说，根本就不需要水清说话，已经将前因后果以及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说得清清楚楚。也没事儿，许是他们家里粮食充足，不想换也很正常。王麻子拎着鸡头米，老脸上堆着笑，正弓着身要和范进商议，就见范进拱了拱手，对着村上的人说：老村长，这是500斤大米，你看由你主持分发下去，成不？哇，真的是大米！这大米真好看，脱壳的好干净，一点没掺假。范进，你这同窗够意思，做事实在。顿时水清家门口的空地上热闹的就跟集市一样，而人群更是比秋收丰收还要喜悦。老村长，刚才你出的鸡头米我记着呢，先把你家的那份给了。听到水清说先给老村长的，村民们纷纷投去了艳羡的目光。来，这是75斤大米，贵芬嫂子你们拿好。75斤的大米呀，白花花的。来，张婶子，你的一共是27斤，大米是67斤半，到你麻袋里哈。张婶子看着白花花的大米倒进了粗糙的麻袋，生出了不真实的感觉。多少年他没见过大米，没摸过大米了。大米的味道真好闻呐！张小草在一边响应着：娘，大米真好看，比黑面好看多了，是不是很好吃啊？先等等，以后做给你们吃。老村长发完了剩下人的，这个几斤，那个10几斤，头天上交了几十斤，那毕竟是少数。王麻子和张秃子见其他人拿了大米，一个个兴高采烈，腼腆的上前对范进提醒道：这范儿小子，我们思来想去，还是相信你的。咱们都是一个庄上的人，我们不支持你啊，谁支持你啊？你挣银钱，咱们当长辈的看着也高兴啊。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范进依旧是温和的笑着，声音不大，却足够周围人听到。二位，我也想全部收，但我同窗说了，不需要太多。你们既然退出了，我心想着正好，如今倘若再收了你们的，其他人的不就收不成了？张秃子、王麻子，你们还要不要脸？在老村长家里可是说的好好的，退了就退了，后面再不能闹腾。不管在老村长家说好了，你和范大娘的大姑娘不也犯下了狠话？咋的？要我们大家伙儿给你回忆回忆？范进神情温和，说出的话却一点不温和。还请二位见谅，我们只和信任的人收东西，以后咱们几家还是永不合作为好。人群散去之后，水清范进对望了一眼，笑了。江河湖围着牛转来转去，激动不已。爹爹，坐牛车上是不是一点都不累啊？你要不要做了试试？要。我也要。范进牵好牛，等孩子们一个个爬上去后，然后又对着2个女儿问：念秋、新回，你们不做？我大了，还是让弟弟们做吧。大什么大？你们在爹娘面前永远都是孩子，小孩子们想做就做咯。坐上板车，双手抓着车子前沿的燕秋笑地看着娘。娘变了好多好多啊！牛车车轮撞上了石头，颠簸了一下，车子上的孩子们夸张地叫嚷着，仿佛是一件多么好玩的事儿，发出一阵阵欢笑的声音。水清看了看范进牵着牛车一遍遍带着孩子们玩耍，转身从灶洞里掏出了草木灰，又拿出菜刀把土豆上的嫩芽一点点的切去，脑子里已经想好吃什么了，香迷糊的锅巴土豆饭。阿娘，这吃食太好了吧？范江咽了口口水，呐呐地问道：你就说你爱不爱吃？不止范江，范和、范胡2个人同时点头。
三兄弟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似的。去拿碗盛饭，待会儿估计会有村民来交鸡头米。晌午饭之后，陆陆续续开始有人送来鸡头米。最先来的是张木牛。范二叔、二婶，你们称重。随后又想起阿娘叮嘱的事儿。饭吃了没？水清闲话一句，随口问道。吃了，可好吃了。别太累着。张木牛直摇头。不累。17斤，42斤半的大米。木牛，你来看下秤。范进招手喊道。不用，我们信得过范二叔。木牛憨憨地笑着，接过大米放在背篓里，一溜烟的跑远了。陆陆续续有好几家过来送鸡头米的，其他人懊恼上午看热闹，白白耽误了时间。水清，我想和你支点银子。范进进了屋，诺诺地说。水清挑挑眉，疑惑地看着他，他又不限制范进拿钱，不过一向他对自己看得紧，主动要银子是做什么？范进并没有让他猜测多久，很快就解释道。我刚去后山寻了几块平整的石板，孩子们可以蘸水写字，纸墨可以先不买，不过毛笔却是必须要买的。水清对学习一向是舍得投入的，当下移开木板床，把墙头角的一块石头挪开，拿出里面的小盒子，去除泥土，从小布袋里摸出了一块小碎银。拿个钱可真难呐。水清给了银子，见范进脚步不动，没有打算出去的意思，便疑惑地问道。还有事儿？范进诺诺了半晌，白皙的脸颊红红地说。银子不够。他知道家里钱不多，第一次卖何首乌置办了好多东西，水清极为诧异。这年头银子的购买力可是相当强啊，5支毛笔能要多少钱？半两银子相当于500文。一支最小最次的毛笔也要120文。我没骗你，5个孩子若是只用1支毛笔练字，那太耽误时间了。水清连忙解释。我没不相信你，我只是没想到毛笔这么贵。不贵的，你不了解毛笔的制作工艺，了解之后你就知道1支毛笔100多文值得了。范进提到喜欢的事物时，眼睛锃亮的。你想买贵的笔吗？范进摇摇头。真的不想？水晶不信。毛笔有就成，不拘好坏。穷人家的孩子读书，连买支笔的钱都要精打细算。对了，等等，我看看商城上有没有。范进惊讶地抬头，呆呆地问。商城上还会卖毛笔吗？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不卖的。天上地上水里它啥都有，就看你有没有钱了。水清点了开通，小手一挥，大中小号各来10支，总共花费27元。范进看看面前多了30支毛笔，个个笔尖细腻，笔毫平整均匀，没有参差不齐的杂毛。怎么样？不好吗？那给几个孩子练笔用行不？水清，太好了，这毛笔样样都好。你的商城怎么这么厉害？制作出来的东西又便宜又规整。水清灵光一闪，脑子里有了个想法，他想到如何把商城里的钱过个名的套路套现出来。也许用不着等到明年，今年过年就能把4合院盖起来了。阿娘，你这是做什么？燕秋好奇地看向水清，不懂为何要把好好的韭菜根给罩上竹筒。这样生长出来的韭菜不是绿色，而是黄白色，口感上更加鲜嫩，炒鸡蛋可好吃啦。水清看着5双懵懵懂懂的眼睛，算了，10几20天差不多能吃上，到时你们就知道差别。燕秋等人也不追问了，反正阿娘做什么都好吃，他们薅地的薅地，挖坑的挖坑，一直干到快晌午的时候，水清先回厨房做饭。水清，我回来了。清润儒雅的嗓音带着明显的喜悦。毛笔价格怎么样？水清关心地问道。书铺掌柜的说毛笔品质极好，只要我们有，并且也是这个卖相的品质，他大量要，给的价格是小支的130文，中支150文，大支180文。我想着这个价位算是很不错的，就同意了。你觉得呢？他是不太会谈价格，
也不知道这价格符不符合水清的预算。水清是想，书店老板相当于从他这儿进货，他们转手卖出去也要挣钱的，这就是个进货价，能有个进货价蛮好的，随即就点头认可了。师兄，我在府城看到大哥和大堂哥了，他二人以往并不亲近，我怀疑他们去府城是冲着我们来的。鸡头米他们抢不走，不过你同窗收购的事，经过他们一打听，应该会被挑破。我想过了，到时只说是随意找个假的说出来，就是怕有心人抢我们的收购生意。范进抿着嘴，心里有一丝哀凉，想不到他拖了后腿呀。最看不得他好的，竟然是他亲大哥和本家堂哥。后天去赶集时，正好问下我爹爹，远处的府城里有没有更富有的商人，到时候就借他们名头一用。范进嗯了一声，提醒道：我知道咱们广宁府、南宁府和兴宁府全部归南都管，而南都城里有白家，号称白半城，白家的家业多不胜数，若是借用他的名头，一来离我们远，无处查证，二来白家地位高，人口单薄，主子少，金贵得很，轻易不会让人见到。借用他的名头，不怕大哥和大堂哥求证。水清觉得这个可行，找好借口吃过晌午饭，陆陆续续就又有村民过来换鸡头米了。见到崭新的牛车和健壮的牛，又是好一顿的羡慕。哟，范家真的要改换门庭了，和咱们不一样喽。范家二小子是读书人，本来就和咱们不一样。你看老村长家的长林小子和咱们家的小崽子能一样？哎，说起来，咱们也是借了范进水清的光，这才几日，家家户户都换上了上百斤的大米，咱们好日子全靠范进一家，以后不管什么事，咱们都站他那边。9月初5这天，一大早，一家人起了个大早。吃过早饭后，范进牵来牛车，放下给岳父3个人准备的礼物，一家人坐着牛车，迎着朝阳向牛头镇驶去。万祖母，舅舅，开门，我们来了。水清这才明白，这是到了地方了。见到屋外的人，胡母眼泪唰的一下就湿润了。回来啦，回来了，好，姑爷，快进去喝茶。又看了看燕秋、星回几个孩子，忍不住夸赞道：长好啦，比以往长得都好。你外祖回来说，我还不信，好不容易回家一趟，赶紧去屋子里歇着，娘做好吃的给你吃。外祖母，我们带好吃的过来了。星回在外祖母家比在范进家自在，话也多了。胡母不赞同的责备看向水清：上次你爹带回来2斤红糖，被我说了好一顿，你刚分家，什么都缺，留着给孩子补补身体多好。娘，你放心喝好了，偷偷告诉你，我们分家后的山上有何首乌，值不少钱呢，你就别操心我们了。这是和范进说好的理由，不然带来的米啊、面啊，还有布料，爹娘怕是一样都不会收。胡母先是惊，然后是喜，忍不住的替他们高兴的问道：真的？太好啦！娘赏5包白面大肉包子吃。孩子们已经欢呼了起来，水清也很开心。娘，我帮你。好。水清在一旁揉着面。娘，我带了鸡蛋来，晌午要不再做个蛋花汤？怎么带了这么多鸡蛋来？雨旭知道不？知道，就是他让我带的。娘，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喂了37只老母鸡，一天能捡好几十个鸡蛋，你说给你带的这点算什么？水清往范进身上推，反正商城里多的是，100多个，还没100块钱呢。姐，娘，我回来了。院子里传来豪迈的喊声，伴着重重的脚步声。哇，咱们家的伙食也太好了吧！母亲意有所指的瞥了儿子一眼。你这几天出力了，吃点好的补补身体。水清快速的看向弟弟，不明所以。胡文华憨憨的挠挠头，也不解释，扯了个理由说：我带几个外甥女去集市上玩。他这几天做短工，挣了100多文，正好带几个娃娃去吃点好吃的。割草回来的范进看见小舅子要带着儿女出去，连忙去喂了牛，也跟了上去。这季节还没糖葫芦，不过有糖化，你们要不要吃？舅舅请客。范进刚想说他来付银子，想到身上没钱，只能看着5个孩子团团围住了胡文华。滚开！小爷我今天就要一个人出去，谁拦小爷我抽谁！跋扈的声音骤然响起，在喜气祥和的气氛中显得很不协调。少爷，你可不能单独行动啊！你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小
小偷们没法交差啊！一圈小厮苦苦哀求着。少爷见集市上的人都看过来，稚气未脱的脸上现出了恼怒。放手，外面就是龙潭虎穴，小爷我要闯上一闯。少爷，快回来，外面危险！少爷你还小，哪里知道外面的险恶，快停下，和小偷们一起回府。这是富家公子没吃过苦头嘞，不知天高地厚。好俊的白马！旁边一个路人吐了口痰，骂道：呸，放着好日子不过，真是自讨苦吃。这种人啊，就不该他们享福。范进皱起眉头，温声替少年解释道：这少年品行不错，你看他闹归闹，鞭子没抽在小厮身上，马蹄也没往人群中冲撞，想必还是被家中人管得过甚，想出来试试吧，总归本性不坏。水清坐在牛车上，看着站在门口不舍得进去的胡母，眼睛胀胀的，他喊道：娘，你回吧，等我盖好房子就来接你们。好。胡母站在门口答应着，身形却没动，直到牛车转了个弯，再看不到一点的身影。胡母擦擦泪，转身进了屋子。太阳西斜，空旷的田间时不时的有鸟飞过，安静的极了。阿娘，爹爹，你们快看！阿娘，是我们在集市上看到的那个富家少爷，他的白马呢？怎么不在身边？那些小厮没跟上来吗？这不会是被别人盯上，谋财害命了吧？水清心里咯噔了一下。范进已经赶上去，探了探鼻息，又摸了摸颈动脉，转身对水清询问：只是晕了过去，管吗？水清本来想说不管的，但是一想到他有如今的日子，说不定做好事菩萨能帮他呢，立马就说：你们既然说了是骑马的富家公子哥，想必是骑马不慎摔下来的，先抬牛车上吧，等他醒来或小厮找来，也算积了功德。从早上天蒙蒙亮起床开始，到夕阳斜下回到了家。水清刚想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就听到一个尖锐突兀的声音传来：哼，你们还知道回来啊？鸡不喂家不管，要不是老娘替你们看着，回来怕是渣都不剩了。妈的，我怎么漏了这人？娘，我昨日已经托了李家那几个小子，空闲了就来转转，顺带喂喂鸡。范进皱了皱眉头，他不想大吵大闹，事先就说明：是啊，阿奶，你没有看见鸡圈旁边有搅拌好的鸡食吗？有人喂，有人看着，怎么没管呢？你们也是拎不清，外人哪有自家人做事尽心，出个门还能将家当交给外人看管，真是白长岁数。范进听出他娘这话里中的意思，分明就是批评鸡圈交给李家的几个小子，实则是在说鸡头米的事儿。他装作听不懂深层意思，认认真真的说：娘说的对，下次我们出门我就和娘说，让娘来帮忙喂鸡。娘特意过来告诉我注意这些，这是关心我们。娘你放心，以后有事需要你帮忙的，我不会客气，一定会告诉你的。范母憋着一口气，发作不是，不发作憋得慌，没人理他，各做各的事儿，场面一度陷入了寂静中。哎呦喂，你们真是败家了！丫头片子给口吃的养活大就成了，反正到了年纪也得嫁到别人家，还卖糖画，还一人买了一个。再说了，他们几个哥哥都没吃上糖，他们两个丫头辫子竟然先吃上，这不是浪费钱是啥？这是燕秋新回舅舅买给他们吃的，5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不就一个糖画吗？值得他儿子特意说出来吗？3个乖孙子吃了就吃了，大丫二丫的不行，他们哥哥还没吃呢，来，给阿奶拿回去，让你们哥哥也高兴高兴。范母已经想到他带着糖画回去的场景，4个金孙儿围着他转悠，嘴里一定说阿奶最好了。水清一双眼睛眯起来，他是被刷新了认知了。不行，既然分家了，就是2家人，大哥家是大哥家的，我家是我家的，几个侄儿没吃的可以自己买，也可以让大嫂娘家人买，但不能是拿我女儿的给他们吃。你范进眼神犀利，一字一顿地说：上次大嫂推新回的事，老村长处置了后我没异议，但娘应该明白，我心里是恨极的。倘若娘再为了大哥一家损害我儿女，那我也只能写一封断亲书送过去了。范母双眼圆睁，震惊的半晌说不出话，随后恶狠狠地说：你娘我还没死呢，你就想断亲，你也不怕娘去官衙告你个不孝不悌之罪？我不怕，我本以为分了田地搬离老宅之后，我们就能获得清静。先是有大嫂推新回下山，
今日娘用来要我儿女的吃食，倘若往后依然过着这样的日子，那即使娘要去官衙告我，我也要断亲。温润儒雅的白皙面庞此刻带着凛凛寒意，范母退后了一步，此刻才觉得这个二儿子已经长大了，再也不是那个任他拿捏的孩子了。他有些恼，更多的是心慌，马上哭嚎道：哎，娘说说你还当真了？你说一把是一把，鸟养大的，娘疼你还来不及，咋舍得去官衙告你啊？范母嚎了好一会儿，见二儿子无动于衷，这才知道这招没用。他收起眼泪，一脸凄苦地看着他们说：娘去给你喂鸡。我娘是改不掉了，别往心里去，以后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好好过啊。水清倒是没往心里去，被婆婆气到心里去的女子多数都是因为老公不作为。没等多久，范母端着喂鸡的木盆跑了过来。这稻谷的营养全在康夫里，你怎么不做饭的时候掺着吃，也好补充营养？再说了，如今粮食多艰难啊，这么好的康夫你就这样白白浪费掉，可不可惜呀？范母不等儿子说话，直接对着水清发难：我这是在教儿媳妇怎么持家，怎么过日子，这是心疼她为她好。你得亏是嫁进我范家，要是嫁给别人做儿媳妇，还不得被恶婆婆搓磨死。娘，你说的对，娘，你看天色也不早了，留下吃晚饭吧，儿媳妇做好吃的给你吃。范进愣愣地看着水清，开口阻止：水清，不用。你做什么好吃的孝敬我啊？果然儿媳妇儿是要敲打的，一敲打什么都会了。娘，你一直说这个东西好，这么有营养的东西给鸡吃太浪费了，我也这样认为的。待会儿我把它给煮了，娘你多吃些，补身体老好了。你给我吃康夫，娘不也经常给儿媳吃吗？而且是娘刚才一直在说这是好东西，把好东西给娘吃有何不可？范母被噎得说不出话，叫儿子不帮自己，孙女眼里对他一点的感情都没，一向他偏爱的孙子眼里也是疏离，顿时气得一甩衣袖，放下了狠话：以后我对老大家的好，别怪我偏心。哼！娘，你别走啊，你留下来吃饭吧，家里还有大半袋子康夫呢，这么有营养的好东西，我一定顿顿给你煮几碗。范母跑得比兔子都快，腿脚利索极了，丝毫看不出居住在一起时这儿疼那儿痒的种种毛病。水清等人这才想起来，他们路上还救了个人呢。范进笑容可掬地说道：你醒了就好，身体可有不适？相比较身体，水清更关心脑子。你记得你姓谁名谁不？江河湖也是新奇，凑上去叽叽呱呱地问道：大哥哥，你怎么昏迷了？你家住哪里呀？怎么去告知你爹娘？他们是不是很着急？白子谦听到告知爹娘，抿抿嘴儿。他好不容易从那个家逃离出来，才不要回去呢。我是被爹娘撵出来的，苦苦无依，举目无亲，走着走着饿晕了，倒在路边，幸亏各位仁义救了我，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愿做工相抵。编，你接着编。怎么和集市上不一样呢？我和你爹娘并不是真心赶你走的，等他们找来之前，你且安心住下，至于吃食就拿帮工相抵吧。水清想的是，正好要种果树苗，多个人挖坑也是挺好的。反正他们家是不养闲人的。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黑，名满，你们可以叫我黑子。燕秋和新回心想，他们一直觉得大丫二丫的名字已经很随意了，没想到还有比他们更随意的。江河湖心里却想，黑子喊一声，村里的狗能有好多条营生。水清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同情，这名字真难听。等到吃晚饭，白子谦端着和他头一样大的粗陶碗，震惊的说不出话了。这是碗？确定不是盆？大米饭，上面盖着有爆炒腰花、丝瓜炒蛋、酸辣土豆丝，丰盛吧？才3个菜而已，怎么称得上丰盛啊？况且这腰花是猪下水，气味重不好吃，鸡蛋是寻常之物，有何稀罕？土豆丝，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为何从来没有听过？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呐。窝在木板床上的水清终于体会到有个茅草屋的好处，在这寂寥的深秋里，有个能遮风挡雨的，那就是满满的安全感。也不知道黑子是在村子里找到收留的人家了，还是出村子了。
燕秋手上用晒好的苞米做着垫子，头也没抬的闲聊着。新回在给他姐姐打下手，大约是出了村子吧，他在咱们村别的人家也不可能有满意的呀。村子里的人别说吃肉了，就连大米饭那也是舍不得吃的。水清没想到那个富家少年竟然在别家住下了，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他可以在别人家住下呢？范进冒着雨进了屋子，一进堂屋，顺手把尖尖的斗笠拿下，随即拍了拍身上的水珠。快进屋换身衣裳，别着凉了。范江，厨房砂锅里温着姜汤，你去端一碗来。喝下姜汤之后，这才来到水清所在的屋子。怎么样，都说了没？望完了，想起屋子里还有2个女儿，随即又说：燕秋、清回，天越发昏暗，仔细伤眼睛，你们去弟弟那个屋子玩一会儿吧，娘和你们爹爹商议一些事。茅草屋低矮，范进顺势坐在了床尾，认真的回答道：除了上次说的永不合作的几家外，剩下的都说好了。前几日开始，鸡米果越来越少，他们虽然比以往更加勤快，但时节到来也是没法的事。如今听到竹姑群姑也能换粮食，个个喜不自胜，问都没问就答应了。鸡米果称重，1斤换2斤半大米，勤劳手快的人家日收入不错。不过竹姑群姑不打秤，若还是1斤换2斤半大米的话，日收入不会太高。水清想到之前燕秋、新回等4个孩子一天总共能捡20来斤蘑菇。鸡头米120一斤，竹菇开散的167一斤，不开散的187一斤，群菇180一斤，大米2元一斤。我想着既然蘑菇比鸡头米贵，要不换的大米也多些。范进算着账，购物商场里的大米是真便宜呀，相比这些漫山遍野的菇子却是贵得离奇。你看，开散的竹菇换3斤大米，未开散的换4斤大米，群菇也是4斤，怎么样？水清望着窗外，斜风细雨，茅草屋里一片的昏暗。等菇子季结束，咱们也开始盖房子吧。范进嗯了一声，他已经卖了2批的毛笔，手上的存款大概有7-80两。等蘑菇季节结束，进入11月，盖了4合院后，还能有些余钱。听说黑子那孩子在我大哥家住下了。水清这一次实实在在惊到了。她婆婆家是什么作风啊？那她最清楚不过。伙食就不说了，那般刁钻刻薄，黑子竟然能忍，他为何能忍下呢？黑子，走了，天都亮了，还偷懒啥？这还没吃早饭呢，不吃早饭就要出去干活呀？你想屁吃嘞？又不是农忙，谁家吃3顿，有2顿饭就不错了。方二柱在前面催促着：走了走了，别想偷懒，今天我负责监督你干活，你要是敢偷懒，我就柳条伺候。走的路那是坑坑洼洼，沿途碰上了不少背着竹篓的村民，老少皆有。奇怪，今天村子上人咋这么勤快？这是全家出动去捡菇子了吗？可只是全家出动，我看这人数恨不得是全村人出动了。李大娘，你们这是哪里去捡蘑菇啊？带我一个呗，我家里干菇老多了，其实不用跟你们一起出来捡蘑菇的，但是架不住我歇不住，就想着出来活动活动手脚。李大娘撇撇嘴角，脸上只有无语2个字儿，真是笑话，说的他们都跟懒人一样。娘，快点走，不然要少捡多少蘑菇呀？哦，是，娘快些，闺女说得对。李大娘顺势就走了，孙金花被人无视，脸色很难看。可不能让他们知道菇子也能换粮食，不然说不定也像张秃子上次那样，自己不好也见不得咱们好。这次方二小子那是一家一家招呼的，上次闹着退货的那几家根本就不在通知范围内，孙金花更是从头到尾都不在合作的范围之内，更不能让他知道，说不定又要有的闹了。开散的竹菇鲜味少了许多，口感也不是很嫩，能换的大米斤数最少。开散的竹菇换3斤大米。众妇人听到后，惊讶的嘴巴都张得老大啊！能不能把之前喂鸡鸭吃的开散的笋菇抢回来啊？没开散的1斤换4斤，群菇也是1斤换4斤，听清楚了没？有想法的可以直接提出来。是干的还是新鲜的啊？新鲜的。快，闺女，快，你快回去和全家人说，赶紧去山上捡菇子。李甜甜不等她娘说完话，双腿飞快的就朝家里跑去。有蘑菇捡，且捡蘑菇还能换成实实在在的粮食，
整个村子上方都是喜气洋洋的气氛。与此同时，范大木、范乾、王麻子脸上也是喜悦的表情。今儿个范二小子家的同窗来了，看他还能如何狡辩。范乾心领神会，同样得意地说，待会儿咱们就在村民面前拆穿他的把戏，不光让他在咱们村子待不下去，在书院，在府城，在他这些同窗面前也将再无立足之地。我没想到堂弟作为一个读书人，没学会礼义廉耻，竟学会了坑蒙拐骗，打肿脸充胖子。可他也不想想，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换的粮食只能撑一时，时日一长没了粮食换了，他还不得暴露出来。况且粮食说不定还是打着富贵兄的名义赊欠来的，他败坏自己的声誉就算了，如今却拉着富贵兄下水，心思恶毒啊！坚决不能让范进打着我的旗号来招摇撞骗。我本想念在同窗一场，放他一马，只是转念一想，他如此欺瞒同村村民，败坏的不只是我和他的名声，还有我们书院夫子的名声，以及整个天下读书人的声誉。范大木三个人连声附和。对，富贵兄真是大公无私啊！赵公子说得好，天下读书人的声誉绝对不能被范进给败坏了。走过自己家，为了壮大声势，各自拉上了自己的家人。看见房前的空地上乌泱泱的一群人，范进和水清对视了一眼，朝人群走去。小弟，你科考不中，大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想不到你读书不行，人品也不行，作为你的大哥，我心里难受，面上无光啊！哎，范家大小子，你有事儿直接说，哪能一上来就说靖小子人品不行？大娘我看啊，他人品好得很。有事说事，你有什么证据就摆出来，不然我们可不认。对，说得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的维护声，他们才不管那些虚的呢，只知道眼前的人实实在在给了他们实惠。场面一时间吵得乱糟糟的。白子谦趁乱走到了水清身旁，水清也发现了，这孩子黑的倒是跟他说的一般无二。婶子，待会儿你就说白家。水清惊异地看向少年，只是少年的话被打断了。证据，来，各位好好看，这位赵老爷就是证据。范大木伸手大声嚷嚷着，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然后他得意地宣布，赵老爷就是堂弟的同窗，就是他口中收购鸡头米的人。大家伙问问，他有没有让范进收购，有没有拿大家的米交换？大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鸡头米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只关心采蘑菇，你耽误我们大家讲姑子的时间，就是为了听你说这些。你闲着没事干，那我们有事做呀，你别净整这些没有用的好不好？多大的人了，难怪一事无成，还精明人呢，我看是精明过头了吧。一波波的指责迎面而来，冲击着范大木目瞪口呆。你们难道捡谷子能有大米重要？你们不关心鸡头米换大米，反而去关心那些不值钱的蘑菇啊！众人心想，现在可不是不值钱了，蘑菇也能换大米喽，就是你们不知道罢了。各位，范进打着我的名义和你们承诺的事情，我再次声明啊，和我无关，出了问题各位只管找他便是。你谁呀？找你找得着吗？大米给都给了，要你说啥子？赵富贵被问的面色涨得跟猪肝一样红，他看向范进，颇为不满地问：范进，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你说不清的话，咱们就要到书院夫子面前说道了。这有什么说不清的？无非是我们不想被别人知晓真正的大买家，随口这么一说呗。原就是担心有人使坏，想不到真的猜对了。不过这位赵公子，哦不，赵大爷，真是劳烦你老这么远过来，不容易啊。他刚想说话，又听水星问：赵大爷家是生意起家，难道生意场上的事不清楚？还是说赵大爷一向干干净净，连句违心话和打眼豁的话也未曾说出过？那真是个刚正不阿的清白之躯呢。别说违心话了，他脏的臭的没少干，还刚正不阿清白之躯，这不是打脸啊！范进，你是我亲弟，你说说这后面的大买家是谁？你要是说不清楚，我这个当大哥的坚决不能让你在犯错的道路上一错再错。围观的村民是嗤之以鼻，犯错的道路上，怕是范进的两个哥哥更像吧？当然是白家。哦，哪个白家呀？是他想的那个白家吗？等问完抬头一看，这不是范乾家的那个小仆人在说话吗？南都白家，号称白半城的白家，怎么白家天南地北到处收东西，这点有何稀奇？哼，空口白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婶子，你拿玉佩出来。白子谦提醒水清说。水清掏出玉佩，白子谦对着赵富贵骄傲地扬了一下下巴。看好了，无瑕细腻，温润透亮，极品的和田玉所作。你说说整个广宁府，谁能有如此上好的白玉？他端详了半日，说了声告辞，踩着泥泞，头也不回地走。留下来的众人纷纷地交头接耳地私语。喂，这不是范大家帮工的那小子吗？话说白家这么厉害吗？不对，他怎么没帮范大家，而是帮着范静一家？他到底是谁？方二柱火了，指着白子谦就骂：你吃谁家饭你知道不？当心回家了打死你！黑子，快过来，你是我家的下人，就应该站在我家。孙金花一双眼睛盯着水清手上的白玉，我的老天爷呀，这得多少钱呢？老二家的，这玉佩是黑子的，那你应该还给他。你一个大人怎么能要个孩子的东西？况且黑子是在我家吃喝，是我们养着他，他所有的东西也应该归我保管。水清对这个嫂子一点好感都没。哦，你们家和黑子签订了卖身契，给了多少银子的卖身钱啊？这年头能管吃喝就不容易了，哪里还需要给卖身钱？那都是富贵人家坑人的手段。水清被惹笑了，卖身不是坑人，给钱才是坑人。金花呢？你之前要卖2个侄女的时候，可没说那富贵人家坑人的手段啊。没钱卖身契给口饭吃，那不就是帮工吗？还打人，打死人，好大的威风！就咱们村子里，老村长家都养不起下人，他家还养下人？先把自己吃饱再说吧。什么下人不下人的，咱们自己不去当下人就不错了。最后一句话出口，在场的人除了孙金花一家全都笑了。老二家的，快把玉佩给了黑子，我们好领他回家了。原本还指望着揭穿老二，有老大接住生意，他也能吃香的喝辣的。水清婶子，我想留在你家，你们还愿意接受我吗？他知道范二叔家当家的是水清婶子，范二叔同意没有用，只有水清婶子同意了才行。可以啊，后山还有许多坑没挖呢，你要是愿意挖就留下来。行，我愿意挖坑。水清见事情敲定，转头看着范木说：黑子说他愿意留在我家，你们请回吧，又不是签了卖身契得了卖身钱，管饭而已，哪家管饭不就在哪家做活。孙金花憋着一口气说不出来，指着白子谦留下了一句话：不识好歹的白眼狼。范大木一家在赵富贵走了之后就无声无息地溜了，如今黑子的事儿敲定了，范坚等人也是灰溜溜地走了。今年的天儿冷得太早了。院子里传来老村长担忧的谈话：水清来了，快进来，我去给你搬椅子倒茶。老村长也从椅子上坐起来了。水清连忙说道：哎，我有事请嫂子帮忙，说完了就走，别倒茶水了，浪费。没的事儿，山上野茶多着呢，自家人喝的，哪里浪费了？村长，你说今年冷得不正常？以往老人家常说，发大水前1年的冬天格外冷。水灾？水清面色凝重。那我们要怎么办？加固屋子，囤积粮食，储存柴火，倘若有多余的钱财，还可以买些石灰。听完水清复述老村长的话后，范坚面色有些凝重。水灾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紧随而来的粮食颗粒无收，官府衙役贪腐救济粮，疾病丛生，以及人在饥饿状态下铤而走险。老村长让贵芬嫂子去村子里通知了，想必会有一部分人会照着学吧。只是村子里的人粮食够不？今年村子上人挣的大米换成黑面，能撑到明年年底。只是水灾不仅仅要粮食够吃，还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不然房倒屋塌，别说粮食没地方存放，就是人被暴雨淋上个几日，也没法不生病。所以我估摸着村子上的人会拿出一部分大米去换瓦片，年底将土坯房子盖起来。范进看向不远处的山水村，猜测道：他们山水村每年夏季雨水多的时候，总有1、2户的人家茅草屋是被淋塌的。只有将村子里的人拧成一股绳，才能应对水灾后的安全问题。而要拧成一股绳，至少要保证大家有东西吃，不至于饿死。长期饥饿有外来人抢，拿什么反抗呢？帮村子上的人也是帮自己。毕竟这里如果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天灾过后，衙门府衙那是指望不上的。保护自身安全和财产，那全靠自己。
水清，你上回买的那个葛根种子还能买不？可以买，你准备自己去撒种子？村上34户人家，要想在各自山头都撒上，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没有，我想过了，我们要帮助人，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恩情，这样一来有事的时候才会竭尽全力来帮助我们，二来应对灾难毕竟是自家的事，倘若这次太过容易，他们只会认为是自己幸运，以后依然还抱着侥幸的心态。只有让他们主动的参与、选择、努力，他们的付出有了收获，和那些没有付出自食其果的人对比，往后会更加的吸取经验。你想怎么做？水晶觉得范进虽然不适合科举考试，但是蛮适合当个夫子的。他不是一味的将事情包揽，而是引导成长。不过这也可能是个变通灵活的思维方式，不适合只能讲空洞道理的八股文科考试，所以才屡屡考不中。嗨，这就是生不逢时啊。水清，你再买几根葛根出来，我拿去村长家，说是咱们后山挖出来的，吃着不错，能填饱肚子。也收集了不少种子，村子上有人愿意种，可以到他家免费拿。我想过了，暴雨在夏季，那时葛根已经发芽生长，而水涝也只在良田，山上是没有水涝，也没法积水的，对葛根的生长应该不受影响。你也说了，它的收获季节是9、10月份，那时村民的粮食即将耗尽，有了葛根补上，正好。说完，他又不安地问：水清，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对呀，很对。水清毫不迟疑地给予了肯定，一见到眼前这个帅气的男子，白皙的脸上染上了红晕，就连耳廓也渐渐红了。他轻轻地嗯了一声，小声地说道：你不觉得我乱说就好。自从屡屡科举不中，他仿佛觉得自己做什么都错，说什么也不对。水清用实际行动证明，他迅速地买了几十斤的葛根种子，又买了5根生的葛根种，然后一并递了过去。范进收起了愁容，嘴角带着笑，愉快轻松地说：那我现在就去找村长。听说是他们送来的，第一个站出来：我不用尝，算我家一份。范进的目光落在人群中范母身上，范母从激动的人群中挤了出来：呸，苦的，这是给人吃的吗？这么难吃，还不如黑面呢。范嫂子，你仔细嚼嚼，我刚吃了第一口，虽然是苦的，但是后面越嚼越香甜。切，我怕你是饿糊涂了吧？什么臭的苦的都能吃下去，老娘这嘴巴刁得很，这种烂树根一样的东西可吃不下去。让开让开，我来尝尝到底是个什么稀罕物。孙金花也从后面挤了过来，她挑了块最厚实的，咬了一大口。嘿，什么东西这么难咬，差点把牙给崩掉了。我说小叔子，你确定是人吃的？你自家大米白面的吃着，不会把未知的东西拿来给我们吃吧？范进低下了头，目光昏暗不明的。范家的，你儿媳妇不懂事，你也跟着瞎胡闹。以往灾年你也是经历过的老人了，树皮树根尚且能吃，这怎么就不能吃了？我可没吃过树皮树根，那都是家里没田地的人家吃的。我家底丰厚，福气深厚，哪里需要和穷苦人家吃那些东西？范进抿着唇，没有说一句话。爹，就是骗人的，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呢，就让咱们种，种不出来不能吃咋办？你们年轻孩子没经历过发大水，那大水冲过来了，你以为田里地里的收成能保得住？树皮你们没吃过，你们要是吃过，就知道灾年要是能吃上进小子送来的这东西，那就是美味。切，树皮煮煮就能吃，这东西跟树根一样，埋在土里，想挖出来费老鼻子功夫。你也说了吃不饱，到时候哪有力气去挖它？走了，和这些穷苦人家说什么？他们没吃的，咱家有吃的就成。娘，你不种。哼，放心，老娘就算饿肚子也不吃这老石子的树根，况且到时你们饿得卖儿卖女，你娘我也有的吃。我们知道你有吃的，只希望明年千万别找进小子要粮食就成。大路的下面缓缓驶来了几辆车，和这偏僻穷苦的村子格格不入的马车，拉着珠帘的豪华马车。水清忘了吃早饭，双眼发直地看着，发现是朝自家来的，他连忙跑了回去。别伤感了，黑子家人来接他了。
为首的车里下来一个60来岁的老妇人，穿着好料子的衣服，神情雍容。后面的一辆车下来了一位30、40岁的中年妇女。阿奶，孙儿让阿奶费心了。又对旁边金碧辉煌的中年妇女不甘不愿地行了个礼，淡淡地说：让姑母也费心了。你这孩子，你说说你家里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丫鬟小色伺候着你，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就算有那些不称心如意的，你只管打丫鬟小厮泄愤不就成了？何苦跑出来？白灵嗓门尖利，句句都是责备。好了好了，孩子好不容易找到了，还不是怪你。你说孩子好不容易到你这个做姑母的家中做客，你倒好，不约束着家人仆人，净说些难听话，硬生生把唯一的侄儿逼得离家出走，你还有脸指责？在白老夫人这儿，女儿再宝贝也宝贝不过她的孙儿。喝退了白灵后，她上前一步搂住了孙儿，直接哭道：我的宝贝孙儿哟，幸好你没事，你不知道，你爹爹和阿来都快急疯了，黑了瘦了，我的宝贝孙儿受苦了。白子谦刚要开口，一旁的白灵插话：这家人是不是在虐待我侄儿啊？我看这和黑瑶也差不了多少。村长人呢？你说说，他家有没有让我家侄儿干活？有没有不给我家侄儿吃饱？哼，要是让我知道苛待了我的侄儿，定没有好果子给他们吃。救我侄儿不就是为了谢礼吗？正好我们带来了，拿了谢礼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可别想再赖着咱们白家。白子谦的脸色沉了下去。水清嫂子一家救了他的性命，客气招待，姑母这是对待救命恩人该有的态度吗？水清皱着眉头，范进拉着他摇摇头，低语道：只是他一个亲戚而已，旁人的话别放在心上。白子谦知晓姑母一向尖酸刻薄，视财如命，可是阿奶却是不错的，在钱财上一向舍得，他得为范叔和水清婶子一家多争取些谢礼。姑母，谢礼归谢礼，恩情归恩情，他们救了侄儿，侄儿是白家人，那就是对白家有恩，不是吗？他话语中强调了他代表的是白家。姑母以前嫌弃他娘是武馆出身，原意中很是看不上，就连着对他也是颇为的刁难。乖孙儿，我和你姑母昨天听到打听的小厮回来禀明，已经大致了解山水村的情况。我和你姑母商议好了谢礼，在最后面一辆马车上呢，你别管，保管替你把恩情还得干净利索。事实上，谢礼是白灵一手操办，听到白老夫人说有谢礼，白子谦心微微的放下，周围的村民更是个个伸着脑袋踮着脚尖，想看看这富人家拿的是什么礼。看马车不会是金子银子吧？你没听过黄金有价玉无价吗？我猜呀，肯定是玉。玉也分不出好坏呀，我觉得还是银镯子、金簪子这些实用。本来今天早上将黑子准备送回去的，万万没想到他们先是找来了。水清也没指望谢礼，若是真有谢礼，他也不会拒绝的，他可没那么清高，视金钱为粪土啊。那边的白老夫人看着周围窃窃私语的村民，豪爽的手一挥，对小厮吩咐道：搬出来吧。人群中轰的一下爆炸出一阵阵热烈的讨论声。你们听到了没啊？老夫人说的是搬，老天爷呀，那得多少礼物啊！听到了听到了，要我说富贵人家就是豪气，谢礼都是用搬的。今天咱们能开眼了，见一见世面，以后够和孙子说一说今天见到的世面了。白灵自傲地扫了一圈，等着吧，等会儿看到谢礼还不得馋死你们。当粗粝的麻袋被搬下来后，原本沸腾的人群集体静默了。现场安静的，吹的风的声音都能听到。怎么样，孙儿，阿奶做得不错吧？白灵对上周围的人，自信满满的宣布：看到没，整整3袋的大米，白花花的大米，一点没有参加，够诚意了吧？水清心想，哼，大米倒是很好，但是用来做救命之恩的谢礼，还一副施舍的样子给谁看呢？围观的村民愣了好一会儿，不可置信地问：这就没了？大米在咱们这样的人家当救命之恩的谢礼，确实算是很有诚意，只是想不到富贵人家也拿它当救命之恩的谢礼啊。
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昨晚我小厮来问过了，你们村子大多吃的还是黑面糊糊，连包谷等粗粮也舍不得的。如今我们一下子带来3袋的大米，还有什么不满足？我1斤蘑菇还能换4斤大米嘞，咱家勤快的时候1天就换了1麻袋的大米，3天就挣到了，显摆给谁看？说到后面，场面已经是乱哄哄的放狠话了。老夫人听到村民说换大米的话，脸上更是红白交加，连忙询问孙儿：“他们说的是真的？”白子谦唇角牵起了一抹失落的笑：“阿奶，我一直以为我的性命很重要，想不到只值3袋大米。”怎么可能呢？是你姑母说的，山水村的村民穷得很，咱们准备3麻袋也值个好几钱，他们这些村民得感激死。范进起身回礼，一向温婉地说：“我们本也没求回报，这米老夫人还是带回去吧。”是啊，村子上其他人家家境不好，断然不会收留一个陌生的娃子，在家吃喝这么长时间。你孙子也是命好，碰上了心善之人。不过即使没有这大米，他们也不会攀附你家，还请放心。白老夫人臊得慌，平生头一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觉得脸皮被人放在地上摩擦。范叔，婶子，这次是我阿奶和姑母做的主，等我爹娘回来了，我的事他们必定还会亲自前来道谢的。别，不用谢来谢去的了，你跟你奶回家吧。你也知道我这儿就要盖房子了，到时候砖头瓦片泥土脏乱差得很，往后再见吧啊。个个发出了低声的惊呼，然后就是豁然开朗，熙熙攘攘的叫卖声，琳琅满目的新奇玩意儿，一家接着一家的各种店铺，看得5个人只恨生了一双眼睛。3块银子，灯芯灯油，烛台蜡烛，火折子。水晶美报一样，伙计则是高声的应道，随即报出价格拿货，一直到想要买的全都拿好。果然是单大生意。旁边的伙计瞟了一眼柜台前的妇人，意有所指地说：“难得的是，他家夫人一连串的爆出来后，一旁的夫君始终笑意盈盈，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走进了人声鼎沸的酒楼，一路被店小二迎着送到了2楼，挑了个有栏杆的旁边位置坐下。5个孩子还是觉得不真实，竟然有2层的房子，而他们站在围栏边，看到走路行人的头顶，站在城墙上，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呀？等菜的空隙，突兀的油腻的声音平地而起：“这不是咱们屡屡不中的范兄吗？怎么今日还有心情来酒楼吃饭？”平生兄，你这个师弟已经是秀才，范兄这个师哥还是个童生，还换作是我的话，怕是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嘞。山珍海味能点上一个肉菜，怕是就不错了。范兄带着妻儿路边吃个肉包子打打牙祭多实惠，何苦来山海楼啊？水清对科举考不考并不觉得有多重要，有些人学问高，只是不适合考试，有些人动手能力强，但考试就是考不好。他对于前面3个挑衅的人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作为读书人的范进对科举一向是很重视，此刻眼睛暗淡了下去，眼睑低垂，掩饰中其中的失落。谁家的狗没拴好，放出来了。郑平生本来看到师哥还是一副很痛快的样子，突然间听到有人骂他是狗，怒气暴涨。你说谁是狗？谁接谁是狗？水清不客气地回答。被人暗讽是狗，3个读书人的面子挂不住了。你竟然暗讽我们是狗，你才是狗！狗骂谁？狗骂你！周文章想都没想，周围桌子上的食客发出了一片的爆笑声。5个娃娃本来在3个人说他爹爹时要冲上去，如今看到这儿，个个目瞪口呆了。郑平生的耳边是满堂的哄笑，看着范进原本低着的头又渐渐抬了起来，他看向水清的目光里更是鄙夷，冷声说道：“
道：圣人说的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吵架就吵架，怎么说不过拿性别说事？身为女子还能成为他攻击他的理由了？天子以孝治天下，你竟然对你娘大不孝，真枉为读书人。读书人最怕被人说不孝，严重的可能会断了仕途。我怎么对我娘不孝了？你一介村妇，别乱说。你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娘不是女子，总不能是你爹和男的生的吧？既然你娘是女的，你将她与小人放在一起，不是大不孝是什么？你郑平生面红耳赤，想反驳，却又不知如何反驳。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上一句是什么？你说来我听听。孙强当然不能说了，说了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呐？但周围的食客不愿意了，起哄嚷嚷道：原来还有上句，上句是什么？快说出来我们听听。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听的吗？三位读书人可不能被一个女子比下去了，快说出来，咱们评一评。范进看向水清，一双眼睛中的失落消散殆尽，扬起了一抹笑意，悠悠地说出：男子有德便是才。水清替周围的食客解惑道：一个有为的男人要以德行为主，以才干为辅，告诫每个男子要重视德行。怎么到了你们三这儿，只记住对女子的要求和束缚，对你们自身的那是一点不记呀？三个人从未想过范进的娘子懂学问，这怎么可能呢？范进娘子只是屠夫家的女儿，怎么会知道书上的知识，还能跟他们辩驳？关键是他们还没辩过。看到水清一行人出来，这才上去对范进诺诺地说：师哥。水清愣神了，哟吼，这是旧相识啊！是我恩师的女儿，她爹爹以往对我颇多照拂。了解，人家大老远的在这等着，你快过去看看有啥事儿吧。他毕竟不是原主，范进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尽职的队友，但不是夫君。阿娘，我在杂货铺子时见过这个妇人。阿娘，你说她和爹爹认识，为何在杂货铺子时不寒暄，非要巴巴的等在这儿？以往只顾着挣钱去了，没有恋爱经验呀。师哥，我们去远处那棵树后面说好吗？范进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没同意。郑夫人，你我已成家，应当避嫌才是。如今在水清眼皮子底下，他尚且都担心解释不清，要是到了树后面，那可如何说得清啊？还是师哥在意我，像我小时候一样关心照顾我，为我着想，不像平生。说得好好的，咋哭了呢？范进紧张的先是转头看看水清的表情，然后回首挑了个安全的话题问：晌午饭时遇见平生兄了？我知晓，他晌午回家来说了。他想到在杂货铺的时候，师哥的女儿一个丫头片子买了他一直舍不得买的簪子，心里就是一抽一抽的疼。郑夫人，是不是恩师那里？秦婉月凄凄哀哀地摇摇头，低声诉说着：我晌午听夫平生提到你，想到你家在这个地方，午饭顾不上吃，早就等在这儿，只为了见师哥你一面。范进又担心起来了，紧张地回头看向水清，生怕他误会。秦婉月也发现了，晌午听郑平生三个人提起师哥的夫人，一直用妇道人家、泼妇、彪悍来形容，心中已经将师哥的夫人定义为粗鄙不堪的农家妇人。师哥妻儿穿的皆是细棉料子衣裳，唯独师哥这个一家之主穿着粗布料子的旧衣裳。嫂子她倘若是我，定是自己穿粗料子旧衣裳，让夫君在外面风风光光，不会被人瞧不起。是我选的布料，确实好。秦婉月一口气憋住，不上也不下的，她状似关心地问道：师哥想必有不少银钱吧？婉月想问一下，师哥如何挣得？范进本身就疑心，听到秦婉月打听他们挣钱的门路，立刻就警觉了起来，终于知道为何这10多年来的故人叙旧是等着这儿呢，原来是钱财让他动心了。看在你爹爹当年对我颇多照拂的份上，我只告诉你一人。秦婉月猛地睁大了双眼，眉宇间的计谋好像得逞的得意之色，急急地说：师哥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范进一点没有不好意思，很自然地告知：是我岳父给的银子。你岳父？秦婉月磕磕巴巴的，这不就是靠夫人娘家和上门女婿有什么区别呀？不，
比上门女婿更可耻，一向是被文人鄙夷看不起的。回家吧。前面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后面怎么突然变脸了？还气哄哄的走了。范进无奈地说：哪里有什么好好的，多年未见的人突然前来叙旧，又有几分真呢？抱着目的而来，目的没有达到，自然是弃坟而归。我同别的女子交谈，你都不担心吗？为何一次都不来催促我？我应该担心倒去催促吗？贸贸然打断别人的叙旧，那不是很好吧？范进气结，却又无可奈何。他当时频频回头看他，可没有一次从他脸上看到惊慌、嫉妒和在意，哪怕是怨恨也好，可都没有。他睁着大大的圆圆的眼睛，里面全是激动和好奇，好像是在看热闹。下次有这样的事，你记得要来催促我。范进想了想，还是不放心，低声叮嘱。水清诧异的，难道一个穷书生这么吃香吗？还有下次啊？范进以为水清这是生气了，心中升腾了喜悦。没有下次了。水清点点头，下次只怕是要到你中举之后喽，时间还远着呢，不急。手上来摇，抱着摇摇，还绿了芭蕉。任它雨打风吹也潇潇，花绽了猩红颜会了，少年的心儿永不老。来来来，走过的路过的，南来北往的，过来瞧一瞧看一看嘞！好喝的米酒1斤只要20文，先喝后买，不好喝不要钱哟。红华一听吓了一跳，他这小外甥这么虎吗？大哥，你是跟谁学的？范和特别自豪地说：我阿娘，她说叫卖就要这种，效果才好。不好喝不要钱？对，是喝不要钱。范和小脸满是笑意，笑容灿烂的介绍，胡文华只负责收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来不来没什么关系，父子2人完全搞得定。赶着牛车，3个人往回走的一瞬间，从巷子里猛地出来个人影，扑倒在胡文华的脚边。救啊！又捡了一个，爹爹和阿娘真爱捡人，咋一个又一个的往回捡？范和心想，不过幸好现在家里吃穿不愁，唯一不好的就是睡觉又要伸不直腿了。也不知道大哥哥回家之后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想他们呢？哟，这不是范兄吗？想不到搭上了南都白家的范兄还要靠卖酒为生，这说出去谁信呢？郑平生连忙问道。范进搭上了南都白家。范进突然间变得有钱，不会是因为白家的缘故吧？哼，谁知道是真是假呢？当时只让一个孩子拿出一块白玉，就说是南都白家，咱总不能去白家正是吧？就算是他想去找，白家也得开门让他进不是？而且白家家主那么忙，怎么可能有功夫接待他呢？连富贵兄都接触不到的人，他范进配吗？旁边厢房内，一个少年豁然站起：喂，楼上的，瞎嚷嚷啥子嘞？有本事下来打一架！胡文华双手叉腰，对着楼上一直喊话：呸，粗鄙，只知道打打杀杀，有何本事？你要是不下来，我们就走了。胡文华继续喊话，总不能对着楼上的这群狗一直骂街吧？他可是要脸的人。走吧，回家还要帮燕秋淘米洗米呢。水清说的对，挣钱要紧，一家人填饱肚子，穿暖衣服，有地方住，比什么都重要。我爹爹比你们厉害多了，你们才比不上我爹爹，有本事下来！山海楼2楼的4个人气得胸膛起伏着，明明不能算输，怎么他们就这么生气呢？看的是原本低到尘埃的人，怎么就有可能翻身了呢？不过没事儿，范进是翻不了身的，还在卖酒的他哪有什么好日子过？厢房的门缓缓打开，里面出来了一个怒目而视的少年。赵富贵眯着眼睛看过去，觉得这人有点眼熟，但是一时间不知道在哪儿见过。厢房里又出来2个衣着简单但是低调奢华的中年男女，以及后面点头哈腰的山海楼的掌柜。赵富贵脸色变了，山海楼是白家的产业，掌柜对广宁府的人一向只有客气，从来没有如此卑微过。此时掌柜
替4个人介绍着。白满善满脸温和，对着4个人认真的确认道：城西赵家。赵富贵得知这人不是普通人，忙不迭的点头。天虹书院的学子郑平生、周文章、孙强。郑平生3人也慌忙点头，以为被贵人看中的郑平生连忙反问：你是？白满善满脸笑容可掬，摆了摆手：不急不急，过段时间你们就晓得了，或者是永远都不知晓。他又对掌柜说道：这4位公子今日的花费记在我的账上。毕竟以后他们再无钱来上海楼了，不是再无钱财外出吃饭了。郑平生几个人得意满满的想着，又是一个蛰伏在秀才才华下的商人。唯独赵富贵心里闪过了一丝没来由的惊恐，仿佛富贵的日子要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的10多日，范家每个人都很忙着酿酒挣银子，挣的银子买了棉花，摊成了大棉被带回来，买了布料带回来做成冬衣和棉鞋，买了蜡烛火折子，还有油灯油芯儿，囤得足足的。11月初8，新房子终于盖好入住了。一大早上，山水村和水清关系好的男女老少来了不少，更多的是老人和孩子，是来参观新房子的。孙金花带着小女儿招娣也跟来了。哎呦，这是江河湖3个孩子的屋子吧？真气派哦！李甜甜疑惑地问：奇怪，一排5间，怎么只有3个有床和铺盖？燕秋和新回不住在这儿吗？孙金花立马来了精神：儿子住大屋睡大床是应该的，丫头片子哪能跟儿子比？还用说吗？大丫二丫那2个丫头片子，怕是在哪个犄角旮旯角落里呢。女儿并不比儿子差，江河湖3个的房间在大门处，是因为他们是男子，出行方便。4合院一进来5间屋子，敞亮大气，给江河湖住不但方便出行，更有外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充当保护家里老小的重担。燕秋和新回是女孩子，别的不说，住在这儿换个衣裳都不方便。她是根据每个孩子的性别优先考虑的，她可不重男轻女，也不会重女轻男。哟，当初你闹着要分家的时候，非要让大丫二丫上桌子吃饭，如今临到你家盖新房子了，还不是让儿子住大屋子？说什么女儿不比儿子差，你也就是说的好听。我看呢，大丫二丫的屋子说不定还不如当初在我家的时候嘞。这是仗着今天办乔迁之喜，自己为了图个好彩头，不会把他怎么样，才如此嚣张。不过没关系，待会儿有你出丑的时候。水清心想，矮小黑瘦的范招娣却觉得拉了一下自己阿娘的衣襟，小声的提醒道：阿娘，我们是来道喜的。孙金花才不管呢，她贺什么喜，又不是她家盖房子，她今日来就是要看胡水清的笑话，给她添堵的。哎呦，这床上的铺盖还真是细棉的，大伙看看，这棉织的真细，棉被也蓬松。我说弟妹呀，这不会是新谈的棉被吧？新房子嘛，新被子很正常。对于办喜事儿给人找不痛快，他们都皱皱眉头。孙金花斜眉挑眼的问：弟妹，大丫二丫屋子中有没？不会用的还是之前旧的吧？我这张嘴呀，干嘛总是把实话说出来？水清觉得孙金花也就这点出息了，但风气可不能被他这种人带坏。走，我们去看看燕秋新回的屋子。好，孙金花可不相信这屋子能有3个侄儿的好，他抢先推门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木头屏风，遮住了所有人的视线。村子里都是人口多，房屋少，差的是一房住1个屋子，好点的就是男娃娃一间，女娃娃一间，好几个人一间屋子，哪会有人想到还要遮下视线呢？众人只觉得开眼了。这被子上面的花真好看，跟真的似的。老婆子，我长到如今这个年岁，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水清心想，因为这是华国的东西，您没见过也很正常。这啥面料呀？我咋摸着比刚才的细棉还舒服嘞？吴家媳妇儿惊叹连连。哦，布庄掌柜说从京城来的新货，价有点贵，还他爹舍不得买多，就只给2个闺女买了。金花呢？你看到了没？姑娘的屋子不大，还精细着嘞。乖乖，京城新货都舍得买，我看还有谁说你们对女儿不好？金花啊，你也学学你妯娌，对招娣好一点。孙金花眼睛一瞪，正要吵架，水清悠悠地说：咱们如今做了娘，当然要给自己女儿更好的，让他们别吃咱们小时候那份苦，也把咱们小时候缺失的补在他们身上，不是？在场的都是妇人，听了这话齐齐地愣住了，就连要发怒的孙金花
也愣在了原地。他们自小在家都是过着非打即骂的日子，10多岁的年纪就嫁入了别家，伺候公婆，操持家务，还要生儿子，一直以为就这么过来，没想到还有不一样的想法。乔迁宴热热闹闹的在开心中度过了，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范进出门送客，结束后关上大门，水清领着孩子们开始洗碗打扫院子。水清，要变天了。送客回来的范进快步走回来，一向从容的他语气中带着些急迫。另一边凌然原本抬起欲走的脚步停了下来。出了什么事啊？新帝不是才继位没几个月吗？记忆中有新帝继位的印象，因为老皇帝去世，新帝继位那是大事儿，对村子里的和庄户人都很重要。为何重要呢？主要是因为新皇帝登基会减免赋税，减免赋税可是件顶顶重要的事儿啊！难道新帝继位的年岁很大吗？范进知晓水清想偏了，这属于大不敬。新帝年轻着呢。水清无语，新帝年轻既然无事，他干嘛这么紧张啊？新帝想要削藩。范进压低了声音，自然也没避讳着凌然，所以凌然也听到了。是真的？确定了吗？范进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我送老村长回去时，长林的孩子正好从书院回来，说朝廷有意削藩，或许已经开始了。听到削藩，水清心里提了起来。自古以来，削藩是大事儿，容易引起战乱的大事儿，而且这一战乱，受苦受难的多是老百姓。明朝的皇城在金陵城吧？那最有实力反的藩王在哪儿？老天保佑，可千万别在南方，不然干起架来，他们这儿必然要遭殃的。北都的燕王。肯定的话语轻飘飘地传了过来。水清和范进急急地朝声音处看去，是凌然。快把你知道的说给我们听听。你放心，我们保证不对外说。凌然失笑，他信得过他们，就像他们信他一样。当今天子的爹去世的早，先皇也就是他的爷爷直接传位于他，燕王是他的四叔。爷爷直接传位于孙子，水清的脑子顿时轰隆隆的，有什么东西逐渐清明了起来。凌然接下来的话更加验证了他的猜测。之前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先皇出身低微，爹娘先后饿死，他也沦为乞丐，后走投无路，加入了叛军。想不到先皇是天命所归，一路南征北战，登上了至尊宝座。只是太子早亡，他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并未重新选太子，而是定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新帝成为皇太孙。今年7月，先皇去世，新帝继承大统。水清想到范进之前跟他说过，这个朝代是明朝，皇家姓朱。他为了弄清楚是不是他熟悉的朝代，刻意问了几个字，再三的确认过。他本来以为这是架空的朝代，毕竟华国历史上没有这个名字的明朝。如今看来，古代写小说的也是避讳了朝代帝王，这历史情节大差不差嘛。燕王实力强，不仅仅体现在封地大、人口多、粮草丰盛上，还有最重要的。水清在心里默默的接上，最重要的是他能征善战。燕王能征善战，是领兵打仗的奇才，如今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下的。新帝的路太通畅了，之前先皇也担心他坐不稳皇位，杀了不少有功武将给他铺路。范进听得愣住了，嘴巴微张，木讷讷地问道：只是为了怕坐不稳就能杀害有功之臣吗？有何不可？流血千里帝王路，哪个帝王不是踩着累累白骨上去的？在帝王眼中，所有威胁到王权的人都得死，反或者不反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反。这个燕王非常厉害吗？那既然他这么厉害，又打下大片江山，先帝为何不将皇位直接传给他呢？这样一来，不就不用担心新帝位子坐不稳了吗？燕王也能震慑住朝臣武将，不就不用杀那些有功之臣了吗？凌然知晓他范叔是心疼那些功臣，觉得他们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燕王从不是继承大统的人选，不仅仅是他排行第4，前面有好几个哥哥，而是他不是先皇后所生。先皇认为坐拥天下的人只能是他和先皇后的孩子。还有个原因是先皇特别喜欢太子，你无法理解的偏爱，所以太子去世后，他直接封了太子的儿子为皇太孙，也不另选太子。水清对于凌然说的很认可，如果和他熟悉的那段历史一样的话，先王的确是太偏爱这个太子儿子了。偏爱到什么地步呢？大概就是太子造反的话，他也会欣慰，觉得儿子终于长大了，想继位了，然后麻溜的退位那种。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传给其他的
儿子呢。阿娘，爹爹，你们快出来，看看谁来了。他抬脚就出了堂屋，就在大大的院子前方已经停着一个马车。水清婶子，雀跃的熟悉的少年声音从远处传来。水清不用看清楚就知道白子谦回来了。他眯了眯眼睛，看到小少年身后站着2个年岁和他们相仿的中年汉子和妇人。白满善和李胡玉2个人对屋檐下的人行了个大礼。不可，我们受不得如此大礼。你们是子谦的爹娘，那应该听他和你们说了。我们最是不懂这些的，也不在意，2位就不必客气了。即使你们不在意，我们却不能不懂礼数。上次还让你们受委屈了，我夫妇2人真是羞愧。上次对不住了，我夫妇2人亦是羞愧，准备了多日，方才今日冒昧上门，还请2位看在子谦的面上不计前嫌。嗨，严重了，早就过去了，我们也没放在心上，还请兄台也别挂怀。水清是绝口不提救命之恩，对于养了子谦1个多月更是轻描淡写，一笔接过。白满善觉得这2个人很对胃口，难怪谦儿回来跟变了个人似的。谦儿回去总是念叨着你们，想回来看看，我想着这也是难得的缘分，所以和那人准备了点见面礼上门拜访。水清婶子，这些见面礼啊，都是我爹娘用心挑选的，挑选了很长时日呢，你就收下吧。只见白满善拿出了几个长盒子，打开第一个是毛笔，各式各样的毛笔，每一支都集齐了尖、齐、圆、剑4个特点，支支都是上品。范进的眼里看在上面，顿时就移不开了。水清想的是，这礼物真是送到读书人的心坎上了呀。范进是真喜欢呐。他又钻进车厢里，拿出3块砖头那么大的木盒，这次是递给了水清面前。难为你还给我带了胭脂。剩下的话在打开木盒子的一瞬间消失不见了。木盒里哪是胭脂水粉呢？金灿灿的一片，真的是一片一片的，全部是细长薄薄的金叶子，装满了一盒子。水清和范进看到这木盒子里的东西，顿时惊呆了。2位对谦儿有救命之恩，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只是希望今日咱们说的话出我口，进你们耳，再无旁人知晓。白满善压低了声音说着。水清和范进愣愣地转过头，不明白白满善的话跟着送金叶子有什么关系啊？白满善自从进来之后，一直挂着的笑容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忧心忡忡。他感叹道：我虽是商人，但略有钱财，且商人消息一向是最灵敏的。前些日子从京城传来消息，咱们的新地确实要削藩，而且极有可能在年后就发难。那些藩王个个有钱有地有人，总有殊死一搏的藩王。这些金叶子是我连夜让匠人打出来的，你们细细缝在礼仪下摆处，若是逃难或者走散了，关键时刻说不定能救命。水清想说，他们也知道片状好藏，但是架不住你这一盒子，一大盒子，那不打成金缕衣了吗？这藏得下吗？他们藏的是银子，可是白满善和李胡玉一出手就是金的，还是满满一盒，1两金等于10两银，这一盒的重量起码10斤重，这一出手按斤算的金叶子实在太多了。可这实在是太多了。不多，谦儿一直还想来你们这儿居住一段时间，若你们实在觉得多了，其他的当谦儿的伙食费用吧。白满善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若实在乱了，府城毕竟是必争之地，南都更是逃不掉，一旦城破，极有可能遇上杀戮、抢劫、屠城，他们白家府邸肯定是躲不开也逃不过的。在这乱世之前，他必定要把谦儿送出去，而这里便是他目前最适合最放心的地方。你们不用担心，你看我们今日只1辆马车前来，村子上的人见了也绝对不会想到会有金叶子，咱们悄悄地送，你们悄悄地收好，不会被人惦记。白满善压低了声音说着。水清和范进这终于明白为何3人只用1辆马车，还是最朴素的车厢。原来一切都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啊！而对他们来说，削藩乱世的确需要银两。水清终究没有矫情，收下的同时也保证，以后子谦想来就来，这够他一辈子的伙食费了。白满善长长的吁了口气，事到不稳的时候，他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谦儿可是他唯一的孩子，哪怕自己死，也要在临死之前把他的路安排好。婶子，我不在的日子，这吃食已经变成这样了吗？哈，原来水清婶子不仅仅只会烧那么2样菜呀，而是没烧给他吃罢了。想什么呢？谁家顿顿这样吃？这明显是为了招待咱们的。
大河的眼睛看着桌子上的食物没动，嘴上对白子谦说：要是你们在，吃是这样的，那别走了好不好？除了兔子不能保证天天能吃上，老母鸡和猪肉还是可以的，前提是你们白伯伯一家人在。气氛热闹异常啊！白满善和李胡玉被这温馨的气氛给感染了，心里想留下过这种田园的慢生活，但是各有各的考量，只得说：我们怕是待不了2天，不过你们家要是同意，谦儿可以留下住一段时间。白子谦眼巴巴的看向水清，水清豪迈的手一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丑话说在前头啊，咱们这儿不养闲人，都得干活，凭本事吃饭。就是牛魔王来了，也得先耕2亩地再走。听到最后一句话，凌然脸上的落寞消散了很多。白子谦举手保证：没问题。开饭。水清宣布道：大圆桌做得足够，坐得下也就没分桌。这些菜啊，好吃极了，尤其是烧兔肉。水清没敢做得太辣，放的是菜椒，好看而且不辣。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晚饭之后，水清开始给3个人收拾床铺。不得不说呀，这房子盖得大了就是好，来客人方便。范家老宅今日跟过年一样。还是阿奶有本事。范大柱吃着晌午留下来的猪肉炖白菜，不忘吹捧着阿奶：你们小叔也是个拎不清的，搬进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不让你们几个亲弟弟的侄儿去吃喜宴。我这个当娘的也不去，我看他在村子人面前如何抬得起头。那些老人家呀，必然笑话死小叔一家了，想必现在小叔啊还在后悔嘞。方二柱也是这么想的，他们阿奶和他们这些亲人都没去，房子盖得再好有什么用啊？什么都没分到的招娣默默端起了碗里黑面糊糊，一点都不眼馋。婶子才不会为了这点吃食生气呢，大姐都能给她吃6个包子，个个都是肉的，婶子都没露出心疼的神色，谁会在意小叔送来的4个菜呢？次日一早，水清醒来后第一时间来到房间后方的库房，里面放着昨天李胡玉送给他的鱼胶。范进打来了洗漱的热水，正准备喊人起床，却发现床上没人了。听到库房里有声音，抬脚跟了进去。今早吃这个吗？他见水清摸摸这个袋子，又看看那个袋子，爱不释手的样子，本能的就问：可舍不得吃，你知道这个商城出的什么价不？昨晚天色晚了，人也累，都很疲倦，早早睡一下也没来得及说。范进觉得他对商城的价格已经很了解很适应了，见水清这么神色激动，就往大胆的数字猜去。不会要好几百1斤吧？水清摇了摇头，鱼胶是贵货，几百只能买最差的。范进记得昨天李胡玉说这是上好的，他眼睛黑黑亮亮的，惊讶地说：啊，不会要1000多1斤吧？水清继续摇头，1000多也买不到他这里面最差的。等水清报出商城给的价格后，他才发现他每一次以为适应了商城价格，接着商城就会突破他的认知。1万1斤，那边的50001斤。商城真的没报错吗？我想着不能全部卖，胡玉还在我们这儿，要是提出来教我怎么吃怎么办？要不每样留下个5斤，剩下的都卖掉。留太多了他也不舍得，这可都是钱呐。行，你决定。范进丝毫没有意见。水清调整了一下数量，按了出售键，一瞬间到账180万，足足180万呐。我们如今有快200万的存款，要不要买个储物柜？有了储物柜，没用完的金叶子和挣来的银子再也不担心被人偷了。你之前不是说有防身物品吗？只是开通或者买很贵很贵，现在我们的钱够吗？水清反应了一会儿，想到范进说的是电棍，当下花了10万买了一个1立方的一个储物柜，又花了20万的开通费，3万块钱的电棍买了12根，一下子花了66万。电棍用起来很方便，打开开关3秒就能电晕一头牛，还能照出强光，让人短暂性失明，不伤害视力，但是能让敌人丧失行动力，这个效果水清很满意。范进黑润润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修长的手指在电棍上反复摩擦，没想到就这么一根棍子如此的神奇呀！2个人将家当点清后，防身武器买好，又算了算余额和存款，心里满满当当的安全感。新年快乐！随即水清从随身的小布袋里掏出了金叶子，喜庆地说道：来来来，发新年礼物啦！收新年礼物对于孩子来说那是最开心的，
只不过阿娘手上这金黄黄的叶状物，吴小芝眼睛圆圆的，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阿娘手上的是金子吗？真的是金子？给我们的？能要吗？范进眉眼燃笑，替水清回答：是金子，金叶子，给你们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人2片，属于你们自己的压岁钱，也是往后的零花钱，既是嫁妆，也是娶媳妇的聘礼，你们好好保管，丢了就没了。水清哼哼地威胁着。听到压岁钱，吴小芝的欢呼声差点掀掉了房顶。阿娘最好了，爹爹也好。说完奉承的话语，便排着队上去领了。凌然安静地吃着饭菜，忽然听到有人喊他：凌然，这是你的。他骤然抬头，丹凤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金叶子他以前不光见得多，还拥有很多，毕竟是以前呐。自从出来之后，别说金的银的，就是1文钱2文钱都很难得见。替别人做工，能一天管2顿饭就不错了。我不需要。他不能要，他们收留了他，给他吃喝，没有区别对待，已经很好很好了。不需要？你是不想娶媳妇儿，还是你的媳妇儿不需要聘礼？别人家姑娘家有的，你也要给呀。凌然快速的侧身看了一眼身后，棱角分明的侧脸染上了薄红，然后说着：我能自己挣。哼，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喏，这个算是我和你范叔对你的提前投资吧，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再双倍还我们。水清笑着说：收下吧，你以后会用上的。范进想到这孩子母死父不辞，一个人孤身在外，有银钱在身上，日子会好过很多。水清婶子说以后双倍还给他，双倍、10倍、100倍他都还不清啊。范进也是准备了新年礼物，不同于水清的财大气粗，他准备的是书籍，自己手抄的丁装本书籍，不费多少银子，但诚意满满的。除了不爱看书识字的范江，其余人都很高兴。正月期间是庄稼人一年最闲的时候。书上说土豆1、2月份就能种了吗？屋子里窗台边，范进看着水清问：幸好买了书籍看，不然哪里知道要种土豆了。9亩田和山头连接的荒地已经开垦出能种的荒地大约是20-30亩，先种这些，等后面农田空闲的时候再继续开荒。想到每日还要去运送米酒到府城，一上午的时间牛是没办法耕地的。水清也想到了，我也可以。水清想了想说。范进想都没想，摇摇头说：不用，有牛和驴省力不少，也来得及，你别太劳累了。正月13，当范进领着凌然赶着牛和驴在田地里拉田，这个时候山水村不少人都来看热闹了。静小子，你家怎么现在就开始翻地了？是不是太早了些？对呀，3、4月份水稻才种，正月就翻地，等到那时候土地还不是板结了？有人是真心真意的询问，有人那就是恶语相向嘲笑的。难怪科考屡屡不中，这脑子读书能中举，怕是要祖坟冒青烟才行啊。范进在田里听到自家大哥在后面说话，但是他会看脸色。大家还记得去年水清在野外小树林发现一种圆圆的吃食不？放在平时大家肯定记不住，但是那天正好是用鸡头米换大米的第一天，白花花的大米谁不记得呀？那东西能吃？你们种出来了？好吃不？味道怎么样？范进也没藏着掖着，就给村子上住的人说了。他简短有力地说着：味道说不上来，只是我一家人还蛮喜爱吃的，所以就想着多多的种些。范前直接嘲笑道：切，你是我亲弟弟，你说你除了会读书还会啥？种地这种事儿你懂什么？水稻小麦尚且种不明白，还想着种这种没种过的东西，这不是糟蹋地质吗？我说你啊，要是不想种水稻，把地卖给我，省得浪费。张婶子原来在人群的后面，已经想追范进的步伐这种东西了。顿时他比范进还生气，抢先大声反驳道：你说说，你当哥哥的咋就见不得弟弟好？说话忒难听。再说了，这田是你的，糟蹋了你的田，要你在这儿指手画脚，别人家种什么？范前被说得面红耳赤的，讪讪地离开了。
来，金汤来了，大家让让，我给灌进去。热心肠的汉子拎着桶嚷嚷着，随着汉子越发靠近，臭味越来越明显，他不由自主的就往后退了。身侧的范进拉了拉他，然后低声解释：金汤就是粪便，为了让他们吐出来。哦，水清心想，太恶心了。之前村子上的人家不小心误食毒蘑过，便用这个，很是管用。没一会儿，此起彼伏的呕吐声响起，粪便、呕吐声夹杂在屋子里各种味道。别说水清待不住了，就连村上浇灌了农家肥的汉子妇人也是待不住的，通通冲到院子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哎呀，那屋子没法待了。我晌午饭差点跟着一起出来。没事，吐出来就好了，只要人活着，后面再慢慢收拾就行。一屋子的人接二连三的呕吐，院子里的人聊得更加热闹了。李大娘好奇地问：招弟，你家得了什么好吃食？我也不太清楚，是大哥他们4个晚上去外面挖的，娘说是土豆。话音刚落，周围一片的死寂。晚上去外面挖的土豆？土豆没毒啊，我一家吃了这么多次，一点事儿没有。张婶子跨前几步也证明道：那天水清削土豆快做种的时候，我正好去了，他还送了我好多余下的土豆，我们一家都吃了，啥事儿没有。想了想又说：对了，贵妃那天也来了，她也拿回去的，我们都吃了，还是做种的土豆，不也没事吗？众人本意不是怀疑土豆有毒，而是惊讶范老大一家去偷土豆，你一言我一语的，可能就说开了。可能是老麻蛇爬过，可能没炒熟，油放少了，还可能是他们家缺德，不然人家没事，咋就他们家有事？有道理。这土豆种下去10多天了，应该已经发芽了。我之前挖土豆的时候，旁边发芽的土豆，动物啥的，就连老鼠都没啃，可能都是没发芽的。今天看到大伯哥一家人的症状，大家说说，是不是发芽的土豆不能吃呀？动物是最灵敏的，咱们捡菇子时也是，那些好看的鲜艳的菇子，要是有蚂蚁啃过的能要，要是光溜顺滑的，千万不能捡。对，老鼠不啃，肯定不能吃。不能怪土豆，要怪就怪范大家存心不正。红豆50斤，绿豆100斤，黄豆150斤，小米100斤。好的，客官，您真是有眼光。偷偷告诉您，咱们府城里如今好多商户人家已经开始囤粮食了。范进微微惊讶，已经有人囤粮了？伙计探头左右看了2圈。嗨，粮食多重要啊！别说去年冬季寒冷异常，就是如今今日逮了这个王爷，明日又削了那个王爷，有存银的人家哪个不给自己留好退路？不是小的为了卖粮乱说。客官，您现在囤些粮食太对了。范进了一声，心里想明天来时再买些花生、蚕豆、豌豆这些东西。买好粮食的范进没敢耽搁，驾着马车就往回走。让开，闲杂人等统统回避！思绪被响亮的声音打断。范进抬头看去，只见官府配刀的衙役站成两旁。范进脚步停了下来，朝茶摊里看去。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郑平生甩着衣袖，一脸怒容。看什么？你们妄议朝政，抓你们到牢房里，清醒！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秀才公，见到你们老爷也是不需要跪的。你竟然贸然就来抓我们！身后的衙役不屑地说：哼，秀才公又如何？抓的就是你们，我们老爷还是进士出身呢，也没你们狂妄，胆敢议论国事。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之前谈论不也没事吗？况且我们又没说坏话，我们一直在说当今圣上英明，王爷不好啊。王爷不好，再不好也是奉子龙孙，是你等可以议论的。别废话了，跟着咱们牢狱走一遭吧。3个人脸色变了几变。从年前开始，他们事事不顺，不只是他们，长期能替他们付账的那个钱库赵富贵家生意一落千丈。官爷，求你网开一面，咱们都是学子，这去了牢狱，如何还能再参加科举？祸从口出，你们3位想必比咱们更懂。走吧，别耗着了，不然待会儿动起手来就难看了。抬起头看了看前方，他呼了口气，驾着牛车往家的方向走去。朝霞真好看。然后就见院子里范进正在套牛车，不解地问：你套车做什么？
这休息还没3天，怎么又套上板车去干活了？关键是家里也没有啥需要牛干的呀。我去和文华一起接爹娘过来，他们家里的东西必然不少，怕是任何一样都舍不得抛下。水清看着，一时没理解过来。你和文华说好了？什么时候的事儿？这都10多天没去府城了呀。晚霞行千里，朝霞不出门。晚霞预示着第2天是晴天，而朝霞则代表着要下大雨了。水清心想，他小时候学的都是蚂蚁搬家、蚯蚓出洞、蜻蜓低飞、鱼浮水面呼吸这些。婶子，快拿盆！不，有桶没有？要大桶。你们要去做什么？后面的江河湖缩着脑袋当起了鸵鸟。婶子，你不知道啊，这些鱼好傻的，全都浮在水面上吐泡泡。你说这不是等着人来抓吗？快，咱们赶快去抓，不然再等会儿，村子的人发现了，咱们就抓不到了。你们才傻，那是因为要下雨了。要下雨了，他们干嘛要浮在水面上吐泡泡呀？那不是更加危险吗？水清想说，鱼也没办法呀，下雨前水里气压低，氧气就少，鱼儿只能浮到水面呼吸。我和你们一起去。路上的范进4人行走异常的困难，天色暗沉，不好走，最严重的仿佛能将人刮走一样，风沙走石的，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哎，我当是什么呢？竟然是个人！我说小姑娘，你是哪家的？是不是贪玩没回家呀？他生怕吓到小孩，满脸横肉，挂着笑，铜锣般的嗓子喊着：你是山水村的吧？你放心，我女婿也是，和你同村。等风停了，我就送你回家见你爹娘啊。胡文华在旁边看着，咋就觉得他爹像个恶人呢？跟人贩子似的，哪有好人家长出这样的？我姐姐姐夫是你们村的，我们现在去他们家，你跟着我们，没事。2个魁梧的大汉在乌云中一顿跟小女娃喊话，看着怎么这么瘆人呢？等到家后进了院子，无论回来的人还是家里的人，悬着的心都终于放下了。青儿，咱们人多，不需要如此多的菜。鸡呀、鱼呀、肉啊、蛋呐、还有5盘子6盘子的荤素菜。爹，就因为人多，菜才需要多，不然不够吃。胡屠夫一下被噎住了，转道就又说：这菜多就多些吧，但这鸡鱼肉蛋有个2样，不，有个1样，已经是很不错了。不需要配齐。没事，爹，你不知道，如今家里有170只鸡，几百只大肥兔子，鸡和兔子交叉着吃，不会吃腻的。胡屠夫心想，我是怕吃腻吗？等等，闺女家里有170、80只鸡，还有几百只的大肥兔子，哪来的啊？当然是养的呀，不然别人还会送吗？胡屠夫举着筷子，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儿下筷子好，每样菜都好好吃的样子啊！南宁府竹林村白家庄，暴雨丝毫没有停下的样子，天空就像被撕了条口子一样，水是倾泻下来的，噼噼啪啪的砸在马背上。孙庄头，东家前些日子过来说过，一旦下暴雨，全庄人立即撤离到对面鱼背山上去。再等等，东家只是担心麻鸭湖的堤坝挡不住洪水，倘若挡住了呢？徐青见大家一直动摇，大着嗓门说：东家说了，等雨停就回来。你不要总是东家，东家远在南都，这儿是我孙庄头说的算。我说现在不搬，明日再说。不行，我只听东家的话。我们刚从麻街湖上面返回，洪水已经快到堤坝口，这雨没有小的迹象，撑不到明日。今晚必须搬。我说了，今晚不搬，明日再说。谁要是和我作对，等洪水退了，有他好果子吃。嘈杂的声音消失了，一片的寂静，除了雨声，没人再敢发出响声了。孙庄头以为是自己的威望，得意地看了一圈，猛然瞳孔睁大。今日开始，竹林村白家庄庄把头属于徐青，你们听他命令搬鱼背山上去，不听从者，洪水一过，就地发卖。白满胜说完不再停留，指使着每户人家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往山上搬。我以往听老人说过，大灾后容易瘟疫，不止水灾，还有旱灾也会。只是他们这儿一向都有水患，旱灾却是没有的。我听大夫说过，无论水灾还是旱灾，多数是因为灾害过后人或者动物等等尸体腐烂造成的。村子上路两旁以及边边角角最好撒上石灰，这个最有用。不过丁叔说到这儿就停住了话头，他不说下去了，
大伙儿也是明白的，石灰那是要花钱买的。此刻老村长站了出来，对众人说：我家有，不过不多，只挑回来2箩筐。丁叔统计着，山水村前前后后34户人家，400多口，单单4、5户家就要几箩筐的石灰，这根本就不够啊。他迟疑地开口道：要不有石灰的人家只负责他们自家前后左右吧。他们出钱买回来，这也是公平的。饭钱可就不干了，嚷嚷着：我愿意出银子买。老村长，我有银子，你卖给我，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你又是村长，不能你只顾着自家，不顾着咱们村子其他人的死活呀。事情还未严重，不要说重话。你是不想卖？饭钱斜着眼问。范大柱在后面也附和着：你别说的好听，要是不严重，你咋偷偷买回来？你自家有石灰，当然不急了，哪里能体会到我们的心情？老村长这场困境是他造成的。他正准备开口，不远处听到了一道温润儒雅的声音：大哥需要多少石灰，拿着银钱到我那儿去，想要多少都有。范进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大哥。原本这些石灰水清说要送给村民的，他的想法是和水清一样的，所以雨一停就过来找老村长了。没想到看到了这一幕，不过刚好石灰不用白送了，若是白送，只怕他这个好大哥一家人的石灰都要他包下，大哥得出银子，1文都不能少。丑八怪呀，你说你娘给的草药是不是时间放长了失了药效啊？怎么我们喝了没啥用啊？会不会是这药草给少了才没用？你娘是不是还打我们兄弟几个的主意呢？喂，和你说话呢，你聋了？快吱一声！少女背对着喊话的几个人不理不睬。红华没有想到3个男的说着说着还动手，这是啥极品呢？他身体先有意识地奔了上去，挡住了晾晒草药的女孩身前。你帮了我，他们会找你麻烦的。红华看向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孩，才发现她戴着面纱，露出来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红华只觉得心一跳，嗓子有些干，他喉头滚动，很快地移开了视线。没事，你在我背后，我看谁敢找麻烦。小舅舅虽然很不想喊，可是以往的习惯很难改。小舅舅，你别帮这个丑八怪。哼，你别看露在面纱外面的还怪好看的，我和你说呀，他面纱下的就和癞蛤蟆一样，红红的小包老多了，看得人鸡皮疙瘩都全出来了。村子里的人都讨厌他，你别被他缠上了啊！告诉你，他可是要招婿的，你家就你一个，要是入赘了，你爹娘还不得哭死？方二柱和范三柱一唱一和的劝阻：招婿或入赘与你们何干？切，好心被当成驴肝肺。范三柱大声嚷嚷着：你不知道吧，他娘就看上了我们家，谁叫他娘生不出儿子来，就别打别人家儿子的主意了。范大柱保持着双手环胸的姿势，对着胡文华肯定地说：范家我最大，我不成亲，底下弟弟妹妹都没法成亲。我娘说了，他家打的就是我的主意。没有，我娘根本就没有看中他们，我娘更没有要他们入赘。小姑娘的嗓子软软糯糯的，和她的人一样。胡文华只觉得嗓子更干了，他收敛心神，对着3个人说：行了，你们几兄弟啥德行没个数吗？别总是你娘你娘的，回家没镜子照，打盆水照照。范大柱3个人脸色黑得跟铁锅底一样，他这是什么意思？看不上他们兄弟？人家小姑娘一家压根没看上你们，别自作多情，以后不许再来。要是让我知道了，你们以后就过着说话漏风、喝水漏水的日子，懂了没？3个人哼哧哼哧，连狠话都没放，转身就走了。正拎着杀好剥完皮的肥兔子回来的胡文华，见到2个身影往这边走，刻意等了等。等2个人走近了，看到圆润的和善妇人后面跟着一个纤细的背影时，胡文华感觉呼吸都要停顿了。这位小哥，我来找胡水清，能进不？胡文华慌忙移开视线，猛地点头，随即怕不重视，连忙开口回答：能，婶子您先进。水清对丁家早有好感，尤其是上次见到丁婶儿给范钱和孙金花一行人灌草药的利落手段，更是往心里感觉好。
没想到的是，这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了，欢欢喜喜地跑了出来。这我闺女丁佳佳，带她过来串串门。闺女，快叫！胡文华站在一旁，默默地记在了心里。姐姐，叫我水清姐或者姐姐都成。百忙之中，水清还不忘辈分不能乱。开玩笑，他直觉自己的弟弟失魂落魄的原因找到了。水清姐，丁佳佳很是乖巧地喊了声。水清只觉得这女孩好看，不止男的爱看，女的也爱看，她就是。好好好，我正在做晚饭，今晚烤整只兔子和羊肉串吃，留下一起吃了再回。这火锅做起来又简单又好吃，最适合不会做菜的人了。一听最适合，秦林怡两眼放光，简直觉得水清是救了他们一家子难于吃饭的人的恩人呐。要是不论辈分，他都想让闺女认水清当干娘了。炭火旁只剩下烤兔子和羊肉串的胡文华以及丁佳佳，还有一群叽叽喳喳的吵人的小麻雀。真的，胡文华从来没觉得几个外甥这么吵过。阿娘怎么能让你喊她姐姐呢？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喊你姐姐了呀。我觉得喊姑姑或者姨姨不成，会把你喊老的。对。胡文华心想，对啥对？你们喊我舅舅，也没见把我喊老。小舅舅，你怎么不回应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你到屋子里歇一会儿？胡文华心想，谢谢，有你们在，真是他的幸运。丁佳佳那边忍不住关心的询问，是身体不舒服吗？胡文华连忙解释，我身体好得很。随即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范和，看着小舅舅要吃人的眼神，范和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求生的本能让他急中生智，炭火旁太热了，佳佳姨，你要不要去旁边的屋子休息会儿？但是小舅舅的眼神怎么这么凶啊？胡文华此刻深深地明白他姐挂在嘴边的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能不能来个人收一收他这3个队友啊？不然他真的怕控制不住自己，把他们全体扔出去。我得学会怎么烤了才好吃呀，不然浪费了肉肉，不是很可惜吗？肉怎么会浪费？不是怎么做都能吃吗？范江不懂，反问着。丁佳佳了一声，不知道怎么解释，有种食物叫难以下咽。要不让我小舅舅以后做给你吃，我小舅舅烤的可好了，我娘说了，烧烤烟油大，不适合小姑娘做，男孩子没事儿。胡文华粗犷的脸上笑容终于掩不住了。不行，小舅舅虽然烤得好，但是他太能吃了，咱们都抢不过他。别说软糯糯的佳佳姨。范江不赞同的直接反击，胡文华差点一口老血吐出。小舅舅只抢咱们的，他可一点不抢女孩子的，而且真是软软弱弱，更需要保护，得找个强壮有力的才行。我觉得小舅子最合适，有小舅舅在，肯定没有人敢欺负佳佳姨。走了，佳佳该回家了。胡文华骤然抬头看向丁佳佳，又快速的移开，然后看向他姐。水清收到了弟弟的示意，很有长姐风范的站了起来，同时也让弟弟安了心。明日可一定要来尝尝我做的全猪宴，以后丁婶儿你不管买猪的哪一部位都知道怎么做了，保管给佳佳养的猪圆玉润。丁叔，这是我分的山，去年种了些橘子树，今年挂果可多了，等秋季你和丁婶来了摘回家吃。好。丁和礼客气地笑着回应。走着走着，看见旁边的藤蔓枝桠，笑容转为了惊讶，双眼渐渐的圆睁。老天哪，这范进和水清要发了呀！丁叔，怎么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丁叔，今年春天一下子发现好多这种藤蔓，漫山遍野的到处都是，扯都扯不过来，也不知道怎么才能除干净。我是真怕他们抢了果树的营养啊！傻子，告诉你，你发达了。这是何首乌啊！虽然没有1两银子1两身的人参值钱，但炮制好的何首乌最差也能达到100多文1两。你们发达了。这么值钱吗？范进知道何首乌属于贵重药材，
但没想到值这么多钱。单单说最简单的蒸制，去何首乌洗净分档，浸泡1天1夜，捞起，大致的要离水润透，要再反正前后至少10来日才能泡制一批出来。范进略微听了一遍，已经明白这不是口头上就能教会的。这何首乌的净幔是可以扦插的，你捡了枝蔓到空地上扦插种上，也不影响这儿的收成，你说多好啊。不过半个时辰，丁和里已经教会范进如何取藤蔓分支，取多少分割多少。麒麟激动地将水清后山说有山药的事儿和2家合作的事儿都说了。丁和里心想，何首乌罢了，茶枝干也就罢了，怎么还产山药啊？等等，你说我们家负责泡制？当家的，你是激动的吗？丁和里瘪着嘴，双眼凄凉地看向老婆，很想问他从哪儿看出他是激动的。丁和里一鼓作气地说完了。还有茶枝干，不过这个不累，可以让村子上妇人做。丁家夫妇2人兴高采烈地来，垂头丧气地回去了。丁佳佳一头的雾水，胡文华很紧张，生怕丁佳佳的爹娘在姐姐家待得不愉快，后面就不再来了，硬生生地在后面送了好长一段路。听到买回的橘子树被骗了，结的不是橘子，而是一种皮可以做药材的果子。中午炖的排骨里雪白雪白的食物也是一种药材。乖乖呀，咱们之前吃了多少啊？这不会比排骨还贵吧？以往吃进肚子里的也没法儿，要不是丁家夫妇过来了一趟，咱们也不可能知道。众人这才将注意力转到了丁家人身上。还是丁家厉害呀，不然放在咱们这儿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就这本事，不管在哪儿也饿不死啊。岂止是饿不死，还能活得很好，说不定别的山头也有。在场的只有水清和范进心里知道，别处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像后山那么多。家里吃的那可是完全从商城买的，后续也只能做假。山药只有你们爹爹会找，估摸后山上也不是很多，以后就他负责挖山药，顺带收集山药种子。以后咱们在地里试试能不能像土豆一样自己种。大河大湖，你俩负责割草；新回招娣，你俩负责喂家里的牲口，其余人全部上山扦插何首乌。插科打诨，何首乌重要，家里的鸡鸭鹅兔牛羊猪也很重要。以往他只需要负责做饭就成，可是这一次他必须上山一会儿，不然范进挖的山药从哪儿来呀？你上午和下午过来，将山药种子提前拿回家收好就成。孩子们听到，接着要把这活儿顺便做了，省得水清再跑一趟。水清看向范进，眼神询问，这咋说？范进白皙的脸上染上一抹浅浅的红，一路这红蔓延到耳廓，他抿着唇低声地说，你来，我能见见你。水清呛了一下，双眼不可置信地看向范进。这话一出，吵吵闹闹的孩子们立刻安静如鸡。胡文华双眼睁得很大，心想，姐夫这么勇猛的吗？胡屠夫不自在地咳了一声，胡母那是最为满意，女婿不但是个疼人的，还是黏着青儿黏得厉害。茶室里的气氛诡异又沉默，沉默中透着一股子尴尬，随后各自脸红红的出来了。水清意识到，这让山水村人共同富裕起这一步啊，那是走对了。倘若他们此刻跟灾民似的，哪能还能积极的来询问意见呢？怕是一直想着如何抢粮食填饱肚子了。然后水清把在华国时管理以及打工的经验想了想，开口说道，白天和晚上都不能松懈，必须有人防护，一旦发现有流民过来，也能及时提醒。白天和夜晚都需要防护的话，只一批肯定不行，太累了。我的意见是分4批，上午下午，上半夜和下半夜循环交替，防护的人也不累。工作时长6个小时，沿着村子的外围走路巡护，这对村子里的汉子来说轻松有余。这个活累啥累？我感觉咱们也可以。水清没想着让妇人也做，不用妇人也足够了。山水村400来号人，按照男女一半一半算吧，男的有200人，扣除年岁太大和孩童，这个按照40以上和12岁以下，
中间应该有130-140号人，10人一组，能有13-14组，一天4组，4天才能领导一次，一次也才3个时辰。你们说是不是完全足够了？上一次班6个小时，然后休息4天，除了没工资，这活简直是理想到不能再理想了。12岁以上的男娃子也可以。大嫂，男娃子一天天的没事做，净淘气去了，给他们安排个事儿做，说不定还能做得很好呢。等具体分配人选的时候，可以一个年长的配一个年岁小的，年长的沉稳老成，年岁小的灵活，搭配着干活。另外，村口之前不是正好用沙袋建了堤坝挡洪水吗？无需拆除，往后用来挡流民匪徒。村口是最重要的地方，可另外派人值守，一旦有异样，第一时间能通知。通知的东西就用铜锣吧。王桂芬跟赵兰此刻看向水清的眼睛闪闪发光的，甚至打心里觉得比自家男人还棒，还了不起。我就随口说说，你们回了老村长，要是觉得不可行，还是按照老村长的意见来。还有，我一个人所想终归有限，还得靠大家集思广益，看怎么能万无一失，更加完善。2个人一路脚程飞快地回了家，气儿还没喘匀呢，你一言我一语，把水清的话差不多都说给公爹听了。老村长听后，老太太眼睛亮了亮。他以前只是觉得靳小子通透，虽然不够果断，但处理事情公平，能让村子更好。可如今才发现，这村子更适合的人是胡水清啊。我不会种田啊，一个女儿也不是种田那块料，买了放那儿不是糟蹋土地吗？范大木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他余光扫过旁边的胡水清，看得面色淡淡的。前几日我听你说想置办几亩良田。范大木双眼放光，也看向了水清，水清面上淡淡的。遭了水灾后，田地不好种，还是等等吧。内心想的是，范大木你可别放弃啊，再劝劝他，他就顺势买了。都是范家人。这样吧，2两银子一亩，7亩田14两银子，加上地和山头，再少1两银子，总共28两银子，如何？弟妹啊，我和季弟都是同族人，有好事首先想到你们，这田地山里买了绝对划算。水清不知道啥时候他们和范大木一家交情这么好了，还是多了。要是23两，我就买下了。23两，一下子又少了5两，他心子暗恨，可表面上爽快利索地答应了。好，过些日子你们就守着这些田地山林哭吧。听说水清花了23两银子买了几10亩的田地还有山林，范进的嘴角扬起了笑意。院门处传来震天响的咚咚的敲门声，与其说是敲门，不如说是砸门。看到舅爷爷也不知道喊，没家教。黄大舅骂完范江之后，开始打量屋子，这一打量可惊呆了。你爹呢？亲舅舅来了，还不让他出来迎接啊？我爹不在家，大约晚上能到家。你们找我爹的话，晚上再来吧。 3个人没想到范进不在家，俱是一愣。黄二舅不满地问道：“你爹去哪儿了？府城刚去没多久，怕是天黑了才能到家。”范江看起来很是老实忠厚，有问必答的。你爹去府城做什么？大木伯全家卖身为奴了，爹爹用牛车给他驮家当，送一送他们。范乾双眼睁大，一脸的震惊，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他咋不知道？大伯，你不知道，大木伯的主家是吴县令。大木伯说了，我爹主动用牛车给他驮家当，他要把我爹介绍给吴县令认识，以后就有吴县令罩着咱家，再也不怕那些坏人了。范乾前后听着，脸色像吃了屎一样难看。他收留范大木一家住了那么长的日子，竟然比不上范进赶一趟牛车。范大木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范乾看出2位舅舅的迟疑，清了清嗓子说：“我和大木哥的交情最铁，大木哥能介绍我二弟认识，必然也会介绍我认识。还有可能是我不在家，他找不到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介绍给二弟。说起来，还是二弟占了我的光。”范江低着头，白眼都翻出天际了。大伯是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去，让你们娘收拾2间屋子来，让我们歇脚。还有一直赶路，上午饭也没吃，做些饭菜端进屋子来。这是把他娘当下人使唤吗？
这哪里像做客的呀？黄大舅、黄二舅也是看到了其他的人，果然跟大外甥说的一样啊，外甥媳妇儿的娘家人全住进来了。过来问你话。凌然眼神冷冽，跟没听见似的，冷眼旁观着。白子谦给了个大大的白眼儿，态度那是嚣张之极。黄二舅气得直哼哼，哼，两个在我外甥家吃白食的，竟然敢不听我这个舅舅的话。二舅，你现在知道我说的实情，能明白我的苦楚了吧？凌然和白子谦要不是怕待会儿水清嫂子出来吃亏，早就关门进屋了。当家的不在，等他回来了再说。如今家里人多，没有空余的房间，恐怕怠慢了两位舅舅，就不留二位了。至于晌午饭，我婆母在大伯哥那儿，正好你们跟着大伯哥一起回去，既看望了我婆母，又吃上了晌午饭，快去吧。黄大舅属实没想到，妹妹家里以前唯唯诺诺的小儿媳妇儿，竟然丝毫不留情面，他气极了。这是我外侄家，你要知道，男人是天，男人是地，男人才是最大的。水清不在意地说，那你去找你的天，你的地，给你收拾屋子住，弄晌午饭吃。这是我外侄家，我是他亲舅舅，等着我外侄回来，当心我让他休了你。妇人最怕被休，因为被休弃之后什么都没了，回了娘家亲朋好友耻笑，爹娘家里人也抬不起头，还不如一死。水晶直接笑了，哈，好好好，你让他回来休了我，不过还请你出去等，不然我怕待会儿我爹娘听了来气，要拿扫帚打了你出去。扫帚刀还好，就怕杀猪刀。胡屠夫听到这儿，配合地转进屋，再出来时手上紧紧地握着一把杀猪刀。你别嚣张，待会儿我外甥回来有你好果子吃。爹，你别冲动啊，杀人可不是杀猪，不都是对着脖子捅，有啥区别？这要我说，人还没有猪力气大呢，只会更容易。黄大舅、黄二舅连带饭前眼睛都睁大了，双腿发抖，只觉得腿软的厉害。他们没听错吧？这屠夫竟然真的要动刀子了。闺女，你别怕，爹给你撑腰。爹以前不知道你在婆家过得这糟心日子，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冲长辈的款儿。幸亏现在也不晚，待爹爹把这3个解决了，再到他们家把后患给除了，以后你就安心过舒坦日子。还要解决后患，这不是要他们断子绝孙吗？黄大舅、黄二舅踉跄着转身就跑了出去。爹，那样你也要坐牢的，不值当啊！是呀，当家的官衙会来抓你，你也会没命。不怕，我一条命换他们几个不亏，你们别拦着我。3个人肝胆俱裂，脚不疼气不喘，一口气跑到了范钱家。哎呀，被骗了，真窝囊，阴险！大哥二哥，你俩咋来了？黄大舅不耐烦地吩咐道：行了，待会儿说，你先去收拾下吃的。这小子既然进城了，咱们在村口等他，正好这事也是他做主，只要他点头，他屋子里的婆娘还不得乖乖听话？不听话揍一顿就老实了。范进3个人坐在牛车上，刚一到村口，就见村口大树下围着守着他要见他的人，飞快地冲了过去。二叔，大舅爷他们来了，正要见你，你快跟我回去。这边胡文华抓着范进的胳膊，看着没用力，但任凭范三柱如何使力，范进的身躯难再拉动分毫。那是我二叔的亲舅舅，你还不放手？我管你是什么，我姐夫还没答应，你就别想拉走他。二叔，你不知道二婶和你岳丈对舅爷他们有多差。范进皱着眉，不悦地开口：他们去了我家。范三柱没想到二叔不询问怎么差，反而关心他家。那不是想先见到二叔吗？二叔，你快跟我回去吧，不然他们还是要去你家找你的。范进眉眼低沉了下去，转头对胡文华说：你先和丁叔回去，告诉你姐，我一会儿就回家。大舅、二舅、娘。哼，你还知道我是你大舅啊？范进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不接话。方二舅出面说：我们这次来是为了你娘的事，听说你日子好过，天天吃好的喝好的，都没有你娘的份儿，还养着岳丈一家，这不是惹人笑话。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这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范进挺直了身子，声音清冷地说：不是养着岳丈一家，是他们在帮我家做活，还不要工钱。
若是有人不要工钱帮我家做活，我也可以养着。胡说，这水灾才过，哪有啥活需要做？山上和地里的活做不完，大哥不信可以去做了试试。插秧何首乌这种活儿他们当然不会干，但洪水刚退去，田地里又不成样子，全是脏活累活。范前看过洪水后的景象，他才不可能去试呢。娘若是羡慕岳丈一家在我家居住，从而想着和他们一样，也是可以的。正好水清不愿多做10多口人的饭食，娘去了不用跟我岳丈一家一样上山下田干活，只需要做好1日3餐的饭食即可，无需劳累。他是去享福的，当老夫人被伺候着，又不是去给他们家做饭做菜的。咱们家缺人干活，娘去了做饭时，水清也能腾出来去田里山上干活。若是娘不好意思非要和我岳丈一家相比，也要去下田地干活，我自然也同意，只能还让水清担起做饭时的活计。娘你怎么看？他怎么看？他还有选择吗？对了，招娣还在我家，她腿受了伤不能行走，吃喝一应在床上。之前水清是不嫌弃给她擦拭身体，娘你是她阿奶，比水清这个婶子更亲近，等你去了接替水清的活计，想必能做得更好。要不只能让大哥和大嫂将她接回来照顾了。不成，既然招娣腿受了伤，不可轻易挪动，不然严重了可咋办？黄大舅不耐烦了，他才不管三妹过去干不干活，女人家本来就是要干活的。既然说好了你娘去你家，那以后就归你给你娘养老了，以后你得听你娘的话，要知道孝道大于天。黄二舅跟着说，没你娘就没你，你的命都是你娘给的，等接过去了，谁要是敢不听你娘的话，你得为你娘做主。为人子女伺候双亲尽孝道是理所应当的事。范前刚想上去夸两句，说弟弟识大体，只是当初分家，娘的那一份是不是要一并带着归我所有？家里的田地山林分为3份，大哥一份，我一份，娘一份，谁给娘养老，这一份就属于谁。还有粮食、钱财、家当也是如此。娘和养他的儿子一家人住在里面，其他人早搬出去分家另过。当初白纸黑字写得清楚，3方签字按了手印，也交由老村长看过，并在府衙落了印的。如今倒也好办，只需按照那上面所写，大哥一家人搬出即可。搬出去？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搬哪去？哪有能居住的地方？我们当初也没有可以住的地方，大哥也是知道的。当初我们怎么过日子，往后大哥怎么过即可。你已经有大宅大院了，还要这屋子做什么？总不能你住大宅大院，将咱的娘放在这屋子里吧？范进看着长兄，温声说着，自是不会，我岳父岳母在我家居住，总不能让娘在这里住着，而且早上岳父母下田地干活，也不能早饭还未做好。那这屋子空着？自然不会空着，砖瓦房哪能空着浪费？盖一套房子30多两银子，还劳神费力。若是这3间砖瓦房10几20两卖出，想必还是有人买的。一听说要卖老宅子，范母第一个反对，不成。娘，这么大的屋子也不可能空着浪费，要不您看这样，卖的钱财分一半给黄大舅、黄二舅，如何？真的？10几20两银子，一半有好几两啊！三妹啊，你跟着儿子过日子，一切听儿子就成。你一个富人家做什么主啊？范前和孙金花两眼一懵逼，不知道怎么就发成这个地步了呢？粮食和家当，大哥大嫂按照我当初带走的算吧，搬出去即可。娘，你该知道，属于你的这份，大哥给你养老时你给大哥，我给你养老时不带来，孙子上的人会戳你脊梁骨的。范母对上小儿子含义的双眼，一时气结。孙金花此时肠子都悔青了，想着当初婆母独占一份，他当时觉得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啊，范进这小子在这儿等着他们呢。你好啊，你竟然算计我们！范进抬眼，眼神没有之前的温婉，嗓音却是淡淡的说：嫂子说什么？当初按照大哥和嫂子的要求分的家，难道这不公平不公正？范进安静的等着，也不催促，只有黄大舅、黄二舅时不时的催促三妹，跟小儿子享清福的话。娘不去了，你回吧。范进双眼看向他娘，范母毫不迟疑的点头。范进静静的站了一会儿，转身跨着大步走了出去。范进一抬头，看到高地上的人就像镀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一样，心里那点子失落马上就淡去了。他快步走了几步，来到他身边，
柔声说道：“怎么站在这儿？蚊子怪多的。”还好，下午你大哥带着舅舅们来了，又听到丁叔和文华说请了你过去，怕你吃亏，就想着过来接你一下。范进嘴角弧度扬了扬，他悄悄地伸过手，牵着他往家的方向走去。我没事儿，大哥的性子我知道，是以分家时就防着的。给娘养老他没有任何意见，但是不能让大哥握着家产，却让他去尽孝道。水清瞄了一下身侧的人，仿佛有千万个委屈，他开口问道：“你的大舅二舅给你气怄了？”外人我一向不在乎，我只是……水清安安静静地等着，他愿意跟他说话他就倾听，他不愿意说给他听也成。只是娘明知道是大哥请来了大舅二舅，只为了撵走他，在听到山林田地归我所有后，又快速地站到大哥那一边。有好处时只想着大哥，损害利益时全推给他出来，从小到大皆是如此。我们做好自己即可。觉得这句话太正式了，不适合现在本来就压抑萧瑟的气氛。世间千奇百怪，咱们可可爱爱。范进没想到他会蹦出一句这么俏皮的话。是啊，他改变不了自己的过去，可他可以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好父亲，而水清也是个好娘亲。咱们都要当可爱的人。快回吧，全家人都等着你开饭呢。怎么没先吃啊？天热，饭菜烫，等凉了好入口。山水村本村今晚格外的热闹，家家户户老的少的都捧着饭碗出来，聚在饭前间的院子看热闹。黄大舅黄二舅从屋子里骂人骂到院子里，连带着范母孙金花也在挨骂，那大黄牙喷出的口水到处都是。王贵芬站得远，忍不住皱着眉又往后退了退。他身侧的妯娌赵兰凑近了嘀咕着：“你说这晚饭还吃得下不？”被这口水喷的，换成他肯定3天都不想吃饭了。水清今日照常推开了垂花门，就听到鸡窝那边传来了惨烈的鸡叫声。他眼睛眨了眨，心想：不好，遭贼了！快出来，遭贼了！有人偷鸡！离最近的倒座房里的凌然、白子谦、江河湖冲出去，之后是胡文华。胡屠夫在后面骂骂咧咧地说：“真是反了天了！青天白日的，竟敢来偷鸡！看我不打得他亲娘都不认识，我就不姓胡！”等众人冲到鸡窝里，见到范母和黄大舅、黄二舅3个人正在鸡窝里喜笑颜开的抓鸡呢。胡屠夫看傻眼了：“亲家，你这是做什么呀？”范母本来有点心虚，随即挺直了腰杆喝道：“嘿，我儿子的鸡孝敬我，咋的？你要吃，你得和你儿子说一声啊！而且孝敬你没事，那总不能还给别人吃吧？”范母一见村子上人都赶来了，立刻眼泪鼻涕一大把的哭诉：“我自己儿子的东西我还不能吃，他亲舅舅好不容易来一趟，孝敬孝敬，怎么了？”黄大舅也是硬气了起来：“我是范进他亲舅，吃的2只鸡咋了？他还能从我手上抢进去不成？”李文等人心想：你这明明是抢别人的鸡呀！抓就抓了，吃就吃了，甭跟他们废话，我看他们能打我们怎么办？村子里的村民没想到是这么一副光景，没想到的是范母带着2个兄弟直接上手抓。水晶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下，见汉子们一副不是自家的事儿不好插手的样子，不用说，他爹也是这种想法。水晶正在思考人选的空档，那边黄大舅黄二舅又跟黄鼠狼似的跳进鸡群里，呲着大黄牙开始抓鸡了。范母也是很得意，觉得这种做法又对又好，既保全了大儿子，又吃到了小儿子家的鸡，一举两得。哟，这是啥呢？这么热闹！人群后方响起了一道熟悉的乐呵声音：“爹，来，告诉爹爹，这是啥情况？”白子谦没想到他爹这么淡定，他气哄哄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我还当什么大事呢？来，各位兄弟，上活了！新东家第1件活计，大家伙要办得漂亮啊！原本围绕的村民齐刷刷地向后看去。我儿，这是我儿的！白满善带来的人可不管，跟没听到似的，只按照白满善吩咐的，将人一直送到饭前的院子里。我给他们卖身契赎回，本意是要放他们自由，但他们说自出生就在庄子上，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我白家庄的人没有折损，不添人也成，我就想到你们成不？水晶懂得，要是要就一起都要。他当即喜滋滋的点头，成，我们正好缺人。23人，口粮花费就需要不少。如今水灾田地毁损严重，往后几季收成都会受到影响。你们粮食够不？要是没有购物商城，水晶一定会担心这些人能不能养活到下一季。可如今购物商城里还有上百万的余额，够，水患前就囤了好多呢。白满善以为他说的是土豆，一想到土豆立马就说，我们一路上走来好几次差点被抢，我想的是明日就将土豆运一批前往白家庄，不然以后倘若更乱。范进知道粮食对庄稼人的重要，这就说道，好，我待会儿去村子上借板车和独轮车。你们这批人还得借我几日。还有金弟儿，你去村子上问下，我出100文一天，雇人拉车送土豆去南宁府竹林村，有愿意去的穿家里最破烂的衣裳前来。他们穿的衣服料子好，这才被灾民盯上了。大妹子，我上次存在你这儿的财物。水晶立马会意，要多少？还是全部拿出来。后来胡玉姐又运来8箱子，加上你们第一次运来的1箱子金块，我点了下，有2箱子金块，3箱子银锭，剩下的大多是珠宝玉石类。是趁着明日人多全部运走，还是分批运？金块珠宝那些都不懂，只拿银子出来，10两一锭的纹银，拿60锭。水晶转身进了主屋，拿了一个包裹出来。要不要找个小点的箱子或篮子掩饰一下？不用，待会儿就用了。见两个人困惑，他仔细地算了个账。我带来的人虽说按常规买了卖身契，不需要再给卖身银子，但一路上相互扶持走来的情分毕竟不同。我准备除了洪大牛一家外，每家20两纹银，算是我给他们每家在你们这儿重新生活的一点家底。不仅胡文华胡屠夫忍不住，山水村的人也没忍住啊！听到范进说明工钱之后，就跟水进了油锅里一样，顿时就炸开了锅。进小子，你说100文一天，没说错？这价高的真是没谱了呀！确定不是100文一趟？毕竟去一趟才4、5天，20文一天也是正常的。老头子，我能去不？他今年也才58岁，还不到60呢。我比我当家还有力气，拉几百斤的板车不成问题，我成不？当家的那小身板，他一个人就能打3个。白子谦没想到100文一天的活计，差点抢破头。他以前只以为外面不太平，这些人为了保自己的安危不会去的，路上还想着如何劝说，完全没想到是这副情景。你爹爹对钱财格外敏锐，他既然提出了这个价，必然是认为能招到人的。白子坚对爹油然的敬佩，无形中又升了一个高度。范进直起腰板，对上面的人解释道：你们也知道外面不太安稳，这个工钱就是包含了你们可能遇上匪徒、受伤等风险，考虑好了就和我说。张金牛举起手大声地说着：有这工钱，我比匪徒还匪徒。啥不安稳？没钱我更不安稳。我考虑好了，什么都不说了，算我一个。范进想到白满慎说的多多益善，再多点也不嫌多，清点了一下眼前的人，除了张秃子和丁叔家，其余的他按照每家每户选了2个人。范大柱、范二柱高兴中略带不满，二叔没开后门，这次2个舅爷也过来，在二叔家没占到便宜，硬生生让爹娘和阿奶出了不少东西才打发走。爹娘这次啊，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范进扫了一眼2个侄儿，知道他们想什么，他淡漠地移开了视线。他们凭劳力挣钱，他不刁难，但是绝对不会照顾的。登记好人之后，和所有有车的人家都约定好了借车用，说好明日出发的时间。范进3个人就往回走了。水晶听到这砸门的声音，就知道幺蛾子来了。二婶，弟妹，范家的。喊完人，5个人的目光齐齐地落在了凉皮上，吞咽口水的声音特别的强。这啥新奇东西，看着怪好吃的。几个人都等着水晶客气一下请他们吃呢。不是啥好东西。随即看向几个孩子，板着脸说：你们还不吃快些，家家只做了这些，不吃可没了。你这孩子，给你老娘和哥哥留一口。
他吃不了别人的，还吃不了自己女儿的。娘，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你终于要来接我回家了。晨，我这碗里的都给娘和哥哥们吃，只要娘你接我回家，我全都给你们吃。目前家里只能吃个半饱，再添一张嘴的话，孙金花讪讪地说：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你婶子这儿过得不好呢。孙金花不吭声，是张秃子家说有好事儿，他才一起跟来的。招弟，现在家里吃不饱，你就在二婶那儿好得很，可不能回家再抢他的吃食了。水清顺势给几个娃娃使了眼色，让大江二江把妹妹扶到屋子里。哎呦，这是我闺女春花，今年正好16岁，这不带她出来走动走动，一个村子里住着，大家也熟悉熟悉。胡母笑笑不应，水清和秦依林也是如此，凌然和白子谦更如透明人一样，只当自己不存在。春花这孩子又听话又孝顺，还能干，还没及第就好多人家盯着嘞。哟，那怎么还没嫁？张春花闻言脸色不是很好看，不客气的瞪了秦依林一眼。张二婶转头看向胡母，东拉西扯了不少的事儿，刚准备换到胡文华身上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水清、秦依林、胡母和妇人们聊得火热，这边张二婶、张春花以及孙金花等人插不进去话。娘，我们先回去吧，改日等丁婶不在的时候再过来。今天有丁家人在，一直唱反调，说不定会影响他在胡母心目中的印象。好，咱们先回，况且过2日那人不就回来了吗？不一定要从他娘这儿下手。怎么能让劳累4、5天的你回来就帮忙打土坯？这不是不心疼人吗？胡文华刚到地方，放下打土坯的工具，就听到娇嗔的声音，让他浑身鸡皮疙瘩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是谁呀？和他说话吗？文华哥，你是不是累了呀？要是累着了，就坐着休息会儿。不认识的一个女的，顶着日头干活，连个遮阳的草帽都没，汗水打着枯黄的头发，黏黏的粘在额头和脸上。丁家不是请人了吗？是不是想省些银钱，才不顾你的身体，非要使唤你来打土坯？他们怎么能这样？胡文华看着对方，说完还跺着跺脚，惊在了原地。你谁啊？我叫张春花。胡文华的目光落在他满是泥垢的手，又去看了看他头发，心想这姑娘不光不注重卫生，理解能力还不好。他问他名字了吗？他只是表明跟他不熟，好吧？丁家没让我来，是我自己闲着没事做过来干活，我也不是傻的，累了自己知道坐着休息会儿。张春花想到他娘教的，男的都爱听夸奖，连忙夸奖道：文华哥体力真好。一旁的李大娘一家听得直摇头。春花呢？不能说这些，你回家问问你娘就知道了。李大娘忍不住劝道。张秃子夫妇俩人真是的，姑娘大了也不教教。李大娘，我的事我心里清楚着呢，您就别管了。对了，甜甜姐比我还大吧？你是不是在为她铺路啊？李大娘气得胸膛起伏剧烈，她看向张春花，淡淡的说道：甜甜还小，我还想留她2年，过2年再说吧。还留呢？再留的话，到时候好的都被人挑走了，哭都没地方哭。张春花见李大娘息鼓不说话了，面上得意，手里的活也扔了。文华哥，你叫我春花就行。他们明日就要出去，他必须抓紧时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胡文华惊得一下子倒退了好几步，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刚才离得近，看到他脸上的汗水和泥巴混在一起，一张嘴说话，菜上还沾着一片菜叶子，可偏偏凑近了他，让他看得无比的清晰。佳佳你怎么来了？前方范江范和2个人提着个大木桶，丁佳佳拎着一个竹篓，张春花也跟着望了过去。佳佳，这大热天的你怎么过来了？你身子弱，应该在家里休息才对，不像我们男的身体强壮，做些活没关系。来，我帮你拿。丁佳佳将手往后面一缩。不用，我拎得动。方二柱伤的是手，不影响走动，一来就看见三柱惊喜地朝丁佳佳走过去。方二柱抬眼跟着看了过去，这一看双眼都直了。这阳光下的小姑娘白净的皮肤那么光滑，哪有一点之前那种红色里带着一点白的包呢？你一个女孩子力气小，那我来帮你拎。
伸在半路的手却被一个蒲扇般的大手给挡了回去。范三柱眉头皱起，看向来人，就见胡文华魁梧的身躯挡在两人之间。小舅舅。胡文华目光沉沉的点点头，我没有欺负他，我是帮他，这样总没事了吧？胡文华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没有回答，转过头看向丁佳佳，伸出手，我来拎。丁佳佳听话的嗯了一声，伸手递过了竹篓。胡文华接过竹篓，干燥的手掌无可避免地碰到了那抹细柔，明明很软的触感，它却像碰到了火一样，烧得他口干舌燥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咽了咽口水，压下掌心的痒意以及心底的躁意。大热的天怎么过来了？丁佳佳只觉得头顶的视线灼热，将他整个人都烧得沸腾了起来。水清姐煮了解暑的绿豆汤，我过来送一下。二婶真是的，家里那么多人，偏偏让你过来送，这么热的天，热坏了可咋办呀？方二柱往前一走，抱打不平地说着。丁佳佳身后抬着装绿豆汤的汤桶，范江和范胡心想，合着他俩不是人呗？抬着的不是绿豆汤吗？张春花凑过来就喊，文华哥！丁佳佳整个人都呆住了，眨巴着眼睛愣愣地看着胡文华。胡文华粗犷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满脸都写着我和他不熟啊。往南宁白府上送土豆的行程结束的比预期还早。白大哥已经考虑到水患带来的影响，把原本的行程缩减了一半，怎么在此基础上又缩减了？水清看向范进，眉眼之间都是困惑。要知道多运一次土豆就能种好几十亩。范进轻轻地捏了捏水清的手，安抚，转而对回来的胡文华等人询问，你们是不是遇上事儿了？文华舅舅，你告诉我，我爹有没有受伤？没有，我们没有遇到攻击，大家都没事。白子谦的心落了一把，然后又问，好，那你告诉我遇到什么事了？为何我爹说好了要回来却没有回来？李武木讷讷地解释，白老爷说这外面比他以为的更加不太平，不放心你娘在南都，从南宁府直接回去更近一些，从咱们这儿还要经过南宁府，所以就没有跟着一起回来。对了，白大哥给你们写了书信，我也不知道哪份是哪个的，姐夫你看看。范进接过来，打开纸看了个信头，就重新折上，递给了白子谦，温和地说，这是写给你的。范进又打开了第二章，快速地看了一遍，挑重点和身侧的水清说，白大哥拜托我们先将此次出行的银钱垫付上，等他来了之后再还给我们。水清立刻就明白，成，幸好咱们卖药材存下了些银子，正好帮白大哥垫上。白满善存了家当在他们这儿，自家就是他和范进知晓。那就谢谢晋叔和婶子了。其实不急的，只这一次银子没有付而已，可以等白老爷回来了再给，咱们信得过白老爷。其他的汉子也附和，没事儿，晚点就晚点，家里有吃有喝的，目前不缺银子花。你们家也需要留些银子应急，不能全拿出来用了，不然有急事需要花银子咋办？对呀，家里多少得备些银钱才是啊。水清已经转身去拿银子了，出来后笑着说，白大哥既然让我们先行垫付，那是信任我们，可不能对不起他的这份信任。虽然付了之后家里银钱不多了，但多少还余下些，够用了，大家放心。这话也说明自家家当全在这儿，付了后基本上就不剩多少了，预防别人惦记上。燕秋星回这一年长得很快，再也不是范母口中以及孙金花口中那个吃了也不长肉、没福气、瘦骨嶙峋的丫头。水清一边将晒好晾好的衣服叠好，一边说，都是你大姐二姐穿剩下的，你的二婶家来2个月了，也没给你做件新衣裳带回去。范招娣听了水清的话，又觉得眼眶发热。二婶总觉得让她穿大姐二姐的旧衣裳不好，想着给她做2身新的，可是新衣裳带回去肯定会被娘打包带去舅舅家。二婶，够穿了，多了也穿不完。
让大江送你。不用不用，二婶，我一个人回去就成，你们谁都别送，背篓我能背得动。要是让爹娘看到二婶一家对她好，又送衣裳又送她回家，很在意的样子，恐怕以后会给二叔二婶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和范进两个人送到山坡下的路段，招娣这回去怕是又要过苦日子了。范进轻轻地嗯了一声，看向家的反方向说，燕秋他们几个干活回来看不到招娣，怕是会难受，你和他们说一下，尽量别去找招娣，我大哥嫂子看到的话，招娣日子只会更难过。好。五哥说明日去府城卖兔子，我大哥也去。水清诧异的看向身侧修长的身影说，他家也没养兔子，去做什么？不光兔子，别的也没几样啊，能卖什么？我不知道，但我隐隐有些担心，所以明日我想跟着一起出去一趟，可以吗？范进说完后，眼睛看着水清征询意见。水清眨巴眨巴眼睛，他怎么跟个小媳妇似的，出门还要他批准？你去啊。我娘和哥嫂都不怎么好，对你也很不好，为了他们家的事耽误自家干活，还得和你说清楚。水清明白过来了，难怪范进如此谨慎地询问他的意见。不过你这去也不算是为了你哥嫂，而是关心招娣吧？只因他觉得他们都不值，不想花费精神和思想去改变他们。但是招娣这个侄女不同，值得他跑一趟。范进眉眼染笑，他懂他。我不喜4个柱，不是因为他们爹娘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品行就不好。同理，帮招娣也不是因为她是你侄女，而是因为小姑娘人好，值得帮。我和你一样。江河湖听到小舅舅出去一趟，足足挣了300-400个铜钱，欢呼一声冲过去，嚷嚷着要糖吃。水清听到这吵吵嚷嚷的声音，然后看了看，看到身侧回来就很安静的范进。咱们家的兔子也卖了银钱，回屋给你。水清知道回屋不光是放银钱，还有事要说。23只兔子只卖了20只，还有3只送给范大木一家了。水清明白范进这次去并不是为了卖兔子，自家也不缺这点银子。我见大哥离开偷偷跟上，原来是去找范大木了，一直等到他走远之后我才进去，只说咱们养了兔子，给他带3只尝尝鲜。范大木以为咱们要巴结他，还说我大哥刚来找过他了，让他帮忙。帮什么忙？帮大哥卖掉招娣。分家的时候他们底子比咱们好那么多，一家子人不居安思危好好囤粮食挣钱财，遇到一点点灾害，别家比他们差的尚且勒紧裤腰带子也将日子过下去了，偏偏他们想着卖女儿。以往日子好过的时候，盘算着卖咱们家燕秋新回，分家后只能将算盘打在招娣身上。怎么，要是没生招娣，他们家日子就能因此好过许多。如今灾年要是没女儿可卖，他们就过不下去了。就连张秃子都没想着卖张春花，而是卖了田地。有些人真的是又懒又恶毒。我感觉这大多是我娘的主意，而我大哥也赞同。水晶了赞同了一下，这母子俩还真是一丘之貉呀。那范大木愿意帮，招娣才8岁，会有人要吗？即使有人买，也得不到几两银子吧。大哥想将招娣也卖进无限令家，嗣后光宗和耀祖2位小公子中的任一位都可，还说事成之后会好好感谢范大木，但是范大木没应下。既然没应下，你怎么还不放心？屋子里的范进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范大木之所以没应下，一是瞧不上大哥，空口白牙的就要他帮忙，没有实际的好处他凭什么帮；二也是现在府城最不缺的就是人，想卖身为奴进无限令家的灾民更是排着队，但如今人多到数不胜数，粮食又金贵，府城是不会有人买的。你是担心卖到别处？不是担心，而是范大木真的这样给大哥出主意，而大哥没有当场应下，但我猜只是早晚的事。范大木和大哥说了，卖给人牙子，人牙子在本地卖不出去，会想办法运往别的府城卖。水晶，我想……范进话语顿住，然后看着水清，帮。范进的嘴角荡起了笑意，上前几步，用力的把人搂在了怀里。你真好。小舅舅，有人找你。红华想都没多想，将手上的碗筷送到厨房，洗了洗手就出来了。等出了院子后，见远处背对的是个女子身影，红华魁硕的身体不动了。是你找我啊？何事？你过来，我告诉你。红华想也没想就喊道，我不过去，你有事过来说。院子里的人听到红华的声音后有点诧异，看向了范胡。什么人来了？怎么你小舅舅说话这么大声？山水村又没有笼子。范胡头都没抬地说，张春花。惊掉了下巴呀。水清心想，你咋不早说呢？他走到红华的面前，双手摸着颈部垂下来的头发，一圈圈地绕弄着，低着头害羞地说，谢谢你提醒。
这姑娘有点不正常，她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你有事？张春花只觉得和她预想中不太一样，她呆呆地抬头，木讷讷地说：没事儿，就是听说你带领村子上的人卖兔子挣到银钱了，觉得你厉害。胡文华脚步又往后退了退，后背都抵上大门的门板了。他们家都没挣过银子，跑过来夸他做什么？就这？张春花愣住了，没办法再低头装害羞，夹着嗓子娇柔地说：文华哥，你别觉得自己是凭运气，也别觉得这个银钱不配拿，你在我心中就是顶顶厉害的呢。咋手臂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呢？比冷天穿湿衣都多。一门之隔的水晶一行人听到了这话，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是怕被发现，躲得很辛苦。秦依林双眼瞪得圆滚滚的，胡母听得直摇头。胡文华深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我没觉得不配拿，你可以回去了，让人见到不好。胡母一边听一边点头，秋儿说的对呀，男孩子在外面也得保护好自己。那我走了。胡文华从来点头没这么快过，只觉得心里松了口气。他不懂，他和张春花基本没交集。他转身的瞬间，远处看到结伴而来的很多人，脑子里飘出一个念头，狠了狠心，脚一崴，向身侧扑了过去。门口挨着门缝偷看的水清吓了一大跳，迅速打开大门。胡文华也吓了一跳。肯定很疼吧？张春花摔在地上，那是真摔疼了，哼哧哼哧的，正在缓一缓。他哪里知道胡文华这个木头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呀。是春花啊，这是咋了？你咋来了？张春花躺在地上，恨不得把脸都埋起来。不是我说，春花你咋能平地好好走路就摔了呢？以后走路要当心啊。眼力好的汉子出言相劝。是不是饿的呀？张秃子家用地和金牛家换了好多苞谷面，不至于饿的，我觉得是累的。是不是活做多了？不过你要是盖围墙累了，就在家里好好躺着。这次幸好是没人在旁边，下次要是旁边有人的话，就说不清了。骚里不骚。张春花本来不死心，现在呢，想死的心都有了。来，爹婶扶你起来，你这孩子来敲门就成。有啥事儿别急。是啊，不过你一个姑娘家，要是脸皮薄，下次有事儿让你爹娘过来说，或者带上其他人，可别再一个人来了。对了，你这次来到底啥事儿？张春花的脸通红，这么多眼睛盯着她，只能硬着头皮开口：没，就是我想着过来看看水清嫂子。这话院子里的人是都不信的。张春花扶着手臂，一瘸一拐地回去了。直到他走远，汉子们才对清水说：我看春花虽能干活，但不是个利索的，往后要是招人，还是得细细挑选呐。药材贵重，可不能马虎啊。水清这才反应过来，他们误解张春花是为了药材招人的事儿过来攀谈关系的。不过他没有打算澄清，顺水推舟地说：好，我记住了。水清看着范进将黑面一袋袋的搬到库房里，范进没让水清动手，一个人将黑面搬好。是的，这批黑面不是买来给自己家人吃的，而是给大哥准备的，也不是白送给大哥，而是从大哥手上换招娣，不能让大哥将招娣卖给人牙子。大妮、二妮他们我都叮嘱过了，他们和村子上夫人又处得好，保管能将话传到。水清看着范进心神不宁的样子，出声说着：我不是担心，我只是对大哥越发寒心了。没有气愤，上次气愤还是因为娘和大哥大嫂要卖他两个女儿。儿子有儿子的路，女子有女子的路，不管是燕秋新回还是招娣，咱们好好教，到时让你大哥嫂子他们悔的肠子都青了。范进的嘴角笑意更深了。我只想着他们识字通透，明事理，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能过好这一生就行。水晶深深认可。水晶一开门就看到范三柱抹着泪，他愣住了。怎么了？二婶，你快救救招娣，我娘要卖了她。随即水晶配合一脸的紧张说：怎么了？走，边走边说。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的朝范钱家走去。招娣，招娣骤然抬眼，
看到了熟悉的身影，站在院子门口朝他招手。二婶，看了这么久，爹娘的争吵厮打他都没哭，却在水晶出现的一刹那，他放声大哭了起来。地上坐着的孙金花有点乱，这是他亲生女儿啊，仿佛这一刻就要离他很远很远了。范进和水晶望向院子里，怎么回事？范前抱着头絮絮叨叨地开始叙述，先是家里如何困难，顿顿吃不饱，饿得双腿乏力，每天都要做繁重的苦活，家里都快撑不下去了。再就是家里的婆娘心疼儿子，卖招娣也是无奈之举。田地呢？怎么不卖田地啊？范前一愣，又说道是娘不愿卖。那大哥是怎么想的？作为一家之主，又愿意怎么做？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范前的身上，这是范前没有预料到的。怎么风向一下子变了呢？屋子里的范母实在坐不住了，这些人越说越没谱，哪有帮着儿子逼死金娘的？他冲出来嚷嚷着：反了天了！谁要敢卖我的田地，我就去官衙找青天大老爷，实在不行，我就在官衙门前的大石狮子上撞死，看你们怎么办！你想这么做？范母哼了一声，看向小儿子，昂着头说：哼，老二家如今日子好过，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亲侄女被卖吧？孙金花猛地朝水晶方向看去，鼻涕眼泪横流的哭诉哀求：大婶子，你行行好，救救招娣吧，我们也不想卖他。范前对上范进叹了口气：我也不想卖，只不过没有二弟你有本事，一家人一天3顿，顿顿有肉有蛋，吃得饱。大哥我没用，养不起儿女啊。水清心想，哼，好吗？好一个道德绑架呀！这话说的好像卖招娣全是他们的责任一样。爹娘，二叔二婶日子再好过，也要养5个儿女。我毕竟是你们的女儿，二叔二婶能把5个儿女养活养好，我相信爹娘也能养活我和哥哥们。爹娘你们放心，我能种菜，能去山上采野菜，我就吃一口饭，不吃饭也成。我不占哥哥们的，爹娘也养活不了我吗？水晶浑身一颤，狠狠地愣在了原地。招娣他什么都懂啊。阿奶，我还不如几亩田地吗？二叔也是你的儿子，你拿几亩田地给他，他自会给粮食给你。范母恨得牙根痒痒，他胡咧咧啥呢？这咋能一样？大伯哥既然非卖招娣不可，那就卖给我吧，没事，交给我来解决。平生第一次，他尝到有人保护的滋味。原来被人护在身后，感觉这么好啊！哎，这样才对，都是一家人，这样大家都好。大伯哥，你说条件吧。这都是一家人，说卖多难听。你既然喜欢招娣，就带回家养吧。只是带他回家养，管他衣食无忧，不用给钱财或粮食给你们。范前脸色马上变了，他本来后面的一句话就是让老二家看着给，结果被他抢先了。范母抢先说道：哎，那不行，咱们养了招娣可是到8岁了，这8年你知道有多难吗？哪能说给你就给你？老村长，我们夫妇2人不是买招娣，而是过继招娣，以后她就是我们夫妇2人的女儿，作为回报给大哥一家1000斤的黑面，他们若是同意的话，现在就立刻立字据。燕秋和新回江河湖听到后，面上露出喜色。过继？孙金花张张嘴喃喃地说着，村子里以往有过继的人，过继的规矩就是以后和亲生父母没有任何关系了。哎，幸好只是个女儿，反正女儿也没法给咱们生养死葬，过继也就过继了，咱们没亏。1000斤黑面太少了，招娣干活可利索了，怎么才这点儿？家里4个大孙子个个吃得多，要不再加点儿？老村长没管范前一家人，只是对范进、水清2个人询问：这是个女娃娃，你俩确定过继？范进和水清同时点点头，只有过继才能真正的让招娣摆脱吸血鬼的父母，正好凑3个好字嘛，人多兴旺。老村长抬眼看看水清，这次属实震惊到了。你同意不？太少了，招娣可能干了，养他又不吃亏。不少了，1000斤黑面，你们只有7口人，一天3斤做成糊糊，能吃将近1年时间，足够你们一家人度过灾年。3斤哪够？我4个大孙子一顿就能吃3斤。再说了，
呼呼全是水，哪里管饱？我说范大娘，你知道外面黑面现在啥价不？6文1斤了，1000斤就是6两银子。你满府城打听打听，8岁的女娃娃能卖到换来1000斤黑面不？哎呦，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想着吃黑面馍馍，还嫌弃呼呼不管饱。要我说还是不够饿，这是讨饭的嫌饭馊啊！既然这样，还怕多养个招娣？真是什么人都有，今天真是开眼了。成，我觉得可以，听老村长的。你们也是识字的，写了契书，双方签字换押，在场的人都是见证。那粮食在我家仓库里，等签了契书，大哥和侄儿们就搬回来吧。今日去府城给家里人带了些糕点糖球，姐姐说你今日不过去，我给你送来，你看看爱不爱吃。丁佳佳没想到他是过来送吃的，先是一愣，光华紧张的只觉得手心都是汗，见他没回答，连忙补充，不是特意给你带的，是大家都有，你收着不会惹人闲话。夕阳余晖下，他白皙的脸庞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整个人看着美极了。见他紧张的等着答复，咬着唇瓣轻轻的点点头。吴大哥，水晶姐让你带什么话？软软糯糯的声音，胡华只觉得这一声胡大哥叫得他浑身燥热，手心难耐。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压制住自己脑子里不好的想法，磕磕巴巴地说，我姐没让带花啊。从怀里掏出个布袋送到他面前，送你的，你看看喜不喜欢？丁佳佳愣住了，白皙的手指接过，一层层的打开，发现里面是一只圆润带着祥云图案的发簪，是银的。他慌忙递了回去，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胡文华看着眼前的女孩，他紧张，然后木讷讷地问，是不喜欢吗？还是不喜欢我送的？后一句恨不得一个字一个字崩出来的。丁佳佳左右为难，这可是银簪子，他怎么随便就出手送人呢？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个很贵。不贵，是我挣的银钱买的，我想送给你。我没回礼。不需要回礼，你能收我就很开心了，真的，我只想你收下，可以吗？高高壮壮的汉子低下头，几乎是哀求的语气。丁佳佳不知怎么了，一个忍不住点头应下了。给，这是五彩糖球和枣泥糕，你吃完了和我讲，我进城卖兔子给你带回来。丁佳佳一颗心砰砰地跳着厉害，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佳佳，明显略带着紧张的嗓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丁佳佳咬咬唇瓣，低着头应声了。胡文华整个人喜悦到要飞起来了，他又试探地喊了声，佳佳，你还有什么喜欢吃的不？我下次进城一并给你带回来。你有什么想要的？你再喊我几声胡大哥好不？他喜欢听。我先回了，糕点糖球别省，下次进城我再买。不等回话，那高大的身影几乎是落荒而逃。不过想到佳佳收下了他买的东西，心里升起了一股甜丝丝的感觉。水清将负责完的事儿说完之后，开始说待遇：20文1天，做6休1，也就是上6天休息1天。这个1天也是有工钱的，但平日里请假来不了会扣钱。晌午有半个时辰休息，晌午饭包含在里面。李大娘听到后叫了声老天爷，要是年轻个10几20年啊，我都想来干这个活计了。谁不是呢？可恨咱们生早啦。哎呦，你们两家也不亏，都是有闺女的，闺女做着这个活，又挣银子又轻松，还不舒坦？水晶听到这熟悉的沙哑嗓音，面色无澜。很好，她婆母又来刷存在感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自家人不帮衬自家人，简直养出2只白眼狼。我这个亲娘啊，活着还不如死嘞，一点面子都不看。养儿子有啥用？有了媳妇儿忘了娘。秦依林是真心佩服啊，这老妇人的嗓子哑成这样，竟然还能嚎出来。文华，你送佳佳先回去吧。胡文华指了指外面，答应着。等会儿我姐。你姐不会有事，只是嘴上争论。咱们娘家人越少说话越好，不然有理也变成无理了。范进跨进屋子，就见他娘坐在地上哭，看他回来，立马一抹鼻涕眼泪扑了上去。儿啊，我的儿啊，
你快说说，是不是这个毒妇不给你大哥一家子安排伙计？那可是你亲弟弟的大哥啊！他可是听说了，这个活又轻松又好，还管一顿饭。不是，是我认为大哥一家子不合适。范进直直地说，哭得范母一愣。那可是你亲大哥啊！我可是听村子里的人说了啊，这个活老好了，你不给你大哥一家子，给他们这些外人，你是不是傻？赵大娘、张婶子、吴婶子都忍不住嘀咕，是谁告诉你的？回去了好好问问。这不是找事儿吗？以后水清没选的人都不能告诉，不然就是不想要这个活了。其他的妇人也跟着点头。以后看来不管干啥，口风都得紧，不然指不定闹得没完。今天这活儿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啊。范进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娘，没吭声。你娘我还在你大哥家，指望你大哥一家子养老送终，你不让他们好过，那就是不让我好过。对亲娘不孝，枉你是个读书人，还参加科考，不孝之人如何为官？娘说的对，所以我不参加科考了，以后就在村子里面教教孩童读书识字就成，这个没事儿，只要村子上人愿意送来让我教，我也不要暑休。这个朝代科举那可是刻在读书人骨子里的，相当于生病了也要抬进考场。不行，你这是要气死我！娘大可说我不孝，和旁人无关。好啊，你爹娘哥哥们都在家里吃苦受累，你还不帮他们说句话？阿奶说错了，如今这才是我的家，我爹娘在这儿，我只有亲姐亲弟，没有亲哥。娘，这孩子给你们换了1000斤粮食，你不感激他，是不是忘恩负义啊？他亲爹亲娘亲哥在家吃苦受累，他有什么法子？总不能再让他们卖一次。哦，说错了，他们肯定是想卖的，但如今成了我女儿，卖也卖不成了。水清看着范母，笑得风轻云淡。你可不是嘛，这晚下也是不容易啊。没见过这么忘恩负义的哦。他不说自己，只逮着人家儿子说，真是威风。哦，对了，范家的，你小孙女儿改名了。这些人才不惯着让着呢，有啥说啥。走了，事说完了，待在这儿也没啥事，咱们都回家干活去。我不走。哎呦，我和二妮儿送老太太回去吧，省得老太太劳累。大妮儿、二妮儿两人不由分说，架着范母就走了。稍微一使劲儿，范母双脚离地，扑腾的双脚一路不沾地儿的离开了。我娘以后还有的闹，我们家的安宁日子怕是要没了。孩子们不用担心，他们以前日子比这又苦又吵的也过来了，不是娇弱柔嫩的小花朵。况且以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哪能保证没有这样的？正好再锻炼锻炼，以后就更有经验了。阿娘，我不想嫁人，我以后要一直陪着你，和爹爹、阿娘一起过。另外一侧的林然迅速抬眼看了看这小姑娘，随后低下了头。她府上可比这复杂千百万倍呀，继母的手段可比这范老太太高了不知道多少，可以说龙潭虎穴那都不为过。她都差点搭进去性命，为时不该拖她下水。药材房里此刻也是热闹的异常，所有人齐齐地聚在院子里。水清扫了一眼坐的人群，心中默默地核对了数字，见没有遗漏之后，朗声说道：今日第一次发工钱，喊到名字的上来领工钱，不会写字的没事，领到工钱后在自己名字后面按个手印就行。听到领工钱，犹如冷水进了油锅，顿时噼里啪啦的炸开了。今天就发工钱，可药材不是还没卖出去吗？山药倒是做成了几批，但是何首乌要久蒸久晒，还要大半个月才能泡制好，陈皮也是如此。咱们药材坊还没有半点进账呢，不是得卖出药材才能发工钱？水清极有耐心的等大家讨论了一阵子，方才笑盈盈的开口说：没事，这次药材数量不少，单独去府城担心被流民抢，所以等村子上汉子去卖兔子时一起。至于工钱，还是按日子发比较好，毕竟他是老板，盈利的时候是他的，亏的时候自然他担着。可药材还没卖出去，我这心里没底啊。要是我们做的不好，药铺不收咋办？那水清嫂子你不就没有进项了吗？工钱先发了，不就亏了？范香也是有点担忧。李甜甜直直地问：还有药铺的药，要是够多了不收呢？水清一边听着一边觉得心暖。
他们是真心实意为药材坊考虑啊。哎，你们也太小看丁婶我了。在大家茫然的眼神中，他继续说，这些炮制好的药材我都检查过一遍，都是品相极好的，你们就放宽心吧。除此之外，我和丁叔丁婶也商议过了，要是府城的药铺不收，咱们就自己组一个运送队伍，护送药材一路北上，运往别的府城卖，总归会卖出去的。好了，现在大家来领工钱，辛辛苦苦1个月，现在是获得报酬的时候了。听到水清已经把他们的担忧都考虑进去了，顿时一个个脸上重新挂上了笑。当面点清楚呀，不然回去了要是说数目不对，说不清楚啊。他们1天20文，1个月4天假也是有工钱的。没额外请假的人1个月600文，不到1两银子，只能发铜钱。嗨，不用，我信得过你们，不会错的。水清家的女娃娃不光会写字，还会算数，怎么会弄错呢？没事，钱财当面点清，对你我都好，别不好意思，每个人都要数，要是有错的，立马来更改。在场的不少人都知道水清的性子，当他认认真真说话的时候，就代表这件事儿很重要，不容置疑。所以领了工钱的妇人开始数自己的铜板。咱们被盯上了，别回头看，脚步别停。被盯住的汉子脸色一变，想回头看，立马打住了，心里紧张不已。虽然紧张害怕，可是队伍丝毫不乱。在前面一个岔路口时，带头的人拐了进去。咱们这是去哪儿啊？你们不会准备正面对上吧？可不成啊，咱们哪里打得过那些人？要我说，还是赶快跑吧，等回了村，有了围墙挡着，他们哪里进得来？不行，咱们不能将这些人带回村子，不然要是被盯上，咱们下次出村子了，村子里都是老弱病残，如何打得过？方二柱、范三柱原本想着他们下次再也不跟出来了，就躲在村子里安全。听到李文这话，方才想到这批汉子不在村子里，村子也不会安全。况且咱们带着满车的货物，哪有他们走得快？只能搏一搏。丁和里拎出一个麻袋，突然间说，大家右手拿刀，左手抓一把石灰，待会儿趁人不备，专往眼耳口鼻处撒，知道不？他看了一圈，其他人都有刀，只有他和范进没有，随即递给范进一个装满石灰的袋子，两个人准备趁乱撒上一波。随着震天动地的喊叫声，30多人冲了过来。山水村的汉子们从板车或货物车下抽出了长刀，对方明显一愣，想停下脚步往回跑，奈何冲势太猛，一下子转不过头来。丁和里瞄准机会大喊道，快撒！汉子们听话的就朝前面撒出了石灰，专挑眼睛处撒。冲在最前面的人都是拿着刀的，可始料不及，眼睛被糊住了，眼前视线一片的模糊，只能乱砍乱打。性命攸关的时候，山水村的汉子可顾不上心善，同样挥着刀砍去，场面一度混乱不堪。等尘埃落定，只见对面30多个人都被刀压在脖子上，扔在了地上。咱们这边有8、9个汉子被刀砍到，好在不严重，都是皮外伤，但血流多了人也吃不消。我家里有止血药粉，不过咱们这儿回去还有段距离。还有这些人怎么处理？范进略微沉吟了一下，温和地说，派几个脚程快的人去城里，一批去关衙通知衙役过来抓人，一批去药铺买些止血药粉以及包扎的纱布等等，如何？成。我脚程快，让我去。买药粉的银子归谁啊？先说好了，我没银子，我们仨这次来就是顺路，这批人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不关我们的事儿，受伤人的银子不该算我们一份儿。我们也是吓得要死啊，要怪就怪这群匪徒。方二柱也跟着说，那你们的意思是这药钱还得受伤的人自己出？哎，我们没说他们自己出，你们出的话我们又不阻拦。好，刚才对敌的时候你们仨躲在后面，连头都没露一下，要出买药钱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了，真是好样的。你们这样就不怕下次遇上别人砍你，没人帮你们吗？许大哥，算了，别和他们说了，药钱咱们自己出了，以后就是有人捅死他们在我跟前，我要是搭理一下，我就是王八变的。范进走上前去，直接掏出一锭银子递给要去府城的范小六，叮嘱道，多买些纱布和止血药，止血药买好些的，这银子我家出了，快去吧，早去早回。范前撇撇嘴，心酸的想，这要是他的银子多好，
也能在这种场合冲出好人。府衙在徐老三、李武的带领下，这才姗姗来迟。官爷，我们冤枉啊！我们啥事都没做，只是路过，这些人就绑了我们。您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他们还打伤了我们的兄弟，简直无法无天啊！你们的路引呢？衙役们快速上下打量了一下，见没问题后，又使劲踹了踹喊冤之人，骂道：让你们红口白牙的诬陷人，当爷傻还是瞎呀？成，你们不是说冤枉吗？那就掏出路引，没有路引也成。说出家住何方，姓甚名谁，有何人作保。这段时间里，城里好几家的富户被抢，吴县令焦头烂额，正愁没个说法呢。正好这群人在，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好啊，前几日府城好几个富户被抢，原来罪魁祸首是你们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带走。黄华一回到家，胡母知道他受伤之后，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掉。娘，咱们待在村子里的日子舒坦，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那些灾民艰难求生，怕是度日如年，心善的也许早就死了，剩下的这些有穷凶极恶的也是常事。娘，你别难受，如果咱们不是在姐姐姐夫家，只怕现在不知道受伤多少回了。胡母也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明白是一回事儿，看着儿子后背包扎的纱布透出的血，依旧是心疼的不得了。姐，我就是小伤，没啥大事，你本来就忙，不用费心单独为我做吃食。他姐每天一大堆的事儿，又弄了个药材坊，哪能把这些时间用在厨房做吃食上啊？药材坊的晌午饭交给他们轮流做，家里的平日是阿姨做，偶尔我做的时候，还有燕秋、新回、晚夏三个打下手。你说说，我有啥可忙的？你尝尝喜欢吃不？喜欢的话，后面还给你做。你受伤了，吃药的同时，食补也要跟上。红华被一刀砍下去时，眼睛都没眨，等待止血等药的漫长过程中也没吭声，一路上走回来也是稀疏平常的，看着桌子上按照他口味做的鸡，眼睛有点发胀，鼻子有点发酸。姐，水清耐着心等着，脑子里想，你个大男人可千万别说煽情的话呀。下一秒就听到他央求道：姐，我觉得这个适合他，以你的名义送给佳佳成不？你自己送多好，还能互相表白心意，借着送礼物的由头见上一面，不比让他传话好多了。况且你也可以打着我的旗号送嘛。他不会收的。暗哑的声音低低的传来，水晶诧异，文华怎么会如此的肯定？你送过？他点点头，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水晶听得目瞪口呆，让他好好捋捋。若他没猜错的话，文华和佳佳两人必定产生了什么误会。爹，他伤得严重不？没什么大问题，疼是在所难免的。不过那孩子心性坚强，硬是吭都没吭啊。不过你若是不放心，可以去看望一儿。咱们家不是有上好的生鸡膏吗？带上他去看望实用。佳佳，丁和礼豁然站起来，刚才那点子忧伤统统消失了。你来做什么？他可没有忘回来的时候这人丑恶的嘴脸和贪生怕死的行径。方二柱想起路上也是一脸的尴尬，不过很快就调整了过来。丁叔就这一个女儿，且爱女如命，他只要拿下丁佳佳，让佳佳非他不可，丁叔能怎么办呢？丁叔，我来找佳佳，我有东西送给她。不用，佳佳东西多，她缺什么我们当爹娘的会给她买，不用你送。佳佳，我这次特意去府城里给你挑了头花，你看看还是绢花的呢。这村上人买的也都是布花，还有的只买了红头绳，只有我一个人买了绢花，花了我足足16文。你看看喜不喜欢？方二柱每说一句话，丁和礼的脸就黑几分。我有，而且我觉得布花也很好。爹娘买得起绒花，只是他觉得实在没必要。方二柱急了，爹娘阿奶还等着他回去报喜呢。佳佳，这可是我冒着危险去府城买来的，而且很贵很贵的。为了这枝头花，我一家子人得省了又省，娘和阿奶饿了好几回肚子。冒着危险去府城，就为了买枝头花，恕我直言，你们不应该买头花，而是想着怎么多挣些银钱买粮食。什么心意不心意，和我家佳佳无关。二柱没想到他们家一家子精明算计出的点子和措辞，竟然被丁和礼全部回绝了。丁叔，别总是你说呀，佳佳大了，该听听他的意愿，说不定他就想要了。丁和礼看着外面围观的村民，脸色比锅底都黑。我不要。哎呀，你别不好意思嘛，我这可是咱村子里独一无二的绢花，
捐花而已，值得反复提起。那我这荣花咋办？丁佳佳不知为何听到这声音后就无比的安心，人群后方的范母则是一脸的责备，这儿媳妇儿总是破坏她好事儿。好，胡水清要敢破坏这门亲事，他以后不会让他过安生日子。这是我托我弟弟去府城带回来的，他个孩子不会选色，我戴着不像样，但你们小姑娘家再娇嫩的颜色都使得，就拿过来送你了，你看看喜欢不？喜欢就收下，不喜欢也没事，送人礼物嘛，本来就要看被送人的意愿才是。最后一句暗戳戳地嘲讽了方二柱，方二柱脸色难看极了。水清说的才对嘛，我说二柱，人家家看不上你的就别硬送了，这东西又不能乱收。乱不乱收不知道，但换我的话，有荣花谁还要捐花呀？他咬了咬牙，恶狠狠地瞪了二婶一眼，转身就走。水清顺利地送出了荣花，顺便还替佳佳解决了恶桃花，心情舒畅地回了屋子。刚一进屋，就看见范进看着他。水清，这是卖药材挣的银子，你点点。一共多少？915两。丁叔说陈皮年限太短，卖不起价。咱们要是不急着用银子，后面的可以卖一小部分，大部分储存起来，等到世道好了，价格会涨得更高。丁叔说完全不卖，囤在手上也行，只不过风险大一点。我想着咱们也不缺银子，陈皮除了费些工钱也没什么成本，干脆全部存储着，反正其他2样药材过日子完全绰绰有余。范进唇角荡漾着笑意，轻轻地嗯了一声。天越发冷了，给药材房的人做冬衣怎么样？棉布衣上2层棉布之间贴上棉花，做个2套好换洗。他们冬天要上工，太单薄的衣服可不成。既然做冬衣，干脆就做整套吧，2套里衣，2套冬衣，里衣用细棉布，冬衣用粗棉布。范进听后立刻明白了水清的意思。好，只不过35人的衣裳，你准备找谁来做？颜色挑选上呢，是统一颜色还是各自选不一样的？现在已经10月底了，没几天就到冬月，35个人，一个人4套衣裳，不管找谁来做都快不了。要不干脆将布料发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做呢？至于颜色，还是统一的好，就当做药材放到工作服。咱们以后还要开制糖房、毛笔房，都需要招人干活，还都会有工作服，用颜色区分简单明了。水晶的关注点是在谁做衣服上，范进则是听到毛笔坊时愣住了。可毛笔工坊，水晶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打算的？早就有这个打算呀，咱们之前卖毛笔的时候不是算过吗？利润非常高。我想着虽然现在世道不稳，但早晚会稳定繁荣起来，到时毛笔作为文房4宝之一必不可少，不愁销量。水晶从范进的眼里看到了喜悦、崇拜、赞赏，各种复杂的情绪。水晶，你真厉害。明朝对于女子的限制太多，她若是男儿身，必定有一番更大的成就。她应该好好准备科举。水晶作为妇人出不去，但是作为她的夫人却是可以的。她考得越好，升得越快，位置越高，那么她的天地就越大。水晶看着前来汇报的吴婶子，眉头微微皱起。之前怎么没来说？吴婶子一脑门子都是汗，小心翼翼地说：前2日就你婆母一人，我们想着她毕竟是亲娘，又只有1个人，咱们30-40人的饭食，一人省一点也就够她吃了，没想着来汇报。就是范家嫂子一直闹腾，从早骂到晚，骂得可难听了。水晶这几日又忙得很，他们就不想让这糟心的事儿再烦他。后面他就硬是吃商务饭，吃完后笑眯眯的，也不辱骂了。可今日范大嫂子竟然带着大儿子以及4个大孙子过来。吴婶儿，你去喊满仓满库，让他们汉子过去，把我大伯哥一家赶出去。至于我婆母别碰，今日这顿让他吃，明日村宴大家必然都会去，后日上工的时候，你们将药材房的大门拴好，别开门就是了。吴婶子哎了一声，松了口气。水清这个决定很好，她婆母撵不走，可范钱一家子却是可以。李大妮看见水清，连忙喘着粗气过来了。夫人，范钱一家被撵走了，你婆母他们一根手指也没碰，吃完晌午饭骂骂咧咧回了。他说等过了明日他再来吃，以后晌午饭就让咱们药材坊包圆了。他来找夫人是想说人走了，不用避开，可以放心回家，让夫人对婆母也有个心理准备。水晶听后一点异样都没有，
甚至眉头都没皱一下。笑话，他说包圆就包圆啊，那药材坊的大门也要他喊着开才行。我知道了，后天起你们坚决不打开大门就成。对了，贵芬嫂子让我回来和你们说，明日的村宴你们也一起参加。李大妮儿原本担忧夫人有个难缠的婆母，而这婆母消停一顿之后就又来了，猛然听到他们明日可以参加村宴，迟疑地问：我们也可以？可我们不属于山水村村民吧？贵芬嫂子说是老村长的意思，而老村长征求了村子上汉子妇人们的意见，大家都同意，特意说了你们也是咱们山水村的一份子，让你们明日都到位，一个都不能少。今日是山水村书社开学第1日，也是第1次村宴，能全村吃上1日，能全村的娃娃有书可读，这些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有多不容易。希望大家能更加勤奋努力，为了自家也为了村子更好。希望咱们村子上的娃娃珍惜来之不易的识字机会，不骄不躁，勤奋学习。最后我要说上一句，咱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你们心里要清楚最应该感激谁。以后倘若有谁恩将仇报，死后别入村子的祖坟，不然我在地底下第一个跟他算账。老村长说完，引着老人们都有了共鸣。谁要是不做人，等到了地底下，可别怪咱们这些老骨头不好说话啊。水清来得晚，刚好听到村上的老者说话，他吃了好大一惊。要知道这年头的人可以说非常的信鬼神。老村长，你们放心吧，咱们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要是谁敢不记得，我第一个不饶他。范进原本没打算开口，只不过见水清不明情况，也就解围道：恩情不敢当，不过老村长说的对，恩将仇报之人确实不配入祖坟，也不配受香火。老村长没说具体要感激谁，这点说得非常好。如果明晃晃地说出来，像是被人强迫，或者是挟恩图报似的，自然不知道老村长说的恩是指自家。不过既然没说，正好也顺着解释：金小子，胡水清，你们2人上来讲讲吧。村上从来没有大事儿让妇人上去讲话的先例，但是没有人起异议，只觉得水清上去说话那是理所当然。大家吃好喝好，以后我争取多多的开办工坊，给村子上人提供更多的活计，挣更多的银子，让大家伙顿顿吃上大米饭和白面，隔3差5吃上肥猪肉。话音未落，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长林回来，尤其是一路上带着伤，跌跌撞撞的，水清一行人飞快脚步地赶了过去。水清，你快进去看看情况，长林说验完反了，是咋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说反就反了？水清心里想着，这不是好端端的，去年开始削藩，1月削3王，流放的流放，囚禁的囚禁，还有一个王爷在自己的府邸自焚，以证清白。验王反那是早晚的事儿。咱们好不容易才过了30几年太平日子，咋又要乱了？屋子里，秦依林已经给李长林在包扎伤口了。少年左手臂上一条长长的伤口，血肉外翻的。秦依林给他清理好伤口之后，上了药，终于松了口气。幸好上次进城买了不少止血药粉和生肌膏，现在又是冬天，伤口不容易化脓。你们日日给他涂抹一遍，重新包扎即可。要是实在不会，算了，前几日还是我来吧。长林这孩子也就12、13岁，村子上这么大的孩子没什么讲究的。王贵芬眼泪扑簌簌地掉着，对着秦依林不住地弯腰道谢。屋子里，水清以及李大妮、二妮他们带来的鸡蛋递给了王贵芬。王贵芬正要推辞，水清轻轻地劝道：收着吧，孩子流的血多，得好好补补，我家正好鸡蛋多，拿着没事。王贵芬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哽咽地说不出话。咱们先出去吧，人太多，这屋子里喘气都不顺畅了。众人连忙去了堂屋，只留下李文和王贵芬在屋子里照料。堂屋里，老村长沉沉地叹了口气：
想不到燕王还是反了。长林这孩子怎么受伤的？咱们这段日子没去府城，所以不知道。长林说燕王反的消息传来没几日，府城便更乱了。官学有意闭门停学，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宣布，官学就遭到一批几十人的匪徒袭击。幸好那些匪徒不是冲着性命来的，只图粮食钱财，不然长林这孩子哪还有命在啊？不是抓了匪徒吗？怎么还有啊？按照上次那些衙役的办案态度来看，怕是除了那批再就没了。世道乱，匪徒抓不尽，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落草为寇。秦依林叹了口气，也跟着忧心。要打仗，要对付的可不仅仅是流寇，还有兵匪。满仓啊，你把上次询问那个匪徒的话再说一遍。洪满仓见老村长询问，连忙清清嗓子说：那匪徒说有个人主动过来和他说我们车上有兔子肉，身上银子多。我问了那人长啥样，说蒙着头和脸过来的，不知道长相，说话口音和我不像，不过和咱们村子上的汉子们像。满仓是南宁府的人，告密的人口音和他不像是正常的，不过和咱们村子上的汉子口音像，那只能是广宁府的人。可广宁府人这么多，又蒙着头和脸，哪能知道是谁呀？是啊，咱们村卖兔子也有好些人知晓，根本没法找。水晶想到以前都看过这种古代的案例，陌生人通风报信是不需要掩盖面容的，因为本来就不认识。而且这代朝廷光是口头上形容，整个府城抓这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需要遮盖面容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同时说咱们车子上有兔子肉，身上银子多，这是打定主意让那些人对咱们图财害命，蒙着头脸，会不会是怕说出容貌，发现是熟人？广宁府南北东西的口音也是有差别的，可惜不知那匪徒说的像到底有多像。老村长秦依林几个脑子反应快的同时心里咯噔了一下。村子上基本上都在卖兔子，只有饭钱、张秃子、王麻子三家没有。饭钱和二柱三柱，不是他们。那天他们的害怕不是装的，况且他们没刀。按照那个匪徒说的不认识他们，真来抢的话，对他们还不是照看不误。应该不会蠢成这样吧？这样一看不是熟人。老村长目光沉沉的慎了好一会儿，方才开口说：咱们在府城还有一个熟人，也是曾经的本村人，甚至和村子上的他们还有过节，带着一肚子怨气走的。屋子里除了水清，其他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范大木，李武立刻就说：上次我们去府衙看告示的时候，正巧看到范前父子三人去找那个范大木，他知道咱们卖兔子很正常，身上银子多，不会是因为还知道咱们这次去有卖大批药材吧？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实质证据。不过若是陌生人还好，要是范大木或者熟人的话，那咱们才是真正的危险。咱们被人盯上了是事实，但陌生人不知道咱们住哪。上次那批匪徒抓了后，下次也只是进城来回路上危险些，但要是熟人，咱们村子岂不是也危险了？老村长低着头思索了好一会儿，抬眼吩咐：大木或熟人的事儿无凭无据，咱们先不说，只在场的人心里清楚，以后留意着。正好长林受伤回去，又带回燕王反了的消息，咱们借着这个名头，将村子上的巡护队再加强。水清回到家后，吃晚饭时将今日的事都说了一遍。咱们也得加强一下防护。胡文华立刻就应声道：成，明日我带冯二、满仓他们把咱们这儿的查缺补漏一番，保证比山水村那边的围墙还牢固。脑子里同时想到了一道交友的身影，他看向姐姐，不安地询问：姐，丁叔丁婶住在村子最后面，要是匪徒绕到后门去，他们岂不是最危险？水晶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今天出院的时候，在老村长门口就跟秦依林说了，让他们一家三口搬过他这儿住。不过这次他可不想告诉文华，他这个姐姐当的就想看弟弟着急的样子，故意说：没事儿，丁叔丁婶不是准备了不少养养药粉吗？还给了咱们不少，你忘了？姐，那药粉也是靠人撒呀，丁叔一个大男人危险就算了，丁婶毕竟是个妇人，遇上匪徒冲上去多危险啊！
胡屠夫一众大男人心想，什么叫大男人危险就算了，男人危险就不算危险了？水清心想，装，接着装。尤其是佳佳，毕竟是个年岁不大的小姑娘，家里人口少，又在村子边缘处，确实有些危险。青儿啊，你看要不接他们先在你家这儿住上几天，咱们人多也能相互照应一二。胡华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不住地点头，看了看姐姐，反而又转头看向了范进。姐夫，你说呢？文华，我们家是你姐当家，你又不是不知道，只要她同意即可。胡华以往没觉得他姐夫无用，可今日啊，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把，真是没用啊。同样没用的他转头又看向了水清。早就说了，你能想到的事，你姐我还想不到。胡母只觉得心脏扑通扑通的欢跳。天哪，文华不会喜欢佳佳吧？范进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回到主屋，关上门后，范进低声的询问：水清，你看看商城还有什么防身利器不？啊，村子上和冯大他们有大刀，咱们有大刀和电棍，还有比这儿更好的。电棍是很好，只不过我担心燕秋他们，毕竟年岁小，没对准岂不是很危险？想着最好有不需要准头，又能让对方丧失行动力，最好还能隔一段距离，不然离太近也危险。范进说着说着，声音就小了下去，他觉得有点强人所难了。水清很认真地去商场里搜索了一番，画了好几个关键词，终于最后靠着辣椒水喷雾搜了出来。当下他就买了10瓶。范进看着这手上小小的东西，黑润的眼睛好奇的不得了。这是什么？辣椒水，据说被喷到的人眼泪、咳嗽、喷嚏更是止不住，双眼睁不开，嗓子像火烧一样，整个人难受到极点，根本没法再有任何行动。最关键的是，隔3米就能喷射，5米内都有效，还能一对多，一群人上来都不怕，行不？行，水香，这小小的一瓶效果这么好吗？可它不就是辣椒吗？辣椒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慢着，别动！范进正准备按下大拇指，停住了，小小的解释了一下：我只想按出来一点试一试。你试一试行，但不能在屋子里试，你去外面试吧，我不拦着你。水清说：好。哼。水清在心中默默地点了一支蜡烛，转身到内室去准备洗脸毛巾和水了。没一会儿，院子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喷嚏和咳嗽声，客屋接二连三地亮起了灯。女婿，你这是咋了？爹爹，你没事吧？姐夫啊，你今晚表现那么好，照理我姐不会欺负你啊。屋子里的水清无语望天呐。别过来，这儿味道呛，都别过来，我不小心把辣椒水弄眼睛里了，没事，一会儿就好。先进屋，我给你准备了水洗洗。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人进来，正在纳闷时，就听见房门外传来不好意思的询问：水江，我眼睛睁不开，你能来扶我吗？现在你信了吧？范进乖巧的点头，眼睛虽然难受的要命，嗓子喝了水后明显的好多了。算老二心里有他这个娘亲，巴巴的送来了细棉料子布料。今年挑暗红还行，明年就别送这个颜色了，送蓝，不，送黑色过来吧。今年的细棉布料必定要给自己做，明年的料子省下来再给大柱做身新的，后年给老二做，再后面。好。范进没有任何意见，然后回答着。范母脸上一喜，又看上其他的东西，继续挑剔道：这米花糖好吃是好吃，就是不实在，没一会儿就吃完了。尤其他还有4个大孙子呢，男娃娃胃口好，2、3口就一块，这点子够他们吃吗？红糖倒是好，你也不晓得多买几斤。枣泥糕，
早知咱们这身上有多少，犯得着花银子去买？有这银子，还不如直接给我。山楂那玩意儿越吃越饿，你真是啥事儿都干不好。要我说，你买不好没事儿，别糟蹋银子。下次把银子给你大哥，让他买回来。范乾在一旁听得胸膛起伏，恨不得上前说弟弟不懂事儿乱买东西。好了娘就吃，不好就扔了吧。至于把银子给大哥，那就不用了。大哥也有孝敬娘的那一份，到时娘多多吃他买的那一份就成。范乾浑身一僵，想起他也是应该有这份孝道的，他就默默地在一旁不吭声了。范母哼哧哼哧的辩解：你大哥不容易，养4个小子，哪里有银子啊？你做弟弟的要体谅你大哥才是啊。范进目光冷冷的移开：娘确实很体谅大哥。说完不再继续停留，转身就走了。他该尽的孝道都尽了，再说多的也没意思。范母气哼哼的：娘你别生气，二弟一向如此不知好歹，没事，以后大柱4个出息了，等他们孝敬你。范母想到4个金孙孙，终于气顺了些。吵吵什么？我就回来睡一觉，等到子时再过去交接就是了。范四柱咽了咽口水：大哥，你回来睡觉有什么问题？这么多时日一点事都没有，总不能恰好今日就出事了。你别咋咋呼呼的，让我好好睡一觉。范大柱一边脱鞋脱衣裳，一边往床上躺，外面冷得不得了，真不知道前面的汉子是怎么扛住的。老大，围墙上值守的人没了，好一会儿没来，咱们冲不冲？咱们兄弟蹲守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才碰上没人值守，你说冲不冲？真是个猪脑子。老大说的对，那人可是说了，这个村子富得流油，咱们要是拿下这个村子，粮食、银子、住处、肉全都有了。等拿下了，大家就过个肥年。黑暗中吞口水的声音格外的大，上百双眼睛散发着贪婪的光芒。水晶骤然惊醒，翻身坐起，双眼直视前方。范进跟着起身，关心地问：怎么了？不知道，有些心神不宁。没事，你先睡吧，我缓一缓再睡。我也有些心神不宁，铜锣未响，应当是无事发生，只不过今日是我大哥和大柱值守，我担心。水晶明白范进担心的是什么，他倒不知道今天是范乾和范大柱值守，这一家子人是没有责任心的。他将之前买好的4个4目夜视仪拿了出来，2个人迅速来到屋外，先找好了高地，各自带上查看。只见高高的沙袋堤坝上没有一个人，原本应该有2个值守的，就看见堤坝上方透出了几个脑袋，先是左右查看，然后确认无人之后，快速地攀爬了下来。不能让他们剩下的全部进来。水晶，你回去通知家人，别出来，我会去处理。你怎么处理？已经有不少匪徒进来了，而且后面还源源不断地往上攀爬着。我带了辣椒水，等我爬上堤坝先往下喷，他们没法爬上来，再发出声响通知巡护队。先去找冯大他们，你带着他们悄悄靠近，一边护住大门，一边上堤坝往下喷辣椒水，撒石灰，外加丁叔丁婶给的羊粉。不然你一个人去，要是已经有匪徒跳下来砍你，你如何既护住大门又守住堤坝？好，水晶你回家，你们守好院子门，千万别出来。等所有人都被绑严实之后，大门重新关上。今夜那是别想睡了。水晶望着一地的匪徒，脑子里冒出个想法：他们2个在哪儿？可不能轻饶了他俩。那现在做啥？哎呦，人都抓齐了没？跑了多少？那些人会不会还会回来报复咱们？哎呦，我手臂被砍了一刀，好疼啊！我身上咋这么多血？刚才还不觉得，现在也疼得慌。完了完了，我不会要死了吧？我也受伤了，这些杀千刀的，我一人砍1刀，为我自己报仇。整个村子前方空地上人挤人，人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哄哄的闹得无比的嘈杂。我先回去检查一遍咱们那边的地次，防止有匪徒趁乱过去了。水晶大声的回答：好，让他们别掉以轻心，今晚要不别睡，要不分批睡，要有人值守。没办法，现场太嘈杂了，说话基本靠吼。
知道。李文挤过人群，终于找到了范进，焦急地说：金蝶，你快出面安排下，这乱糟糟的也不是个事儿啊。水清，你快说说咱们接下来怎么做？水清，你想主事吗？想不想还得看水清自己决定。再把老村长扶出来，这么更深路重的，别匪徒没把老村长送走，可他们这群人却把老村长给累走了。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张婶子王桂花脸上乐得开了花，人群也立刻安静了下来，等着水清下命令。首先，外面匪徒逃跑的也有不少个，为了防止他们回去找援兵过来，所以前后门值守的人还是不能少。范前和范大柱今夜脱离值守，待会儿追责，由原本下半夜值守的人员正常值守。对，大门值守的人不能少，咱们全村今夜差点被范前和范大柱害死。他们两个在哪儿？可不能侵扰了他俩。范前和范大木待会儿再说。范小六、吴狗剩，你俩清点受伤的人员，全部安置在书舍里。另外，张小狗，你去我那边请了丁叔、丁婶儿，带上止血药粉过来帮忙包扎。对，受伤的人要紧，先包扎他们。对了，这些匪徒咋办？也有不少流血的，会不会死在咱们村子？死就死了，大不了找个地方埋了，或者直接等天亮扔给衙役带走，可不能浪费药给他们包扎。我不是想救他们，只是觉得死在咱们村不好。待会儿等丁叔丁婶儿到了看了再说，只要保证不死就行。至于死了的，也就死了呗。想必官府也能理解。不可能他们拿着刀要杀人，村上的人伸着脖子给他们杀吧。李大哥、二哥、三哥、徐老三、吴老大，你们将这些人10多人分为一堆，彼此离得远远的，分开审问，务必问清楚以前所犯罪行、今日主使以及还有哪些同伙等等。李文、李武领头应道。好嘞。张婶子看着水清一条条的下着命令，条理清楚，一点都不慌乱，佩服极了。这么多的事儿，要换成他们的脑子，早比浆糊还浆糊了。快了呀，咱们在外面这么大动静，怎么他们一大家子人没有一个出来？不止范前一家子，邵家也没一个人出来，前面的孙家也是，咋回事啊？众人的心底升起了不好的预感，焦急地喊道：走，咱们分头去三家看看。7个人靠近大堂，一阵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范母倒在血泊中，其余的人全部捆了手脚。范前双眼无神，孙金花满眼的恐惧，惊恐极了。范大柱、二柱、三柱不停地抖着。娘！范进快步冲了过去，抱住血泊中的范母。李文、李武几人赶紧到前屋，把所有人都解绑，顺手再把破布拿出来。范母耷拉着头，手指向前面的范前，眼神怨恨。我怕，我不敢。范前双手抱着头，死命地摇着头。范大柱忍着腿上的骨折，辩解道：是那些匪徒害得我阿奶，和我爹无关。怎么把你给忘了？今夜可是你和你爹2个人值守，要不是你俩都不在，那些匪徒能轻易就进来？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他们对付几10个匪徒，只有伤没有亡。要不是范前和范大柱2人偷懒回来，那些匪徒是怎么进来的？还不是之前一直没事，而且就算我们在那儿，说不定早就被匪徒杀了，只是多添2条人命而已。好得很啊！哼，只是现在添的不是你的命罢了。哎呀，别吵了，我疼得厉害，快叫丁叔来给我包扎一下。他一提伤，除了范四柱之外，其他的都在哎呦哎呦的叫着疼，要找丁和礼和秦依林过来上药。十七，不好了，赵大爷没了，赵老大夫妇也快不行了，赵家年轻的汉子媳妇都受了伤，孙老太没了，孙家受伤的人不少，他们2家急需药。丁叔丁婶说止血药粉不够，纱布也不是很够，你快去杀一下，看咋办？之前还哎呦哎呦哀怨的范家人叫嚣着喊丁和礼和秦依林过来包扎，此刻都没声了。你看，是现在派人去府城，还是等天亮了再去？我家里还有止血的药粉，纱布之前也买了许多，我去拿。我跟你一起去拿。不用，这儿离不开人，你等我，我找到了就送过来。水清没同意，他是要去商城购买，带着贵妃嫂子那可不方便。又看了看范进，后者无声的跟他点了点头。水清不再迟疑，转身就往回跑。他看得出来婆母是不行了，待会儿回家正好把几个孩子带过来，也算是送他们亲奶奶最后一程吧。听到匪徒被抓了之后，范大柱哭嚎着：我要去杀了那些歹人，
为我阿奶报仇。袁木睁大了眼睛，嘴唇蠕动了半天，终究一个字儿都没说，随后指向大儿子的手无力地垂下了。阿奶，你别丢下我们啊！屋子里顿时一片哭泣之声。阿奶没了，你们连哭出声都不愿吗？这毕竟是我们的亲阿奶啊！要不是大哥你，阿奶会走得这么痛苦。是你抓阿奶存了银子，那些匪徒逼问阿奶，才没一刀杀了阿奶，而是慢慢折磨阿奶，受了那么久的罪，都是因为你造成的。明明阿奶对大哥最好，最后让阿奶受尽折磨的反而是大哥。这屋子里其他的人张大了嘴巴，不可置信地看着范大柱。范大柱，你不是人！你阿奶对别人好，对你这个大孙子那可是没话说，结果他临死前受尽折磨，却是因为最疼爱的大孙子。我有什么法子？我那还不是为了整个家着想？要不是那样说，拖着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匪徒，咱们现在还有命在？难道我爹娘弟弟的命就不是命？好，你们非要给我扣个害死阿奶的名声，那就让我一个人背。你也不怕你阿奶找你算账？前面还一直安安静静的孙金花，突然就抓乱了自己的头发，嘶哑的叫着。饭前双眼无神，突然倒地抽搐了起来，一屋子的人吓了一跳。王贵芬讷讷地说道：这是报应，范大娘冤有头债有主，你可找准了。哼，一个婆娘不好好在家带孩子，来这儿有啥用？周老大在前面开口，小弟跟在后面，轰的一声发出了笑声。婆娘就该在家里暖被窝，咋的？你们拿不动刀，让一个婆娘来拿呀？爷的话放在这儿，只要你们敢动刀子，等见了官儿，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不过要是将你们闺女送来给爷暖被窝，爷也许就说了。水晶上前一步，拿过徐老三手上的长刀，手起刀落，一块耳朵就下来了。他妈的，从来没遇见过主动找削的。你个婆娘，你就算削了我们的耳朵，我们也不会说，看你削了何用？不需要有用，起码我们心里舒坦了，是不？徐老三不住的点头，差点就热泪盈眶了。他之前一直在这儿被这些匪徒嘲笑，想不到水晶嫂子一来就扭转了局面。水晶嫂子，咱们怎么问啊？他们要是继续不说，再继续割吗？不用，老三，你将辣椒水给他们多喷喷，别省，隔一炷香的时候来一趟。辣椒水不致命，但遭罪呀。别怕，只是辣椒水，不会要命。连带着朱老大也忍不住咕噜一下咽了一大口的口水。那辣椒水他可是知道的，不会死，但是能让人生不如死啊。你还想不想从我们嘴里知道东西了？没事啊，你们不说，看到远处那几堆人没？待会儿你们叫得越惨，他们就会说得越多，有多少说多少，什么都会说出来。我说还不行吗？我什么都说。我也说，别喷我，我啥都说，别抢，一个个说。为何杀老人，伤年轻力壮的人，而留下孩子？你说不出来消一耳。因为老人最无用，留着也是浪费口粮。年轻力壮的，我们怕他们报复，断了手脚之后，哪怕好了，那也是残废。一瘸一拐的反抗不了，却能够干活。这样我们占据了你们村子之后，既有屋子粮食银钱，又有人能够干活，孩子。李文、李武等人齐齐地抽了口冷气。孩子是留着卖到别处挣银子。水晶目光沉沉的对上问话的匪徒发问：谁是你们的幕后靠山？其实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们的幕后靠山是无限令。地上的汉子脸上的震惊都掩饰不住了，一个村上的妇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水晶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蒙对了，果然是无限令。没想到啊，这广宁府最大的就是无限令。问了人方才知道，林然和白子谦也过来帮忙了。
婶子，家里没事，咱们就想着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你找我们是不是有事？是，你们跟我来，有重要的事问。凌然则是敏锐地察觉到什么，抿了抿唇就跟上了。去年我来姑母家玩出事之后，幸亏得到水清嫂子相救，回去之后爹爹便断了姑母一家的供应，不知道是否此事才让姑父铤而走险。若是如此，那岂不是我害了水清婶子以及山水村呀？和你没关系，只能说贪心不足。他原本就该过苦日子，只不过有了你们白家当财库，大手大脚奢靡惯了，撤了钱财后不想着节省开支，而是靠歪门邪道捞银子继续过奢靡日子，只能是他自己的错。水清坚定地回答着他，现在谁的责任他分得很清楚，不会层层绕绕强加到其他人头上。这事儿和你无关，和白家也无关，只是无限令的错。你姑母倘若知情，往后牵连出来，他也不冤。这些匪徒不能送去广宁府交给无限令处置，而之前也不知道逃走了多少匪徒。天亮之后城门一打开，想必过不了多久无限令就知道了，不送去势必会得罪无限令，所以咱们得将这群匪徒送离村子，越快越好，还需要找个能压制无限令的官才行。三个人立马就明白，水清这是询问他们有哪些合适的官员可以送。广东巡抚从二品，无限令在他眼里根本不够看，要是能找到他，并且他愿意出面的话，别说一个无限令，就是10个8个都没事。官大一级就压死人，别说大了那么多级了。我知道他，爹爹说过，咱们这巡抚啊，虽然不是特别清廉清正，但是是个做实事的官，属于拿银子办实事那一类。子谦，你知道在哪找他不？咱们应该把人送到哪去？应该是广州，要不就是韶州、惠州、潮州。巡抚衙门在广州，巡抚应该也在广州。哦，咱们去广州。对了，广东巡抚叫什么？秦依林摇了摇头，姓凌，叫姓凌，名策。低沉的嗓音突然间响起，对，就是凌策，我听爹爹提起过好几次。话音刚落，后知后觉的这才看向凌然，他也姓凌。正月他不在广州衙门里坐镇，而是在四会，只有去四会才能找到他。哎，四会林家去了就知道，比到广州近。我带村子上的汉子去。以往只觉得凌然身上贵公子的气息，也猜想出身肯定不会差，只不过没想到是世家大族。凌大哥，你们家族真厉害，出了一个从二品的大官。不是从二品，巡抚从二品，甲兵部侍郎正二品，去年已经是正二品了。林然，你和林策是什么关系？这么粗的金大腿要抱牢？水清想的也是，抱牢了这妥妥就能少奋斗30年呢。他是我爹。三个人的眼睛眨了眨，又眨了眨。是亲的吗？问完后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嘴巴，他这是什么破嘴？哪有爹会乱认的？是，只不过我娘去得早，不到3月，爹迎娶了自幼相识的青梅入门，我也多了一个只比我小1岁的同父异母弟弟。三个人这次更是实打实愣在了原地，久久都忘了说话。你逃，是不是你后娘要害你？你爹知不知晓？甚至有没有参与其中？凌然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也说道：他没参与，但我不能赌他知晓后会不会包庇。你不能去四会，你将去四会的路线画下来，和村子上人说仔细了，应该也能找到。婶子，原本今年初我就应该离开的，无非是贪图温暖舍不得，而今确实要走了。走之前帮你们一回，这是我仅能为你们做的。他了解他爹，他出面，他爹才可能出手帮他，而他必须离开。你留在这儿吃饱穿暖，以后娘找不到你，安全的不得了，何必去四会冒险？我回南都找我爹，他和南都知府关系尚可，让知府派人过来，只要能够压制住我姑父，不让他找山水村的麻烦，那不就成了？乱也有乱的好处，咱们村子上要防护有防护，要人有人，粮食肉类也不缺，即便无限的有一刁难又如何？咱们根本不惧。我早就想好了离开，留在这儿一辈子，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也不能让害我的人逍遥过日子。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付无限令尚且勉强还能找到办法，可是对付一个巡捕兼兵部侍郎，还是正二品的官夫人，那就如同于以卵击石了。你去哪儿？去北都找我外祖父。你外祖父是谁啊？能护得住你吗？我外祖父会护我，他也能护得住我。他姓朱名能，是燕王手下的一位将军，之前打天下时随燕王南征北战，
立下过汗马功劳，并不惧为我父亲。行吧，你一路上注意安全。几位官爷是为昨夜的事。为首的衙役就像没看到没听到一样，目光锐利地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老村长的面前。老朽年岁大了，今早才出门，官爷要问什么？为首的衙役眉头皱了皱，满脸的不悦。这老头的意思就只能问早上以后的事了。还请问应该找何人询问？咱们村子上的事皆由他胡水清全权做主。看到是自己忽略的人，甚至是一介妇人，问话的衙役脸上的笑僵住了。5个衙役对视了一眼，只能咬咬牙走向了水清。胡家妹子，我们今早接到人来府衙告状昨夜之事，你应该明白我等此行所为何事。官爷客气了，昨夜的事我倒是知道，只不过不知道官爷此行是为了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昨夜上百人，你们至少抓了8、9十，那些人呢？是死是活？快交出来！孙捕头眉心一跳，只觉得不该带这群猪一样的同伴出来。各位官爷果然是为我们做主来的，不过官爷，你们怎么能问我们要人呢？你看看我们村民伤了几十个，丧命了5个，好不容易赶走了那些匪徒，哪有能力抓住他们？还请各位官爷为我们做主，咱们在自己村子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过日子。那些匪徒冲进来喊打喊杀，让咱们村子死伤惨重，咱们正准备派人去官府求大老爷做主，想不到他们竟然还敢恶人先告状。正好，官爷，你们赶紧将这些匪徒抓着打入大牢，至于他们那些同伙，必定知晓藏身之所，一并抓了，也省得为祸乡邻。问话的衙役一愣，久久忘了回应。我们一大早接到灾民来状告，说实在饿极了才向你们村子讨口吃的，没想到你们非但不给，又是石灰又是下毒，还动了刀子，强行留下了他们几十人。你看灾民可怜不容易，也是命不是？干脆交由我们带走吧。你放心，咱们吴县令肯定会严惩不贷，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官爷说的是，不过有一点不对，动刀子的是他们，你进这几户人家看看，丧命的人还未下葬呢。至于他们那些人，咱们能撵走就很不错了，哪里还能抓住？早上的灾民可是说了，你们抓了他们好几十人，这么多条人命，官府不可能不管。所以要是藏着掖着，还是趁早交出来，省得咱们再跑一趟。他最后看了村子一圈，不甘心地扬扬手，走回。原本以为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儿，没想到竟然无功而返。开门开门开门！我们是广宁府官衙，特来办案，拒不开门者视同山匪，祸及妻儿，格杀勿论。见里面没有丝毫的动静，这孙捕头的额头啊冒出了一层冷汗。既然他们不知好歹，按照来之前说好的做吧，让里面的人都知道他们可不是没有准备就来的。孙捕头，给点颜色，让里面的人瞧瞧。哼，不开门是吧？待会儿攻进去了，有他们好果子吃。准备。只见这汉子们立刻套上了黑布做的面罩，另一旁的汉子们搬来了长长的木梯，几十个梯子围在堤坝和围墙上架着，下面的人都死死地箍着木梯，让人无法翻动。咋办？这批人凶神恶煞，像是问着要咱们命来着。上石快，对准了，别手软，他们若是攻上来，死了伤了就是咱们。源源不断的石块从顶上砸下来，伴随着木梯上人被砸得头破血流，双腿都控制不住的哆嗦，谁还敢往上看呢？先撤！事实上啊，这孙捕头还没喊，底下的人已经开始撤了。这吴县令的脸色黑得跟铁锅一样，师爷擦了擦脑门上的汗，低声劝道：老爷没事，咱们这儿拖住主要火力，其他围墙处的人必然已经攻破了，待会儿里应外合，还是咱们赢。瞭望台上的水清看了一会儿，对面短时间不会进攻了。姐，你那个东西太好使了，这些人全都被放倒了，幸亏有你给我的这武器。水清心想，当然好使了，那可是电棍，一电一个准儿。你们那儿来了多少人？老多了，我绕了一圈，粗粗估算了一下，有7、8十人呢。我和燕秋兴和大江、大虎几个，看到哪里撑不住了就去哪里支援。姐，你不知道有多凶险，要不是你给的这东西见效快，好几次我都怕来不及啊。人没事儿才是最重要的。那些匪徒呢？红华回答道：我哥和范小六他们从后门出去全绑了，分别绑在后门2侧的角落里，他们在看管着。成，先1天1晚青州吊着命，不加盐。红华咧着嘴笑了笑，嘿嘿，好嘞，我去跟桂芬嫂子说。老爷，
咱们要不去向凌巡抚要人支援吧？凌巡抚兼兵部侍郎，要权有权，要人有人，对付区区一个山水村，如同碾碎蚂蚁一样容易。凌巡抚虽说算不上清廉，但却是个做实事的，我在他眼里一直被瞧不上，去的话岂不是自取其辱？老爷，您想啊，这凌巡抚不是一直喜欢做实事的官员吗？而今您为了失踪的无辜灾民，亲自带人前来寻找，却遇上村民百般阻挠，甚至兵戎相见，这才不得不去求得他的帮助啊！这燕王反了，朝廷乱了，为了灾民，为了广宁府奔波操劳，落在凌巡抚眼里，岂不是妥妥的做实事？我来修书一封，你安排人送信去。范进悄悄地过来，挨着水清身旁坐下，轻声地汇报：咱们家周边暂时没有发现异常，爹娘在家守着的，你放心好了。水清嗯了一声：你趁空闲睡会儿，别担心，我有夜视仪，若是外面的人有什么举动，我会告知大家的。这几日最累的就是水清了，经验还是比较安全的，堤坝上人多，对方真要有什么举动，他们必然是知晓的。你先回屋好好睡一觉。范进听完，敏锐的就询问：你是担心后面比今日严重？水清嗯了一声：你看吴县令带来的人今日折损了一大半，但他们也没撤退，必然有后招等着。文华说傍晚的时候看到有人骑马返程了，还不止一匹。唉，林然那儿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找到他爹，不知道他爹愿不愿意帮。范进只是觉得自己无用啊，若是他科举早早当上了官，水清何须为这些事儿发愁？水清看着他，然后给予了肯定：这些日子以来你辛苦了。他在外面主事，新做家里的人以及整个村子的人都是能看见的，全靠范进一个人操持。他操持虽然看不见，但不表示不存在呀。你带着燕秋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家里还靠你照看，你把家里顾好了，我在这儿才能放心。他这个人到底是自私的，首先还是要保全自家人的安危，所以家这个大本营不能有任何的事儿。范进眨了眨眼，觉得这话有些不对劲，但是说不上来，心里还是暖暖的。还未到晌午，来的人快不说，还出乎吴县令和师爷的意料。我们的援兵到了，哈哈哈哈！怕了吧？后悔也没用。我劝你们识相的赶紧打开门，也能少受点罪。吴县令看着马背上的人，棱角凌厉，双腿不由得发着哆嗦，声音都打着颤。下官参见凌巡抚。他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下官有失远迎，还请恕罪。马背上的凌策低眉看了看地上的人，绑了，所有人都绑了。他身后瞬间涌出来一批人，不由分说向前把人全部绑在了地上。开门，我们回来了。是凌巡抚来了，咱们村子安全了，不用怕。是咱们村子汉子，他们带着人回来了。村子里的人先是激动，再看到平安归来的家人，又是狂喜。凌然呢？我怎么没瞧见他呀？凌策一个堂堂巡抚会亲自来山水村，不是土匪，也不是吴县令，而是来找凌然。凌然去找他外祖父了，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就见凌策修长的身子晃了晃，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别人不知道凌然的外祖父，他可是知道的，那可是犯上作乱的燕王手下一员猛将，也是左膀右臂呀，那可是乱臣贼子。然而现在过去，那以后的官途岂不是尽毁？他糊涂啊！他突然决定去找他外祖父了。不过去找外祖父也好，爹娘都不在了，外祖可能是对他最好的亲人了。凌策双眼看着说话的村民，什么叫爹娘都不在了？他不是好好的活着吗？哎，那孩子也是可怜，父亲宗族靠不住，不然哪用背井离乡哦。凌策嘴角抿得很紧，只不过村民关心的都是然儿，并没有说什么坏话。请问是胡水清？是。水清落落大方的回答。能否进一步说话？您是凌然的爹爹，那要不去看看他住的屋子，走吧。等在垂花门前站定，他有些恍惚，进了院子里，看到气派的正屋，左右耳房，东西厢房，
库房外加5大间极其大的倒座房，零零星星大大小小，足足10几20多间。2辆马车停下，立刻有仆人架起车架，摆上脚踏。来，夫人，您慢点，老奴扶着您。嚯，这看起来可不像善茬儿啊！姐姐，你和林巡抚青梅竹马，林巡抚比我大上好几岁，或许我不是姐姐，你是胡清水，不装也挺好，至少听着不会汗毛倒竖。是林夫人此次前来，所谓何事？桑柔扯出了一抹微笑说：听老爷身边的人说，是你救了林家的大公子，我这个当娘的可不得亲自来说声谢谢。林夫人客气了，我们当初也就是想找个人回来干活，给口饭吃而已，并不是真心相救，无非巧合罢了。他可不会认为这是真心实意的道谢。林然毕竟是林府的大公子，常年待在你这儿也不像样，所以还请你喊他出来，我这个当娘的带他一同回去。水晶笑容灿烂，半真半假的说：不在我这儿呀，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你撒谎，林然肯定回来了，他不在你这儿还能去哪儿？你满口谎话，是不是要包庇他？水晶没开口，他身边的一众妇人先忍不住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说我家夫人撒谎？水清说了不在就不在，你凭啥说他满口谎话？林然在哪，我们管得着吗？桑柔见着自己儿子被人指着鼻子骂，气得浑身哆嗦。你们粗鲁至极，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可你们让我教人，也不像是来做客的，更不像报恩，反而像是来捉拿犯人。你不能把我林然呀，把用在他身上的那一套用在我身上。你胡说什么？我娘对林然可好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料子漂亮的丫鬟婢女就先给她。林夫人真是好呢。哼，那是，那些长相漂亮的丫鬟婢女我娘都舍不得给我，但林然竟然不领情，不接受我娘的好意，一个不要就罢了，还大吵大闹，惹怒爹爹偷跑出府。他这样的烂泥能怪得了谁？林然不是烂泥。燕秋走了过来，直直的走到水清面前。林然不是烂泥。林强看着这个眼前的小姑娘，一时间忘了反应。娘，我想要她，你和他娘定下来，等及笄了给我当妾室。你胡说什么？没事儿，娘，你先和他爹娘定下来，说好等我大婚后再抬进府，想必他们也是愿意的。你以后要接管林家，妾室也得精挑细选才行，如何能找个乡野丫头？林强头一次觉得什么都被他娘掌控不好，想连娶个妾室都做不了主。娘，他们来做什么？名为感谢，实则想知道林然的下落。林然是林府大公子，我作为他的母亲，有权带他回去，还请你这个外人不要阻拦。我要是不让呢？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桑柔朝身后的仆人挥手致意，仆人站了出来，扑啦啦的抽出了佩刀。10几个汉子手持佩刀，乍一看挺唬人的。是谁敢猖狂欺负我们水清嫂子？问问咱们答不答应？哗啦啦的一下，年轻的汉子们拎着锄头木把就冲了过来。娘，你答应的话不就是喜事？看在他女儿以后是我的人的份上，这个妇人也不敢伤咱们，况且成了我的人，咱们两家就是荣辱相关，他怎么还会护着林然？桑柔反应了过来，对呀，只要让他们意识到林家以后是他儿的，而不是林然的，这群见识浅薄的人还不得立刻倒戈相向啊！等等，胡清水，我有话和你说。你说。算是你家天大的喜事。水清连眉头都没抬，狗嘴里吐出象牙，他不信这桑柔嘴里能说出他家有啥喜事儿。我儿看中了你家姑娘，我儿今年16岁，还未有正妻。不过你放心，过个2年，她考取了功名，必然能说个好亲事。那时你姑娘也急了，等我儿大婚后，立即抬你家姑娘入府，不是通房丫头，也不是贱妾，直接是贵妾。场面死一般的寂静，静到吞口水的声音都格外的清晰。还通房丫头贱妾，大伙人家分得真清楚。我去你娘的，打不死你丫的，让你侮辱人。对，兄弟们打不死他们丫的，太欺负人了，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胆敢侮辱咱们村子的姑娘家。汉子们脖子上青筋暴露，满脸的通红，高举起手中的钉耙，就往对面仆人身上招呼。贵妾，
你自己咋不去当？想让咱们燕秋当妾，也不看撒泡尿照照你啥样。老娘今日要让你知道花儿为啥那样红。鸡爪子下去，硬是挠得桑柔嗷直叫。林强就更不用说了，惨叫声最响。他趁机给燕秋教学道：看，一定要有一群自己的人，这样有事的时候他们真的上。今日这事要是不打不骂，后面越想越气，在骂了打了撕了后面每次想起来就是舒坦。娘要不要制止下？不急不急，李大娘张婶子他们打得很欢，让他们再出一回气，憋着不好。事实上他心底的气还没出完呢。什么叫他儿看中了燕秋？什么当燕秋是货物呢？随他挑选。老爷，您总算来了，快救救柔柔，这些乡野之人想要我们的命。住手，快回来。老爷，我想着然儿被他所救，特地过来道歉，顺带让然儿跟着一起回去。想不到这个粗鄙妇人撒谎说然儿不知道去了哪儿。林策眉头深深皱起，接连问道：你怎么知道然儿是被他所救，又如何找来的？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处理吴县令以及广宁府灾民的事儿，根本没回家。然而确实不在这儿，人家并未撒谎。搜查？你有何资格搜查别人家？我跟着老爷学的，我一个正二品夫人搜查一个农妇院子有何不可？爹爹，那群人就是一群刁民，还有这些奴才，一点用都没有，让我被人打了，护主不利，统统发卖。一群没用的东西，连主子都保护不好，养你们有何用？老爷，今日之事不怪奴才们，夫人和二公子说话不当，惹恼对方，这才被对方不管不顾的死命殴打。跪在地上的丫鬟心一横，将府上发生的事儿一一说了出来。林策眉头越皱越深，脸色越来越黑。当说到二公子看中胡水清的闺女，要抬对方为妾室时，林策骤然看向了两人，目光一寸一寸地冷了下去。这就是你们被打的原因。来，老爷，对方只是村子上农户，强儿可是正二品家的公子，以后要掌管林家家业的，当妾室的确是他家高攀呀。士农工商，你并不比农户高贵，甚至还不如农户，你能当我的正妻，农户为什么不能当强儿的正妻？今日是他和老爷相识这么多年，他头一回嘲讽他的身世。水清见林策先行走了，又见桑柔拢了拢头发，和林强互相搀扶着跟在林策的身后，猜不透这是演哪一出啊。谢你们对我儿的救命之恩。这边水清属实没想到林策还要来道谢，正巧又跟他家夫人儿子撞到了一起。你家娘子过来，不会是你授意的吧？还有你带来的东西，咱们先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为了要我闺女去给你儿子当妾室，万万不行，我不会收。不是，我不知道他俩会来，我并未和他说这事儿，我回去会彻查，这些谢礼和他俩无关。至于妾室甚至结亲之事，我都没想，我只想用金银钱财实打实的表示谢意，其他的念头都没有。就算是报恩，也是定给林然呐，断然不会给林强，更不会是个妾室。那就好。接下来的日子，汉子们在田间劳作，妇人们在家里面制作干粮。丁夫人来了。水清一等秦依林进了茶室，就关上门，倒了茶水。两人坐下之后，慎了又慎，最终选择直接开口询问：文华新月佳佳，你看出来了吧？这秦依林张了张嘴，一脸的迷茫。他没看出来啊，难道不是佳佳新月文华？他还记得去年送簪子的事儿，合理回来说文华对佳佳没有男女之情啊。水清，你没说错，文华对佳佳并不曾有出格的举动。确实没有，你放心，我弟弟人品方面还是有保证的，哪怕再喜欢也不会影响佳佳的名声。水清，咱们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刚入的百草味酸奶山楂丁，解馋又解压，酸酸甜甜很好吃，领券后还不到10块。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试吃，身边的人都在这里试吃，官方正品，超多解馋的零食新品，好吃又划算。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快选选吧。你已经这么熟了，不是外人，你告诉我，你确定文华喜欢佳佳？怎么看出来的？不仅是看出来的，我问过文华。秦依林只觉得一颗心咚咚跳得极快。丁和里也问过，他看向水清，只听后者继续说：文华说他以往就心悦佳佳，他不知道怎么对佳佳好，靠自己帮白满山运送土豆挣的银子给佳佳买了一只簪子，结果害佳佳被你们责罚，
并被退回来了，才知道佳佳不心悦他，后来他就不敢表露出来。等等，那只簪子不是说不是定情信物吗？水清了一声，应道：确实不是定情信物。文华就是说他……水清了一声，应道：确实不是定情信物。文华就是说他听到佳佳和你提过想要买只新的，你没同意，他就想送佳佳一只簪子，送喜欢的姑娘家一只簪子，哪里就能当做定情信物了？秦依林深吸了一口气，双眼都快喷火了。丁和礼呀，你瞧瞧你干了点啥？问个话都问不明白。你看不中文华？不，水清，我觉得你不用给你丁叔准备吃食了，就让他饿着，这是他应得的。好事多磨，好事多磨。也就是说，佳佳也是心悦文华，并且你和丁叔也看得中文华，并不反对。当然呀，文华这孩子没话说，你爹娘人好，你这个姑姐更是好，家里人口简单，事情少，公婆通情达理，姑姐非但不会掺和小两口的事，有事时能帮衬，争吵时能劝阻。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刚入的百草味酸奶山楂丁，解馋又解压，酸酸甜甜很好吃，领券后还不到10块。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试吃，身边的人都在这里试吃，官方正品，超多解馋的零食新品，好吃又划算，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快选选吧。我和你丁叔为何会反对？盲婚哑嫁那是没办法，自己女儿看中了，那岂不是更好？水清没想到这事这么顺利，他知晓两个年轻人彼此是有情谊的，但没想到这丁和李、秦依林两人早就相中了文华。我爹娘手上有笔银子，置办田地盖屋子不成问题。他们的想法是，既然我和文华都在这儿的话，他们就安心在山水村置办田地。文华娶佳佳进门，这样他离你们近，天天能见到，和未出嫁不说一样，已相差不大。以后小两口生了孩子，一个和文华姓，一个和佳佳姓，依次排下去，你觉得行不？喜悦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得赶紧把这些好事儿告诉何理。林依林去找丁和理，水清去西厢房找爹娘。怎么样？水清先将爹娘关心的说出了口。丁婶看得中文华，丁叔应该也看得中。胡父胡母松了口气，急急地问道。胡母朝当家的看了一眼，胡父立刻喜滋滋地说：那我去找找老村长，说说买地盖房子的事儿。而另一边正在药材坊看最后一批药材制作情况的丁和理见到秦依林急匆匆地走过来。怎么了？他一出去就是2月，有这么舍不得？还是担心干粮的事儿？没事儿，在外面吃差点就差点，难吃也没事，你别急呀。我没急，有吃的就不错了，挑啥挑？有啥可挑的？秦林想到还簪子时来打听的消息，就没好气儿地说。丁和理懵了，难道又到了那几天，所以这脾气格外的暴躁？你说说，文华送咱们家簪子时，你回去咋打听的？是谁回来说他对咱们家不是男女之情的？难道我打听错了？秦依林不回答，冷哼了一声。丁和理努力的回想当时他好像礼貌的少问了一句。那现在咋办啊？能咋办？赶紧置办嫁妆呗。胡文华则是找了佳佳，又请了丁和理、秦依林在姐姐家茶室商议着。丁佳佳的头都快低到桌子底下了，原本白皙的脸颊只是粉红，可现在呢直接透红。一炷香之前爹娘找他才说文华喜欢他。佳佳，你说呀，毕竟是以后你们小两口住啊。佳佳，你爹娘说的对，毕竟你们住，且长长久久的住，可不得都觉得好吗？胡母也笑着说。青儿说的对，佳佳，这儿都不是外人，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胡文华喜欢的不得了，看到佳佳只看他姐，真是想跟他姐换个位置。丁佳佳想了想说，就是离水晶姐远了些。没事，一个村子能有多远，走点路就当锻炼身体了。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问题不？我和你爹爹在中间位置，不管你到那儿还是到水清家都近，无需考虑我们。况且就像水清说的，都一个村子上，能有多远？你只需考虑住着舒不舒服就行。那还有啥挑剔的？我看那就挺好。一大家子人坐在这儿分析利弊，认为那边最好。胡文华快速起身，又跑了老村长家一趟。
他要趁这次外出之前把这些事情都定下来，日后就早早的迎娶佳佳入门。秦依林去找丁和里，水清去西厢房找爹娘。怎么样？水清先将爹娘关心的说出了口。丁婶看得中文华，丁叔应该也看得中。胡父胡母松了口气，急急的问道。胡母朝当家的看了一眼，胡父立刻喜滋滋的说：那我去找找老村长，说说买地盖房子的事儿。而另一边正在药材坊看最后一批药材制作情况的丁和里，见到秦依林急匆匆地走过来。怎么了？他一出去就是2月，有这么舍不得？还是担心干粮的事儿？没事儿，在外面吃差点就差点，难吃也没事，你别急呀。我没急，有吃的就不错了，挑啥挑？有啥可挑的？秦依林想到还簪子时来打听的消息，就没好气儿地说。丁和里懵了，难道又到了那几天，所以这脾气格外的暴躁？你说说，文华送咱们家簪子时，你回去咋打听的？是谁回来说他对咱们家不是男女之情的？难道我打听错了？秦依林不回答，冷哼了一声。丁和里努力的回想当时他好像礼貌的少问了一句。那现在咋办啊？能咋办？赶紧置办嫁妆呗。胡文华则是找了佳佳，又请了丁和里、秦依林，在姐姐家茶室商议着。丁佳佳的头都快低到桌子底下了，原本白皙的脸颊只是粉红，可现在呢，直接透红。一炷香之前，爹娘找他才说文华喜欢他。佳佳，你说呀，毕竟是以后你们小两口住啊。佳佳，你爹娘说的对，毕竟你们住，且长长久久的住，可不得都觉得好吗？胡母也笑着说。青儿说的对，佳佳，这儿都不是外人，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胡文华喜欢的不得了，看到佳佳只看他姐，真是想跟他姐换个位置。丁佳佳想了想说，就是离水清姐远了些。没事，一个村子能有多远？走点路就当锻炼身体了。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问题不？我和你爹爹在中间位置，不管你到那儿还是到水清家都近，无需考虑我们。况且就像水清说的，都一个村子上，能有多远？你只需考虑住着舒不舒服就行。那还有啥挑剔的？我看那就挺好。一大家子人坐在这儿分析利弊，认为那边最好。胡文华快速起身，又跑了老村长家一趟。他要趁这次外出之前把这些事情都定下来，日后就早早的迎娶佳佳入门。没一会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范江就来到两人眼前，撑着双腿粗着气说：快，阿娘你快去啊，白伯伯你也快来啊。大江，是谁来了？水清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是凌大哥。凌然，可他过年期间才去了北都，这连3月初都不到，怎么会回来？婶子，我回来了。水清一刹那这眼睛都湿润了。回来就好，先回家，婶子给你接风洗尘。你那些弟弟妹妹可想你了，看到你肯定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凌然嗯了一声，这犀利的眼神看向婶子身后，随即恭敬地喊道：白叔，咱们真是有缘呐，先回屋再聊。凌然此行不单纯的是探亲，我这次来呢，时间很紧，明日就要返程。明日就返程？怎么走到这么急？白子谦急急地问。不能再多待几天，哪怕2-3天也好啊。李胡玉也跟着询问。范进和白满善也看了过来。我这次回来呢，确实需要带东西走，不过是水清婶子和靳叔的。什么东西？土豆。我外祖父在燕王手下，如今燕王和新地对垒，北都急需粮草。我和外祖父无意中谈起土豆产量，外祖父让我带人前来运送土豆回去耕种。北方天气冷，这一来一回回北方要4个月，他必须马不停蹄地运送回去，你们会种不？还有，你只带了50人，51匹马能驮的土豆种也有限，够吗？如今北都和金陵对战数场，形势危急，倘若不是粮食至关重要，就连这50个人50匹马，外祖父呀也没有办法拨给我。凌大哥，你带我去呗，我会种土豆，种的可好了，村子上人才种了1季，只有我种过2季，并且我种的土豆啊产量最好。凌大哥知晓你的好意，不过北都偏远，饮食气候不同，你去了怕是会不习惯呀。那边
也凶险得很。林大哥，你比我才大几岁，你也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你在那儿可以，我也可以。林大哥，你说说我能不能够靠种地种得好，领一个军功啊？范进只是在一旁安安静静的听着，也不多言多语的，由着下一辈儿自己做决定吧。范江可等不及呀，眼睛看看爹，又看看娘，最后祈求道：阿娘，你就让我和林大哥去吧。北方气候和咱们这儿可不同，你要是去了觉得不行，适应不了，要回来怎么办？阿娘放心，我又不是出去玩的，再说了，我就是丢了我自己也不能丢了土豆啊。凌然诧异地看向两人，眼神中不可置信。林大哥，白家庄土豆很多，人手也足，可以随后运往北都。他也想拼一拼，搏一搏，让白家成为皇上，不再受欺负。子谦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去年白家庄种了300亩的土豆，按照山水村的产量来估算，也有个几十万斤呀。至于如何大批量运送过去，我有个主意，你要不要听一听？凌然闻此顾不得震惊，然后脱口而出：白叔，你请说。南都东面有一海口码头，经常运送各种商队货物，我和船队有生意上的往来，只要银子足够不成问题。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你带来的人马带着水清这儿的土豆从陆路出发，白家庄的人从水路走，双管齐下，你看如何？现在才3月初，如果顺利的话，下个月中这土豆就能到。白叔，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不？一旦北都败了，这秋后算账，你们白家将不复存在。水灾朝廷不管，那些匪徒和官员也让白家差点不复存在。凌然啊，白叔不是毛头小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下场是什么。一旦败了，变卖家产一家子，再继续南迁嘛，大不了逃往暹罗过去。机会摆在眼前，能不能把握住就看自己了。水清心想，呵，这白满山退路都想好了。他是知道这北都那位最后是胜利者，才敢赞同凌然和大江过去。好，咱们一起闯一闯。这次土豆丰收，我提供土豆种，大多数人家收获的土豆4、6分，所以全村也就我家土豆最多。50匹马只能拉个零头，余下的要不连夜运往白家庄，再由白家庄送去南都码头。好，从山水村到白家庄快马1天就来，水清家的土豆分个2、3次就能送过去，最后一批再由马匹用陆运拖到北都。时辰到了之后，穿着大红喜服的胡文华在崭新的衣服换了之后，在兄弟的簇拥下走在最前面，即将迎娶到他共度一生的女子。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由远而近，在所有的恭喜声中，这丁家家环顾了一下自己的闺房，眼里含着泪花上了花轿。拜堂后被送进了新房的新娘子乖乖地在婚床上坐着。一年又一年呐，水清算着时间，将竹林村做的牙刷饼的活计停了，又盖了几间，改成了毛笔。这3年的战乱造成了不少灾民流离，竹林村又多添了10几户人家，原本100多号，现在壮大到200多号了。战事持续了4年，科举也停了4年，一旦战事结束，必然会恢复科举。毕竟打天下需要武将，治理家国大事还是需要文官。咱们等结束了再开始制作毛笔，产量跟不上，这前面几波就没法盈利呀。大姐说的对，时机很重要，一步慢就容易步步慢。科举刚开放，买新笔的人必然多，也必然比往日更舍得一些。燕秋听着晚霞分析着，转身对上星回，认真的叮嘱：咱们可以不喜听家国大事，但只要有机会知晓，还是得抓紧一切能知道的只言片语分析，因为这往往关系身家性命以及生意运转。水清嫩心忍不住点头认可呀。说到婚事儿，水清的思维又开始发散了。
话说这燕秋今年17了，要放在华国这个年岁是无碍的，甚至谈恋爱都嫌早。可是在这儿已经能谈婚论嫁了。燕秋，对于你的婚事，你怎么想的？这才刚过年，你17倒也不急，还能慢慢挑个2年。不过有什么想法，还是提前告知我才好，我也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招婿或嫁人都可以，实在不想嫁也成，爹娘也能养得起你。不管哪种选择，你自己想好了就成，落子无悔吧。气氛陷入了沉静，水晶本身就是随口一提，也不着急。阿娘，爹爹，我回来了。大姐、二姐、小弟小妹，我回来了。由远而近，夹杂着马蹄声，让整个院子的气氛突然就活络了。水晶快速地从摇椅站了起来，脸上那都是不可置信呐。就连在书房里看书的范胡和范进听到之后都冲了出来。是不是大哥回来了？站在门外的少年高了也壮了，不变的是一如既往的憨憨傻笑。好了好了，我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咱们一家子应该高兴啊！不哭了，我这一路风餐露宿的回来，衣裳可没空换，脏的嘞，没法给你们擦。水清、燕秋几个人有一大堆话想说，终于咽了回去，只是说道：快进来，我去烧水给你好好泡个澡。大弟，你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大哥，我去给你铺床。我也去。阿娘、大姐，你们在家做什么呢？啊，我们在聊给大姐说夫婿的事情。范江无语，从院子门外等范江叙完旧，方才走进来的林然也是无语。水清一行人乍一看到林然，比刚才看到范江更加的震惊啊！啊，这个节骨眼上你怎么来了？你能来吗？你来了我们这儿，你外祖父那儿不要紧。大哥种地没什么要紧，回来就回来了。可林大哥，你能随意走吗？林然出来时是落魄的，如今已经是清朗贵公子的模样。他双眼扫过众人，最后落在温婉的可人身上。他眉头微微蹙起。给你说夫婿？大姐，你什么时候说夫婿了？还是已经有人选了？你看中了没？要是没看中，千万别委屈自己。没有，阿娘只是提了一嘴，说我年岁到了，可以提前考虑婚事了，让我自己拿主意。说是给大弟听的，其实同时也是解释给林然听的。林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有了几十个想法。那就好，大姐别急，你年岁又不大，你看林大哥今年已经21了呢，连个看对眼的心仪姑娘都没有，他才应该急。一行人目光都投在了林然身上。林大哥，你已经21岁了。林大哥，你真的没有看对眼的心仪姑娘？星回木讷讷地问。不应该啊，林大哥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姑娘看中呢？是不是没人张罗呀？几个人眼巴巴地看着水清，央求道：阿娘，林大哥的婚事你要不要摆在最前面？他都21了呢。林然，你若是需要长辈去帮你张罗相看的姑娘家，只要你不嫌弃，婶子可以。阿娘、爹爹，你们不知道，主外祖父可着急了，和我说了好多遍呢，还说要让林大哥的几个舅母替他张罗相看姑娘家。林大哥长得好，家世好，行品好，在战场上又骁勇善战，连燕王都想给他做媒呢。婶子认识的姑娘家有限，无论长相还是家世都配不上你。你若是有喜欢的或者合适的，告知婶子一声，婶子都同意。好，到时候希望婶子能同意。婶子，我有些问题想单独问问你，可以吗？刚开始暂时不明朗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可越往后他越发感激婶子对他的提醒，也想问问婶子将来如何走。可以去外面说吧。这次大将功劳很大，论功行赏，他很大可能排在最前排。最前排只是种土豆而已，和冲锋陷阵比起来，估计要差远了吧。外祖说了，燕王亲自过问过好几次。水清脸上扬起了一抹笑，不错。婶子，你知道吗？燕王总共有3个儿子，都是嫡子，在整个打仗过程中，老二常常冲在最前面，
勇冠三军，立下了累累战功。尤其好多大型对战中，老二不止一次的救过燕王性命。许多大将将士都说燕王对老二感情深厚，会立老二为太子。婶子，你怎么看？老大负责哪些方面？有无上场打仗？你外祖父如何评价？这些他都知道，但是得让凌然说一遍。固守北都以及军需后勤，还有文官接待，在官员中颇有仁德的名声。因身体不好没有上过战场，不过外祖说若论军功，老大居功这位，因为整个打仗过程中都是老大在大后方运筹帷幄，整顿兵马粮草，所有事务井井有条，从没有让燕王因为粮草兵马兵器发愁。说到这儿，目光深深地看向了水清。水清终于明这孩子为什么单独跟他说话了，只是出他的口进他的耳。我和你外祖父一样的想法，之前我和你说过，老大是长子，自古以来立长立贤总有争论，但大多以长为先，毕竟贤不贤看不出来，也能伪装，但长却是摆在那里的。太子不比农家争争吵吵争家产，倘若以贤为主，那不就是让所有的儿子争相表现，从而自相残杀吗？所以历朝历代轻易不会更改。再有，之前打仗的时候需要英勇的将军将领，但治理国家则需要贤明的文官。你说你是燕王，你会怎么选？凌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同时想到天下安定之后不需要武将，而是文官，自己是不是得换个路子？婶子说的极是，我还有一件私事想求婶子。水晶摆了摆手，不在意地说：你只管说。我想求娶燕秋。水晶突然觉得这话放早了。你应该明白，我和你晋书的为人处事，虽说你家世好，但倘若只能在子谦和你其中选一个，我必然会选子谦。哎，我懂，我这4年不惜命，一心想着挣军功，也确实挣到了军功。我已经和外祖商议过了，等封赏后，我不求别的，只求自立门户，往后和林家天南海北各不相干。我的心腹不用给任何人立规矩，他一进门就是当之无愧的当家主母。水清松了口气，不同意，觉得这孩子起码不会恩将仇报，属于心里有规划，迟疑地问：那你不会是报恩吧？不是，婶子你放心，我自己受过的苦没必要再也不会延续下去，我的喜欢只是喜欢，无关其他。要真是报恩，他可以送金银珠宝，何必以身相许呢？哎，算了，自立门户的话，凌然也是个非常好的人选，毕竟知根知底，人品本事都是极好的。不过我今日已经和燕秋说过，他的婚事我不强求，一切以他自己的意见为主。他若是不想，我和你晋书能一直养着；他若是想成婚，我给他张罗人选，他自己挑。他今日还没答复我，我改天问问，成不成那就是天意了。凌然深沉的眸子就像天上的星光一样，他对着水晶郑重无比地行了个大礼，然后说道：谢谢婶子，原本林家也是有不少藏书，只是我出来的急，顾不上拿，这是在北都燕世子挑选了送我的，我转送晋书娘2人。2个人从凌然手里接过书籍，快速地翻阅了一遍，越翻这面上的神色越是震惊，尤其是范进，让他捧着书籍都不舍得放了，根本没空说话。看书重要，身体也很重要。这几个月你俩好好看书，除了按时吃饭保证睡眠，其他的一概不用管。你娘说的对，我们俩要听。范胡恋恋不舍的也跟着合上了书籍。爹爹，先去吃早饭。早饭吃完之后就去书房看书了。眼角余光看到凌然的目光落在燕秋身上，他叹了口气，哎，算了，还是早点去问吧。阿娘，你确定？水清很认真的点点头，确定。凌然说得很清楚，我听得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阿娘什么都没答应，一切由你自己决定。阿娘，你的意见呢？水清听到他问意见，索性将昨晚跟凌然说的话又对女儿说了一遍。林家的家世是个优势，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尤其凌然那个后母。林家是个大家族，倘若有不恭敬之处，到时旁枝末节沾亲带故的叔伯长辈唾沫星子都很烦人，可能还很憋屈。不过凌然话里的意思是可以在他外祖的帮助下，以后不在一个。娘，我觉得可以。对于未来的夫君，他不求伉俪情深，只求相敬如宾就成。你想清楚了，凌然的后母和弟弟你见过，以后避免不了要应对。阿娘，我想过了，换做别家，即便穷苦人家也会有恶婆母搓门而袭，后母恶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夫君的亲娘恶毒。终于有种武家有女初长的感觉。不过
阿娘您先别答应，林大哥他外祖父那边真的同意他娶一个偏僻村子上的姑娘？水清便想着去北都一趟，面对面商议一下这姑娘家的人选。他看向大女儿，决定道：北都置办了不少产业，如今太平了，咱们也得过去打理打理才是。顺带去一趟朱家吧，不提你，只提林然的婚事，看看他外祖父以及舅舅舅母是何种意见。认同你那就不用说，倘若和咱们不合，咱们作为亲人参与他们给林然说个婚事即可。秋嘴角上扬，他有阿娘可真棒。他只是提了一下，阿娘已经想到了后续的每一步。好，只不过北都遥远，阿娘准备何时过去？6月是院试，8月是乡试。倘若你爹爹和大胡院士都没考中，那我们就院试后出发。倘若他俩有一个中了，进了乡试，咱们就乡试后出发，一家人一起游山玩水去北都，如何？好，咱们一家人一起。整个山水村的人都开始紧张了。3月下旬的时候，燕王登基皇位；4月中旬张贴了告示，恢复了科举。他们村子今年有3人下场。6月初这院试结束，月底就公布了名单，范进、李长林、范胡都在其列。8月底院士的名单出来了，李长林和范胡虽然没考中，但是范进中了。整个鞭炮声响彻了村子，村上人不少人抹泪，想着如何大肆庆祝。而范进一家子在干嘛呢？他们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走去北都，沿途去看这浓妆淡抹相宜的西湖，去看这澎湃的钱塘江，去看金陵的城墙，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呐。